阮清回国第7天就接到了分手4年的前男友的电话。手机响起来的时候，阮清正在花园里捡玫瑰花枝，开得正好的粉白色的玫瑰花剪下来插在白色的花瓶里，是以前他跟夏明之在一起时候的习惯。所以当他摸出手机，看见手机上再熟悉不过的3个字，阮清手里的剪刀无意识一收，轻轻的咔嚓一声，一朵才开的玫瑰花苞就被剪断了，从枝头坠到黑色的泥土里。打了阵滚，脏了。分手4年的初恋情人的电话，怎么看都不像个好征兆。阮清迟疑了3秒才接起来。软软。夏明之在电话里喊他的小名，声音很温和，温和的都不太像曾经肆意张扬的那个青年。这小名还是夏明之取的，那会儿他才17岁，躺在夏明之怀里。听夏明之一会儿叫他软软，一会儿又故意把他写成软软。阮清放下了花艺剪刀，却不小心被玫瑰扎到了手，血珠从手指尖上冒出来。好久不见。阮清在手机里笑起来，声音有点哑，却软绵绵的，很勾人。其实他和夏明之分手分的惨烈，再相遇怎么都不该是这么云淡风轻。但是阮清准了一下自己手指上冒出来的血珠，心想他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夏明之像是也没料到他会这么温柔，迟疑了一会儿，又说道：听说你回国了，最近有空吗？能约你吃个饭吗？阮清还咬着手指，他看了一眼花园上方阴冷冷的天空，估摸着明天怕是要下雨。好啊。阮清干脆的答应了，时间你定。夏明之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他也估计着明天就会下雨。可是他想见阮清的心情太迫切了，迫切到等都等不了。要不明天？他抱着试探的心情问道，或者你哪天有空？那就明天吧，我下班了，你来接我。阮清拿起玫瑰花回了房间，他低低的笑了下。你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知道。夏明之不仅知道阮清刚一回国，他所有的消息就都传到了夏明之耳朵里，连夏明之的哥哥都过来问了一声，问他知不知道阮清回来了。还有事吗？我这儿有点忙，得挂电话了。阮清的声音在手机里变小了，似乎放在了免提上。夏明之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笑，没事，你忙吧。电话被挂断了，阮清的玫瑰花也插好了，他到洗手间去洗手。浴室里暖黄色的灯光洒下来，照亮了阮清清秀的脸，也照亮了他细白的脖颈上紧紧锁着的黑色颈环。这是专门从事 Omega 抑制剂研发的公司最新一代的放标记颈环，除了颈环录入的主人谁也打不开，还会把 Omega 的信息素气息牢牢的锁住，哪怕这个 Omega 就处在发情期，也没有人能闻出它的味道，更不用提被标记。阮清对着镜子调整了一下颈环，这个颈环他自从3年前戴上，已经换了4代了，从来没有摘下来过，一想到马上要和夏明之吃饭，阮清想夏明之看见这个颈环，不知道会不会高兴。他第一个颈环就是夏明之给买的，但是和他自己买的长期佩戴的不同，是发情期专用。因为他发情期到了，夏明之倒是很温柔，没让他靠着抑制剂度过，跟他一起在床上缠绵了好几天。但夏明之不想标记他，所以给他套上了颈环，防止自己被高度契合的信息素冲昏头脑，把阮清给标记了。那时候阮清总要想办法逃避这个颈环，不肯戴，眼泪汪汪的求夏明之，他以为自己对夏明之多少是有点不同的，只要他够乖，对夏明之一心一意，总有一天夏明之会标记他。但如今的阮清不做这个梦了，他不要夏明之标记他了，他不需要任何 alpha 标记，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反而是夏明之在床上花样繁多，床下温柔体贴，只要不和夏明之索要家庭和承诺，夏明之就是个完美情人。第2天见面，夏明之一早就赶到阮清公司楼下等他。
天果然下雨了，他其实可以进去的。阮清所在的公司，老总是他们夏家的世交，但他就宁愿撑着黑色的长柄雨伞在楼下等。天雾蒙蒙的，雨也雾蒙蒙，夏明之举着伞站着，倒想起5年前他在学校外等阮清下课，一群学生一起放学出来，阮清也是其中最出挑的那个。那一年阮清高3，穿着学校的制服，青涩又迷人，浑身身下都有种天真的甜蜜，笑起来会露出酒窝和虎牙。夏明之靠在车上等他，那时候他是家族里出了名的少爷脾气，却肯在门外等上1个小时，就为了等阮清放学一起吃饭。如今他也在等阮清，心情却变了太多。他叼着一根烟，烟草味并不浓，过一会儿就会在雨雾里散个干净。他知道阮清不喜欢烟味，当年他就是少爷脾气太过，说一不二，霸道且蛮横。和阮清分手的极其惨烈，4年了，他没有一天不再后悔。但是阮家传过来的消息一直是阮清准备在国外定居，和国内断个干净，他也就没有脸面再去打扰。但是谁也没有想到，4年了，阮清居然又回来了，还回到了这座有夏明之的他们一起长大恋爱的城市。夏明之吐出一口烟雾，他看了一下手表，离阮清下班应该还有10分钟。他把烟摁灭了，萧瑟的风吹过来，吹散了他身上烟草的气息。他甚至还往嘴里扔了颗薄荷糖，还是阮清从前买给他的那种。10分钟过后，大楼里陆陆续续有人出来，经过夏明之身边的时候，都忍不住往他看了看。夏明之没有掩饰气息，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个信息素等级相当高的 Alpha， 还有一张英俊逼人的脸孔和深邃的眼睛，穿着笔挺的黑色风衣，却总透出一点玩世不恭的桀骜气息。又过了5分钟，阮清才慢慢悠悠的从楼上走下来。阮清今天穿的是件掐腰的灰色风衣，里头是件白衬衫，领口的几颗扣子却都解开，露出雪白的肌肤和锁骨，脖子上圈着一个细细的颈环，配着苍白的脸和红润的嘴唇，无端有点勾人的味道。夏明之看着阮清走过来，他想他应该走过去的，去把阮清接到自己伞下，让他好好看看他的软软这4年来过得好不好。可他站在那里，漫天的雨雾像是一下子被放大了声音，夺去了他的听力，也让他的视线变得格外清晰。他看见阮清一步步向他走来，还是很瘦，人却高了很多，嘴唇软软的透着粉。夏明之觉得自己心口都疼了起来，压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他朝思暮想了4年的人，如今居然真的又出现了。你在发什么呆？阮清走了过来，2个人的伞碰到一起，晃下了一点水珠。没有，夏明之从前是以才思敏捷著称的，如今却说不出话来，但他随即看见了阮清脖子上的颈环。别人可能会以为是现在流行的装饰，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上面的 logo 分明是 Omega 的防标记颈环。他在空气中嗅了一下，只嗅到了雨天独有的湿漉漉的草木味，还有阮清身上微甜的香水味。没有信息素的气息，他和阮清的信息素是高度匹配的。如果连他都闻不出来，那阮清身上的信息素就是彻底被锁住了。去哪里吃饭？阮清收了伞，躲到夏明之的伞底下。他转过头说话的时候，软绵绵的嘴唇和夏明之靠得很近，嘴里有和夏明之同款薄荷糖的味道。你车在哪里啊？夏明之的视线从阮清脖子里收回来，带着阮清去了自己的车边。一别4年，阮清真的变了很多。从前的阮清是绝不会在这么惨烈的分手以后，还能如此自然的跟他说话微笑的，也不会这么亲密的躲到他的伞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夏明之带着阮清往自己的车边走去，不受控制的。又想起了4年前分手的时候，阮清红着眼睛坐在床上，身上还带着夏明之留下来的吻痕，脸和嘴唇都很红，还在发情期里面。
夏明之记得阮清一直在和他哭，说对不起，说夏明之别不要我。但是暴怒中的夏明之什么都没能听进去，甩开他就走了。他不知道阮清那次未完的发情期是怎么度过的，明明才经历过最温柔的缠绵，自己的 Elsa 却一走了之，无疑是从天堂坠入了地狱里。夏明之的胸口微微的痛起来，他偏过头去看阮清，又看见阮清细白的脖子里戴着的黑色颈环，是最新一代也最安全的产品，甚至能储存抑制剂，随时保证 Omega 不受别人信息素的影响。我这次回来可能短期内都不会走了，阮清笑着说道。他一笑还是有酒窝和虎牙，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前青涩的样子。你呢？我在国外也看见你的小说报道，获得了青木奖。恭喜！夏明之是家族里出了名的叛逆子弟，不好好的经商从政，却跑去写小说，偏偏还写出了名堂，国内国外的著名奖项都拿回来了，狠狠打了家族里长辈的脸。阮清从前和他恋爱的时候，会窝在夏明之怀里听他构思那些故事。夏明之向来是张扬的，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很亮，眉宇间都是傲气和锐利，说得高兴的时候抱他很近，有点疼，但阮清喜欢。如今夏明之有了更多张扬的资本，投资成功，新书获奖，不靠经商从政也走得很好，结果他反倒是淡淡的侥幸而已。到了车边了，夏明之撑着伞让阮清先坐进去，自己才拉开车门。一旦进到狭窄的车内，夏明之身上那种强烈霸道的信息素的味道一下子侵袭了过来。阮清情不自禁的咬了下嘴唇，眼睛有点雾蒙蒙的看过来。夏明之的信息素排行第897，是里面的最高级别。当初两个人交缠拥抱的时候，阮清闻一口都腿软，随夏明之怎么摆弄。如今再闻到，阮清偷偷的慢慢的吸了一口，长而浓密的睫毛轻轻抖了一下。他看着夏明之，夏明之也在看他，一眼之间两个人都想起了从前，又清晰的意识到现在是4年之后。是阮清先动的，他细白修长的手放在了夏明之的手上，也不动，就这么轻轻的放着。窗外的雨还是缠绵悱恻地下着，车子里面信息素的味道越来越浓，夏明之的信息素带一点檀香和苦味，如今这味道已经可以清楚分辨了。阮清的信息素却滴水不漏。阮，夏明之眼神复杂的看着他，他想道歉，为4年前那次的分手，他想说我不该什么都不听你解释，抛下你就离开了。他还想问问阮清恨不恨他，怪不怪他，如果恨他，那也是他应得的。可是阮清却眼神温柔的看着他，仿佛他们还是一对恩爱眷侣。然后他看见阮清凑了过来，一个柔软的带着薄荷糖味道的嘴唇贴了过来，阮清的舌尖探出来，轻轻描摹着他的嘴唇，要他张开嘴。夏明之一把勒住阮清的腰吻了过去，两个人唇舌相缠。这姿势是不舒服的，但是夏明之顾不上许多了。他渴望阮清，渴望了4年，阮清的皮肤与他稍微相贴，他心里头的火就漫山遍野烧了起。他要把阮清藏起来，一辈子都藏好，他要跟阮清过一辈子。阮清被吻得难耐的哼了出来，眼睛水光潋滟，他揪着夏明之的领带，喘着气说，不吃饭了，先吃我好不好？这真不像曾经听夏明之说句荤话都面红耳赤的阮清会说出来的话。夏明之狠狠咬了一下阮清的嘴唇，发动了车子。好在这里离他的住宅不远，很快就到了。夏明之的房子是独栋别墅，在停车库里，阮清已经慢慢的爬到了他身上，就坐在他身上，风衣脱下来了，衬衫底下是纤细的腰肢。阮清按住了夏明之，他吻着夏明之的手指，他妩媚的像神话里的赛人，天生就是诱惑的化身，要所有见过他的水手都粉身碎骨，却还愿意为他孤注一掷。夏明之也是，他无法抵抗阮清，只是阮清这个名字
就足以让他沉寂了4年的心口热了起来。两个人在从车里出来的时候，阮清是被夏明之抱在怀里的，裹着夏明之的外套，脚上的鞋早就不见了，只剩下白皙秀气的脚在半空中晃着，纤细的脚踝上也不知是谁的手指印。夏明之踢开了门，像个急躁的毛头小子一样把阮清抱进房间。夏明之和阮清重新吻在一起，情动之际，夏明之情不自禁的去咬阮清脖子上的颈环。4年前他固执的不愿意标记阮清，为了这个和阮清分手。如今他却赤红着眼咬住了阮清的颈环，心里头本能的觉得这东西碍事。这个阻挡了他和阮清，阮清本该就是他的。结果阮清翻脸了。你干什么？这是短暂的重逢以来，阮清第一次流露出不悦，但很快他又舒缓了神情，像是有点无奈的。又不是在发情期，你也这么管不住自己吗？只有发情期 AO 才能标记，其余时间的咬痕也就是个普通的短暂标记。而也就是这个期间，高度契合的 AO 情侣难以抵抗彼此的信息素催动之下， Alpha 会本能的想标记自己的 Omega。 从前夏明之就是怕自己忍不住标记阮清，才强迫他一到发情期就戴上颈环。如今4年过去，阮清无奈的想，还好他有先见之明戴上了，不然要是让夏明之咬上一口，怕是这场温存也不用继续了，他又得被夏明之从床上赶下去。当年盛怒之下的夏明之一把把他扔在地上，阮清撞得头晕眼花，肩膀都青了，也没能得到夏明之眼的联系。夏明之的雷区在哪里，阮清心知肚明。看夏明之愣在那里，两人之间的黏腻情动有点下降。阮清又重新贴过去，蹭了蹭夏明之的脸，猫一样乖顺。他咬了咬夏明之，示意他继续。夏明之重新抱住了他，却不敢再触碰阮清的后颈。有些事情大概就是因果循环。夏明之心里头在尖利的嘲讽自己，当初是他对阮清说了狠话，绝对不会标记任何一个 Omega。如果阮清有了不该有的妄想，就趁早滚出去。现在乍一重逢，阮清还愿意给他机会亲近，已经是意外之喜。他不该去妄想阮清能这么快放下戒心。夏明之温柔的亲了亲阮清的头发，心想没关系，这次换我追求你，追求到你放下戒心，重新爱我。情事过后，夏明之抱着阮清去浴室清理，如今阮清的发尾还有点湿，淡淡的栀子花洗发水的味道从发丝间透出来。阮清被夏明之的信息素包裹着。 Alpha 的信息素就是这样，能透露出许多心思。这信息素甚至是有点黏腻的缠在阮清身上，要把他每一寸皮肤都染上自己的味道。但阮清已经学会了不自作多情，这不过是一场温存后的正常反应，是一个 Alpha 被喂饱后泄露的一点温情。阮清闭了会儿眼睛，没休息多久就从夏明之怀里起来了，即使他2条腿还软得几乎站不动。他从前最喜欢趴在夏明之怀里，要夏明之亲亲他抱抱他，撒娇起来又乖又软，但他如今不了。夏明之跟着起来了，他以为阮清是饿了，刚刚很是消耗体力，他给阮清喂了点补充剂，却还没吃饭。结果阮清却开始穿衣服，细白的手指扣着衬衣的扣子，一边对他说道：我突然想起晚上还有事情，就不吃饭了。夏明之抓住他的手，蹙眉，什么事情这么急？先吃饭，不然你胃里会难受。阮清的手像条鱼一样从夏明之手里溜走了，他笑了笑，声音有点哑，是因为刚刚舒服的哭了出来。不了，我确实有事。他对着夏明之眨眨眼，就是我没开车，得借你的，行吗？夏明知道，那我送你，给你打包份饭带着吃。阮清觉得有点头疼，从前夏明之对他也很好的，周到体贴，温柔起来，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也肯对他伏低做小。如今
夏明之还是一样面面俱到，但他却不是很想要夏明之的这份温柔了，代价太大了。我自己走。阮清声音里带了点强硬，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自己打车了。他挑着眼睛看夏明之，不笑了，眉眼一下子有点疏离的味道。夏明之拿他没办法，沉默的看着阮清穿好衣服，衣服有点皱巴巴的，好在阮清身高腿长，也不显得难看。夏明之望着阮清的背影，他不得不承认，阮清比4年前更好看了。4年前的阮清还像个小兔子一样生涩，还没有完全长开，有点包子脸，一害羞就耳朵红。如今的阮清漂亮的像个风情万种的妖精，又冷艳又勾人，对暧昧的尺度拿捏的刚刚好。夏明之的心头悄悄的破开了一个口子，里头渗出一点暗色的血，滴滴答答的淌下来。阮清，夏明之叫了他一声。阮清对着镜子在调整袖口。你不恨我吗？夏明之低声问。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阮清还低头扣着袖子。他们都知道夏明之说的是什么事，说的是4年前分手。阮清微微有点出神，其实当年那场恋爱是他高攀了夏明之。夏明之是谁？夏家次子，正儿八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少爷。而他阮清不过阮家收养的孩子，收养他的阮家3小姐还是个精神病患者。阮家收养他就是要他给阮3小姐一点安慰，并不是拿他当正经子孙看待的。所以当初夏明之是他死皮赖脸，趁人之危才弄到手的。仔细想想，夏明之对他已经很好了，如果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还妄想夏明之标记他，和他结婚生子，夏明之也不会对他翻脸。是他痴心妄想，自以为是。所以阮清摇了摇头，没有，是我的问题。阮，夏明之走过来，握住阮清的手。他有很多话想对阮清说。其实这4年里，他去过一次国外，在阮清的公寓外等他。那天下了雪，很冷，他等了很久很久，可是终于等到阮清出现。他又觉得自己无颜面对，转身离开了。他对阮清的愧疚和爱意在每一个日落月升的夜晚袭来，蚂蚁一样是咬着他的心口。他曾经是满城有名的浪荡子弟，但是阮清是他最后一任伴侣。4年来，他再没有交往过任何人。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夏明之心里有人了，唯独阮清不知道。阮清不想再提4年前了，他心里头甚至有点焦躁。他望着夏明之俊美的脸，觉得自己再待就撑不下去了。他对着夏明之微笑道，过去的事就算了吧，那时候我才18，你比我年长，可也才23，谁也不算错，是我们2个那时候不合适。他什么都没提，好像过去的1年2载的恋爱和4年的空缺真的不值一提，好像4年来的辗转反侧都是假的。他手腕上那个从不摘下的手表，什么秘密也没有。夏明之，阮清略带郑重的叫了夏明之的名字。我真的不怪你，那时候主要是我的问题。如果你还想约我，我很乐意，但你要是想和我回忆从前，大可不必。我没有兴趣。阮清和夏明之对视了一会儿，眼神非常坦荡。夏明之沉默了一会儿，4年过去，他和阮清的角色已经颠倒了。如今他手无寸铁，全凭阮清处置。但是他看见阮清被他咬破的嘴唇，心里头那点本不该有的妄想，又悄悄的潜滋暗长。那我明天还能找你吗？拿车。夏明之抵着阮清的额头，他捏着阮清的腰，2个人刚刚缠绵一场，屋子里面性激素的味道和衣服上残留的香水味混在一起，满是暧昧，倒真的像还在热恋的情侣。阮清笑了下，对着夏明之眨了眨眼，请我吃饭才还你车。阮清从夏明之怀里抽身离开了，夏明之一直送他到地下车库去拿车。夏明之车库里的车不止1辆，
阮清却只要他们刚刚在上面肆意温存的那辆。车门一打开，还没散开的味道就扑面而来，檀香与柔和的花香混在一起，还掺着一点别的味道。阮清坐进去，腰还是软的，却拽着夏明之的衣领，在他脸上落下一个吻。再见，明之。夏明之却一把摁住了他，把他压在座位，狠狠的深吻。软，夏明之轻轻的咬了下阮清的下唇，阮清在他怀里软得像滩水，但他知道水是捉不住的，随时可以抽身离去。夏明之能感觉到心里头的野兽躁动不安的叫嚣着。整整4年了，这头凶兽都在对他咆哮，诱惑着他把阮清带回去，藏进家里，做他一个人的软。但他还是克制的，在阮清额头上又亲了一下。再见，软，记得吃晚饭。夏明之笑了一下，松开了阮清。他甚至体贴的替阮清系好了安全带，像一个最礼貌温存的绅士。然而阮清看他一眼，总觉得后颈处莫名其妙的有一点凉意。夏明之看着阮清开车离开，他披着睡袍在花园的屋檐下抽完了一根烟。刚刚睡在一起的短暂时间里，阮清问他介意烟味吗？得到否定回答以后，就从衣服口袋里摸了一根出来。窗户打开了一条缝，雨后清新的草木香气顺着窗户缝溜进来，房间里也有了那种湿漉漉的空气味道。阮清靠在床头上抽烟，细瘦的下颚与微微低垂的眼，脖子上的颈环连洗澡都没有摘下来，但是锁骨上却印着一个红色的咬痕，是夏明之情动之下咬的。夏明之的烟头一明一灭，在这个夜晚像一朵绽开的赤红色的花。晚风微微有点凉，他想阮清是真的变了。他顾及着阮清不喜欢烟味，却没想到如今阮清自己熟练的拿出香烟点上了。4年了，物是人非，他想过无数次和阮清再见面的情景，想过阮清那个软绵绵又胆怯的性格，也许再也不会见他，也许会让他滚，结果都不是。阮清平静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第一次重逢就和他滚到了床上。夏明之狠狠的抽了口烟，烟雾在夜风里消散了。在没有遇到阮清之前，夏明之也是风月场上有名的浪子。夏家的二公子天生就是狩猎场上的 alpha， 他太清楚阮清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阮清不恨他，但也没有多爱他了。4年里，阮清对他的爱跟着恨一起被消磨了个干净。阮清只拿他当一个已经放下了，但是重逢后也可以续一续的旧情人，所以才会这么轻易的主动来聊他。报应。夏明之自嘲的笑了下，他现在对阮清来说大概也就是一个还可以的床伴罢了。他唇边的香烟燃尽了，灰白的烟掉下来，还带着滚烫的余温，将他的睡袍烫了一个小小的圆，就在他心口的位置。阮清开着夏明之的车，却没有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也没有回公司。他说他还有事情要处理，当然是假的。他开车开到半道上就受不了了，将车停在路边，踉跄的打开车门，跪下来，胃里一阵干呕，吐出来几口酸水。他身上还残留着刚刚夏明之留下来的信息素的味道，这味道仿佛鸦片，让人成瘾又让人害怕。阮清感觉到自己在发抖，细白的手抓着车门的边框，在车门上留下了清晰的指印。他跪在地上好一会儿，膝盖都被粗糙的地面硌得有点疼，才又软着脚走回了车上，从车里找出水，清理了一下嘴里的味道，就彻底瘫坐在了座位上。他没再开车，就这么开着窗躺在车里。这里已经远离了市区，路上几乎没有人，他的车停在靠近树林边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幽暗的灯火从远处照过来。阮清瘫了好一会儿，这是夏明之的车，他想，明明还在难受，嘴唇却抽动了一下。阮清解下了自己的颈环，咔嗒一声，一直圈在他脖子上的黑色颈环松开了。阮清拿下来，
放在手心里。只见锦环的背面上并不是全然光滑平整的，上面用烫金的字体刻着一个名字夏明之。这是阮清用的第4个锦环，他家里还有3个已经老旧的。更新换代的锦环，每一个后面都镌刻着夏明之的名字。这个隐秘的无人知晓的名字贴着阮清的皮肤，与他朝夕相伴了3年。他还记得他去定制锦环的那一天，接待的女生听见他要刻字，目光里流露出微微的诧异。一个未被标记的单身 Omega 来定做锦环，多半是为了避免骚扰的。可是锦环上多了一个名字，这含义就一下子暧昧起来了。阮清只是微微的笑着，仿佛不知道对面人的诧异，倒是让那个女孩红了脸。那天阮清等着锦环刻字，望着窗外天光正好，心里想的却是他和夏明之一辈子都不会结成标记的伴侣，可夏明之的名字隐秘的贴在他的后颈上，是不是也算一种归宿？如今他看着手上这个锦环，觉得那3个汉字烫得像要烧起来。他戴上这个锦环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出于戒心，保护自己不被任何人标记，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生出妄念，不要奢求夏明之会标记自己。夏明之永远都不会标记他，他心知肚明。当年分手的时候，他满脸泪痕，夏明之却冷静到残酷，清楚的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标记任何一个 Omega 阮清这样的，就更加不行。夏明之这样级别的 Alpha 有的是千娇百媚的 Omega 往他身上扑，他根本不可能被一个 Omega 束缚。他喜欢的从来都是贴心识趣的美人，可以成为床上贴心的伴侣。下了床却干脆利落，绝不纠缠，一旦感情淡去，就和平分手。我不该和你交往的。夏明之的眼中带着显而易见的懊悔，深邃的黑色眼睛在阳光底下镀上了一点淡金色，他大概自己也在疑惑，怎么会和阮清这么缠人的 Omega 交往这么久？你需要家庭标记，需要被占有被呵护，可这些我都没有。阮清倒在车座上，锦环被他攥紧在手心里，上面的一小块金属硌得他手心发痛。一个镜头一旦回忆千百次，就连疼痛也跟着麻木了。刚分手的时候，阮清想到夏明之和他分手的那个下午，就觉得血液都要被抽干了一样，人变成空空荡荡的一具皮囊，连思维都变得迟钝。然而时间久了，这份痛楚居然也慢慢被磨平了，变得模糊起来。如今再回忆起来，阮清已经能认同的觉得夏明之说的对，是他过分贪求，盲目天真的索要标记与爱，才招来这样的结局。如果他4年前就能有今天这样的修为，兴许夏明之还能喜欢他再久一点。阮清在车上又坐了一会儿，车子里的温度慢慢下降了，他的身体也不再发抖了。他掏出手机，翻出手机上第一个联系人，是个很秀气的名字，袁叔。他是阮清的高中和大学同学，也是阮清这么多年最好的朋友。要论谁最了解阮清所有的往事，袁叔敢认第2，怕是没人认第1。当初阮清要回国的时候，袁叔一直送他到机场，抓着他的手，明明满是担心，却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口。电话接通的很快，袁叔现在在日本旅游，接起来的时候还不知道阮清要丢给他怎样的炸弹，高高兴兴的和阮清说他给他买了好些个礼物，回来等他自己拆。软软，我还在日本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猫，觉得很像你。袁叔也逐渐习惯了叫他软软，但是听在耳朵里却像2个名字。阮清勾起嘴角笑了笑，等袁叔把话说完才开口喊他的名字。袁叔，我见到夏明之了。阮清很冷静，他听见电话那头袁叔似乎连呼吸都停住了，却还是说了下去，我发誓我回国后真的没去找他，但是这才1个礼拜，他居然自己送到我门口来了，然后我没忍住睡了他。阮清说的云淡风轻，
电话那边却好一段时间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阮清才听见那边传来了一点抽泣声。你疯了吗？阮清，你是怎么答应我的？袁叔抖着声音问他。阮清说不出话来。他回国的时候，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他分明是在心里许了愿的，许愿不要遇上夏明之。可是这才回国1礼拜，房子工作刚刚搞定，夏明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今天他在公司楼上看见夏明之撑着伞等他，心里分明清楚，只要他这一步踏出去，等着他的又是万丈深渊。他都跌过一次了，委实不该再跌第二次。可他却还是慢慢的从楼上走下来，走进雨里，钻到了夏明之的伞下。阮清，我求你了，别这样行不行？再靠近夏明之，你的病一辈子都好不了。袁叔在电话里惶急的求他，你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的，我求你了。阮清的心随着袁叔的哀求软了软。阮清想，要是有一天夏明之和袁叔同时掉湖里去，他保证去救袁叔，管夏明之去死。可是如今袁叔求他远离夏明之，他却做不到。袁叔其实也知道，所以才因为这短短几句话就崩溃了。圆圆，可我已经变成这样了，来不及了。阮清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的脸，他的嘴唇刚刚被夏明之咬破了，眼神虽是冷冷的，整个人却有种禁欲又迷艳的味道，正是他想要变成的夏明之喜欢的样子。既是人间尤物，又绝不会床下纠缠，彼此进退有度，绝不干涉。我练习了1000遍10000遍，才变成了他喜欢的样子，不验收一下成果就太可惜了。阮清淡淡的说道，那个黑色的颈环在他手指上绕着圈。他努力了好多年，挨过了许多个漫无边际的长夜，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才决定回国。他想他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再也不是那个可怜巴巴的一心一意要夏明之标记自己，给他一个家和依靠的阮清了。他变成了一个进退有度、成熟冷静的人，他可以为了夏明之变得千娇百媚，却不索取任何承诺。夏明之会喜欢的。圆圆，别担心我。阮清笑起来是那种下意识的，有点勾人的笑容。我不会再像4年前那么傻了。他怕袁叔再哭出来，电话里哄了哄他，让他别哭，说了点高兴的事情，就挂了电话。可袁叔在那头抓着被挂断的手机，心里头只有茫然。外头夜已经深了，酒店不知何处传来潺潺的水声，一声一声敲在人心上。他想说，你看上去像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可那是假的呀。你和4年前失魂落魄的样子到底有什么分别？阮清挂掉了电话，车子里一片安静，他又重新把颈环戴上了，冰冷的颈环一触碰到脖子就自动扣好，紧紧贴在阮清的皮肤上，虽然不至于难受，却多少有种束缚感。很少有 Omega 会选择在发情期以外还戴着颈环，可阮清细白的手指从颈环上划过，他微微的闭上了眼睛，感觉到了安心。他已经习惯了这个颈环的存在。他发动了车子，这次是往着自己家的方向前进。他不小心点开了夏明之车上的电台，随机播放到了现在的乐坛小天王展子玉的歌，很有辨识度的沙哑嗓音，低柔婉转的唱着他的新歌《无用》。那些旧的回忆，旧的情人，该丢就丢。你是天生无用，才会如此狼狈，似渺小的卑微。躲躲藏藏到枯萎，阮清轻轻的挑了下嘴唇。夏明之果然和他不对付，连他车上随机播放的歌都在骂他。但是骂的对，他确实天生无用，才会不被任何人喜欢。阮清回到家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刚刚从夏明之家里出来。他漫无目的的开着车，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离市区很远了。一进家门，阮清就闻到了他日常喷洒在家里的那种香水味。经过一天，已经很淡了，只留下一点
若有若无的檀香与药香，苦涩里带着一点微甜，悠悠的漂浮在空气里。阮清不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这是他找到的和夏明之的信息素略微相似的一款香水，虽然不能说完全一致，却也聊胜于无。当年失眠的时候，他整个房间都是这个味道，厚重的窗帘挡住了一切光亮，房间变成了一个黑暗的温暖的壳，他陷在柔软的枕头里，被浓郁沉闷的香水味道包裹着，几乎觉得就这么死去也好。沾着满身厚重到糜烂的香味，可以掩盖掉他腐朽的气息。然而1个多小时前，阮清还躺在夏明之的怀里，被他高强度的满是侵占性的信息素包裹着，如今再闻到这香水，区别一下子明显起来。然而阮清迟疑了一下，却没有把那个方瓶的香水扔掉，而是收进了柜子里。他打开了一扇窗，微凉的空气涌进来，给闭塞了一天的屋子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然后赤着脚走到厨房，拿了一罐冰啤酒。他以前是不会喝酒的，夏明之也不给他喝。夏明之明明自己烟酒不离身，除了不吸毒，几乎什么都敢来，却偏偏不许他碰一星半点，只有偶尔捉弄他，才会故意含着一口烟渡到阮清嘴里去。结果一离开夏明之，他倒是无师自通了烟酒的好处。阮清打开啤酒喝了一口，冰冷的酒液顺着喉咙流进去，冰的他胃都跟着抽搐了一下。阮清喝了几口，手机就响了，却不是电话，是夏明之的信息，问他到家没。阮清靠在冰箱上想了一会儿，15分钟后，夏明之收到了一张照片，是穿着睡袍的阮清站在浴室的灯光底下，丝质的睡袍本来就柔顺，偏偏阮清还不好好穿，腰带松松垮垮挂在窄瘦的腰上，圆润的肩和半边锁骨都露着，同时露出的还有白皙胸膛上夏明之留下的吻痕。夏明之看着这张照片，觉得自己的牙根微微有点痒，是那种极度的占有欲在一瞬间爆发，促使着他想去把阮清从家里捉过来，让自己的牙齿贴上阮清的后颈，狠狠的咬下去。晚安。阮清紧跟着又发了一条，温柔无害的样子，仿佛前面那张照片是假的，不是他发的。晚安。夏明之也回了一条过去。他倒是真的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居然会被阮清反过来撩拨。从前的阮清就是只小兔子，放在手掌里都不知道逃跑的那种。夏明之风月场上练出的一身本事，只需使出1-2分，就足以让阮清晕头转向，害羞的不知如何是好，又喜欢的不知该怎么办。他不知道阮清这4年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才把自己变得这般撩人。像高高在上的女王，冷眼旁观他的爱慕者为他神魂颠倒。夏明之这么想着，心口处又有一点钝痛。他从手机里翻出一个熟悉的联系人，电话打过去没几分钟就接通了。接电话的人却很暴躁：夏二少爷，您能不能放我个假？这都几点了，您还打电话找我？除了约我喝酒，我什么都不听。夏明之没理他。蓝医生，跟你预约一下几天后的咨询，双倍咨询费。电话那头熄了火，有点迟疑的问：你不是好多了吗？还咨询什么？虽然我这人爱财，但我还真不图您高昂的咨询费。阮清回来了。蓝医生顿时彻底哑火，不知道是该说恭喜，还是说夏老狗，你给我稳住。过了一会儿，他才慢吞吞问夏明之：你见过阮清了？怎么样？变化大吗？夏明之又摸了根烟点上，烟雾里面他似乎又看见17岁和他告白的阮清，睁着圆溜溜的一双眼睛，嘴唇微肿，衣服还有些凌乱，胆怯又勇敢，结结巴巴的说我又不要你负责的，你试一试和我恋爱好不好？真傻，也真可爱。他变化很大。夏明之说道，可是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就想跪下来和他求婚。今天他在阮清的公司楼下等着阮清，漫天的雨幕，
阮清撑着伞走过来，又瘦又高，穿着黑色的风衣，露出袖口一截苍白瘦弱的手腕，然后轻轻的对他笑了一下。就是那一刻，夏明之听见了自己飘荡已久的灵魂落地的声音。他一直在等的人终于回来了。蓝医生被这个回答震得想骂人，却听见夏明之这个不着调的在那边问：你说我现在求婚有多大几率成功？你有个屁成功率！蓝医生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4年了，你给我争气点，有点长进。咨询费打过来，礼拜4下午过来。电话被挂断了。夏明之觉得有点可惜，他是真的有那么点想和蓝医生探讨一下求婚的可能性方案的。虽然他现在还不确定阮清心里还有没有他，但是早做准备又不是什么坏事。第二天，夏明之不请自来，去阮清的公司等他吃午饭。他今天穿了一件短款外套和牛仔裤，往阮清公司外的沙发上一坐，腿长得无处安放，不知道是在和谁生气，总显得有点轻狂。好在天生一张好皮相，即使皱着眉头骂人，还是有不少人偷摸着多看他2眼，揣测他是在等谁。阮清不知道夏明之来了，早上夏明之也没给他发短信说还车的事情。阮清出门的时候，在自己的爱车和夏明之的座驾里迟疑了2秒，心安理得的开着夏明之的车来上班了。遇见同事的时候，同事还笑着问他换车了。阮清嘴上占了夏明之的便宜，今天有事开的家里人的，所以当阮清发现夏明之在公司外的时候，险些以为自己看错了。倒回来几步，没错，就是夏明之。夏明之不知道在和谁发脾气，站到窗边去通话，眉头紧皱。我早3个月就做了安排，现在跟我说变就变，到底是考验我耐心，还是你们的人脑子里在养鱼？夏明之冷笑了一声，那边似乎和他解释，他极其轻蔑的掀了下眼皮。阮清脚步很轻，站在那听了会儿，夏明之也没发现。阮清抱着手听了会儿夏明之冷冰冰的骂人，突然觉得夏明之脾气有长进。以前夏明之比现在脾气还臭，夏家的2公子，出了名的桀骜难搞，是家里重点监护对象，生怕一个没注意，这位又出去飙车惹事。阮清跟在夏明之身边1年半，是亲眼见过夏明之把人骂哭的。有一回和徐家的长子有了矛盾，徐家那个不经揍，差点住院，夏明之被自己爷爷抽了个半死，真的闹到被送进医院，结果出来还是死不悔改。那时候也就阮清说话，他肯听上一点，本来约了人出门。阮清一个电话说肚子疼，夏明之就赶回来了，喂药熬粥，被一群狐朋狗友笑话是家养好男人。夏明之一边照顾阮清，一边开着免提骂人，说活该他们孤独终老，最后年老中风都无人管。他嘴里一句不饶，手上还要记得给阮清喂粥，3心2意，忙得要命。阮清本来肚子就疼，笑得差点从床上滚下去，更疼了。如今再回忆起来，阮清也不由自主笑了一下，但这点笑意又很快隐没了。那时候就是夏明之对他这点与众不同的温柔，让他以为自己真的特别，真的可以牢牢把夏明之绑住，陪他过一辈子。却不想那只是夏明之没交往过他这样的 Omega， 又可怜他身世难堪，所以带着一点对弱小者的怜悯，处处让着他。阮清收回心神，夏明之也打完电话了，一回头就看见阮清站在后头，抱着手臂，笑容温柔的看他。你怎么过来了？阮清问他。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和我吃个午饭。夏明之心里对电话那头的人更恼怒了，本来是在等阮清的，结果骂人现场倒是被阮清逮了个正着。好在阮清没什么不高兴的样子，他歪了歪头，笑着问：怎么办呢？我还有半小时下班，可是今天下午有会议，午休只有40分钟。他以为夏明之会掉头就走，然而半个小时后，阮清坐在办公室里，
吃到了夏明之让人打包来的菜，都分别装在包装精细的盒子里，汤汁都没有洒。是以前阮清最喜欢的那家私人菜馆，根本没有外送服务。但也不知道夏明之是怎么和老板打交道的，只要阮清想吃又懒得出门，那家私房菜就会送货上门。阮清口味偏甜，夏明之对甜口的菜其实兴趣一般，但他看着阮清吃，倒也品出了几分满足感。阮清头发有点长了，今天随意用夹子夹起了半边，穿着一件水蓝色的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倒有点像夏明之记忆里的样子。阮清又是个猫舌头，怕烫，吃一会儿就无意识的把粉色的小舌头吐出来一会儿。软绵绵的一点舌尖，看得夏明之心里也软下来。你现在工作很忙吗？夏明之问他，帮阮清擦了下嘴唇边一小点酱汁。也还好，一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多了。阮清回道，你倒是挺闲的，不用忙着赶稿吗？他没记错的话，夏明之其实挺有工作狂的倾向。其他人是万年脱稿，他是写起书来六亲不认，从构思到完本都很快。真的忙起来，阮清都没办法，只能在书房外头踮着脚往里看。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助理被他吵了快一打。直到后来有了阮清这个对他百依百顺的陪在身边，夏明之才顺心了许多，发脾气次数急速减少。阮清心口又晃了晃，觉得胃里有点难受，也吃不下许多饭菜了。看夏明之心智缺缺的样子，故意加了一个蛋黄味的点心送到他嘴边。夏明之看他一眼，不带迟疑就吃下去了。阮清倒是愣住了，他记得夏明之最讨厌蛋黄味的东西了，但他也没多问，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把筷子收回来。猫儿一样挑挑拣拣又吃了几口，就宣布吃饱了。送客，你晚上有空吗？被赶出办公室前，夏明之问他，有事吗？阮清反问，等了你一上午，却没能约到你吃午饭，想问问你晚上能不能赏光。夏明之说道，我订了海边那家餐厅，你喜欢的。阮清挑着眼看了夏明之一眼，又不是我让你等一上午的。不去，你退了吧，我晚上约了人。阮清说完也不管夏明之了，收拾收拾资料就要工作。夏明之无奈的看着阮清，他的软软真的长大了。不上当了，那我明天接着等。夏明之把阮清的脸掰过来，捏着他的下巴接了个吻。他闻到了阮清身上的香水味道，今天是有点海洋气息的，干净又柔和，很配阮清。可他吸了一口，无端的有点焦躁，这不是他想要闻到的味道。他的嘴唇上痛了一下，低下眼，阮清不满的瞪着他。夏明之识趣的退开了，替阮清关上了门，刚刚走出他们公司的门口，就被一个女生给大方拦住了，也是个 Omega， 说早上就看见他了，觉得是自己喜欢的类型，问他能不能留个号码。这个女生的信息素是紫罗兰味的，人也漂亮，一看就是活泼外向型。阮清从办公室里晃出来，去茶水间倒了杯咖啡，不远不近的看着门口发生的一切。我有男朋友。夏明之冷淡的点了下头，绕了过去，甚至没费心去看这女生长什么样。阮清没听见夏明之说什么，却看见那个女生恼怒的跺了下脚，神色愤愤。阮清心里非常小人的有点幸灾乐祸，端着咖啡喝了一口，随即皱了皱鼻子。公司茶水间的咖啡是真的不好喝。阮清把那杯咖啡倒掉了，回办公室拿了磨好的咖啡重新泡。他低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漆黑的手机屏幕上映出了自己的脸，是带了一点笑意的，连自己都没有发觉。阮清杯子里的水倒多了，溅到了他手上，烫得他一抖。他一边吹着手上被烫红的一小块，一边想，他在高兴什么呢？夏明之是不喜欢那个女生，可是夏明之本来就谁都不喜欢，他不也是被夏明之扫地出门的一员，有什么资格幸灾乐祸？然而
阮清低估了八卦的传播威力。夏明之走的时候，公司里分明没有几个人，可是夏明之毕竟是从他办公室里出去的。等阮清下班的时候，好些人已经听说阮副主编有个特别帅气英俊的 Alpha 男朋友，知道阮清工作忙，还特地来陪他吃午饭。阮清下班走人，和阮清有点熟悉的几个同事都笑眯眯问他是不是去约会。阮清就好脾气的笑笑，随便跟他们聊了几句，说自己只是去买晚餐食材。旁人一脸不信，却也没追问。一直到出了大厦的门，阮清才松了口气。他是很不乐意和人打交道的性格，刚出国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自己独自待着，一整天都可以不说一句话。如今光是维持友好的社交，已经很让人他疲惫了。好在他装的还行，大家都觉得他温柔好脾气。阮清到地下室去开车，走到车边才想起夏明之今天来找他，半个字都没有提还车的事情，他也就跟着忘了。但是夏明之怎么可能是真的忘了？阮清坐进车里，调整好后视镜，嘴角弯了弯。如今他也熟悉这些花花肠子了，只要夏明之的车在他手上，夏明之有的是借口约他出去。晚上8点，阮清一个人出现在了离公司不远的酒吧里。说晚上有约，当然是骗夏明之的。他一个刚回国的人，和谁都没有深交，怎么会有约？倒是和夏明之才见了一面就深度交流了。阮清拖着下巴，意兴阑珊的看着酒吧里还不多的人。他倒不是真的不想见夏明之，他是太想见了。他太清楚自己对夏明之的渴望，再这么见几面，用不了多久，夏明之又会变成埋在他心口的一剂毒药，深入到五脏六腑，让他病入膏肓，难以自愈。您的酒。调酒师把酒杯轻轻推到阮清手边。谢谢。阮清接过来，却看见调酒师的手指捏住酒杯，停了几秒才松开。阮清微微抬起眼，调酒师眨着眼睛看他，颇具有暧昧气息的问他：客人，你是一个人吗？阮清也笑了下，然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然后就把视线移开了。那调酒师倒也没有缠着他不放，只是暗自可惜。这位客人的相貌实在是很让他心动，但是这位客人刚刚虽然在笑，眼睛却是冷的，只一眼，这调酒师就知道自己没戏了。此后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搭讪的，都被阮清给拒绝了。阮清面前的酒已经喝完了一杯，他想人类确实是极其善变的。当年他学艺不精，滴酒不沾，被他在国外认识的小师傅带进酒吧里面，只会像块木头一样坐在那儿。有人过来搭讪，他表面不显，胃里却觉得恶心，跑去卫生间吐了个昏天地暗。他的小师傅扶着他出去，愁得不知道怎么是好。他还记得他小师傅拖着他回去，一面走一面数落他。快到家的时候，却借着灯光看清了他满脸的泪痕。小师傅沉默了一瞬：阮清呐，你还真是我见过的头号痴情种子。小师傅叹了口气，似真似假的问他：虽然我也是 Omega， 你也是 Omega， 但现在 OO 恋很流行的呀，你要不和我试试得了。小师傅在灯光下对着他眨眨眼，面容生动又妩媚。我很厉害的哦，保证让你很舒服。他一边难受，一边却被小师傅逗得笑了起来。他很想说，如果他可以忘记夏明之，他愿意和任何人试试。可惜他忘不掉，不论是心还是身体。阮清正想着，嘴角情不自禁流露出一点笑，他有点想念那个总是活泼爱闹的小师傅了。你也是一个人吗？一个娇娇软软的声音响起来，阮清闻到了茉莉花的味道。回过头去，一个个子娇小的 Omega 坐在他旁边，很漂亮，一头栗色的卷发，两条细细的腿慢悠悠晃着，眼睛像带着小钩子一样朝阮清放电。阮清微微惊讶了一秒，这个 Omega 和他的小师傅有点像。我叫于心。那个 Omega 一点都不见外的凑过来，大概是知道自己长得好看，
知道别人很难拒绝他。他眨巴着眼睛看着阮清，你请我喝酒吧。请你喝酒可以，但话先说好，我也是 Omega。阮清抬手帮这个于心和自己各点了一杯酒，调酒师颇为好奇的往两人看了一眼。两个不同类型的 Omega 美人贴在一起，灯光下一样的雪白漂亮，实在是挺惹眼的。阮清微微扯开自己的衣领，让他的防标记颈环暴露在昏暗的灯光底下。和于心解释，你闻不到我的信息素，是因为被锁住了。结果那个于心眼皮子都不眨。我知道你是 Omega 呀，他颇为得意的样子。可是你长得好看吗？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看来不只是脸有些相似，性格也和他的小师傅挺像的。阮清想，你是新来的吗？以前在这儿没有见过你啊。于心趴在桌上看了阮清一会儿，睁着圆润的眼睛，又夸了一句，你长得真让我喜欢。阮清忍不住笑起来，还有这样夸人的。但他觉得这个小 Omega 挺可爱，他看了看于心的脸，问，你多大了？就来酒吧？我20了。于心不满的皱起眉头，不过很快又高兴了。你喜欢长得嫩的吗？那也没问题，我套上制服很显小的。不喜欢，谢了。正好于心的酒送过来了，于心接过来喝了一口，脚不老实的在阮清的小腿上蹭来蹭去，但是长得小确实占便宜。阮清总有被一只奶猫蹭着的感觉，倒也不生气。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你是不是住在附近？以后我们可以约出来玩啊。于心冲他撒娇，我不喜欢 Omega， 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阮清平静的说道。于心顿时苦了张脸，气鼓鼓的，但是又不死心，死皮赖脸的把自己的手机伸过来，加一下嘛。万一你们以后分手了，我可以第一个排队啊。万一你们以后分手了，阮清的心里稍微空了一下。他看着灯光底下于心年轻娇嫩的脸，心想他说的也有道理。用不着万一，且不说他和夏明之还没有开始交往，就算真的在一起了，总有一天夏明之还是会走的。那好吧。阮清添加了于心的联系方式。于心的头像是个花栗鼠，很可爱，而阮清的头像是个小兔子，于心也觉得可爱，心里很是满意。于心本来就是活泼的个性，阮清反正今晚也没有事情，身边有个小话痨姐姐们也蛮好。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阮清已经知道于心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兼职模特，还干得很出色。家里有个妹妹，很娇气但很可爱，还有个垃圾前男友，扔在垃圾桶里都嫌脏了手的那种。如今前男友求复合，她不答应。你有没有垃圾前男友？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于心已经有点醉了，恶狠狠的看着阮清。我跟你讲，那个混蛋害我现在看见 Alpha 都过敏。于心呜呜了2声。阮清也有点醉了，头顶迷离的灯光洒下来，让他有点头晕。前男友有一个，但是我舍不得把他扔进垃圾桶。阮清痴痴的笑起来，眉眼染上淡淡的红，很漂亮，却也看得出很难过。她特别好看，我舍不得让给别人。为什么啊？再好看那也是前男友了。于心又喝了口酒。阮清也在思考，是的啊，为什么呢？夏明之和他分手以后，已经不是要了他半条命了，几乎是要了他整条命。可他为什么还是舍不得夏明之？可能因为他是我的英雄吧。阮清醉的眼睛微眯，他听见身边的于心嗤笑了一声，大概是在笑什么年代了，还有英雄情节。可是阮清没有说谎，他最初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就已经离不开夏明之了。因为是夏明之把他从昏暗的黄昏里拯救出来了。当初他被阮家的3小姐收养了，孤儿院里的人都觉得他命好，摇身一变就成了阮家小少爷，堪称一步登天。但背后的种种只有阮清自己知道。阮3小姐是个精神病人，
不发病的时候对他都很好，仿佛真的像个慈爱的母亲，还会把他抱在膝盖上，讲一点以前的事情。阮清到现在还记得阮三小姐身上的味道是很温柔的蜜桃味道，这构成了他对母亲最初的一点幻想。然而阮三小姐清醒的时候并不多，一旦发病了就谁也不认识。有时候阮清本来好端端被他抱在怀里，下一秒就被狠狠地扔在了地上，一双尖利的手恶狠狠地掐住他的手臂。他害怕的喘不过气来，视线里只能看见阮三小姐狰狞的脸，还有散落在他脸上的漆黑长发。他那时候太小了，躲都来不及躲，只能事后无助的缩在桌子或者柜子里哭。身上的伤刚好又添了新的，青青子子叠在一起，看着触目惊心。阮家分明是知道这件事的，但一个是自己家亲生的三小姐，一个是收养来的孤儿，反正也没打出人命，谁都当不知道。阮清本来以为他会过着这样的日子很多年，结果有一天，当时刚上大学的夏明之来了阮家，无巧不巧的正看见被打得浑身是伤的他。阮清还记得夏明之的手臂很有力，肩膀很宽，他被夏明之抱在怀里上药，觉得这个他只见过几面的哥哥一点也不凶，是个好人。后来他才知道，夏明之把他的事情直接闹到了阮家老爷子那里，闹得很不好看，多的是人骂夏家二公子未免骄纵，居然伸手管阮家的闲事。但不管怎么说，那天以后阮清有了独立的住处。阮家三小姐不发病的时候，偶尔会来看看她。阮家其他人还是拿她当空气，虽然不虐待她，但也当她不存在，更加让阮清想念起夏明之来。后来夏明之只要放假回来，阮清都厚着脸皮问能不能去找他。夏明之大概也可怜他，每次都说好。阮清喝了口酒，自嘲的笑了笑。他这一生都怯懦，却把所有的勇气都用在了夏明之身上。在从酒吧出来的时候，阮清和于心都已经是半醉，还残留着一点神智，知道不能酒驾。于心比阮清酒量好一点，靠在阮清身上撒娇要跟阮清回家，要不阮清和他回家也行，毕竟他家就在旁边。阮清用已经有点混乱的大脑思考了一会儿，但他还思考出一个结果，一双手就突然穿过他的腋下，把他抱进了怀里。他有约了，你自己走。一个冷冰冰的熟悉至极的男声响起来。阮清有点呆呆的看着抱着他的夏明之，脑袋有点转不动，不知道为什么夏明之会在这里。夏明之也低头看他，阮清明显醉了，眼角和嘴唇都很红。阮绵绵倒在他怀里，眼睛却是水润的，像奇怪他是谁一样看着他。夏明之刚刚开车路过这里，突然一瞥看见自己的车牌号，等他把车开过来停下，正好就看见阮清和另一个人相互搀扶着出来，那个人还抱着阮清不知道说什么。夏明之气的一把关上车门就走了过来。想到这里，夏明之的心情更为糟糕，他上下打量了于心一眼，眼神里既恼火又轻蔑，像个被侵犯了领地的狮子。他不笑的时候本就很有压迫性，alpha 高强度的信息素带着极度不愉快的信息素散发出来。对面的于心脸都白了一下。再说一遍，你自己回去，阮清我带走了。夏明之说着就把阮清抱起来。于心急了，也顾不上怕他了，一把抓紧阮清的手。你谁啊？你说带走就带走，你万一是坏人，我报警了。夏明之转头看他一眼，看这个 Omega 脸上的焦急不是作假，他一手搂着阮清，一手掏出了手机解锁。只见屏幕上是阮清几年前和他的合影，阮清乖乖的被他抱在怀里，脸颊红扑扑粉嫩嫩，可爱的不行。看清楚没？他是我男朋友。现在可以走了吗？夏明之问他。于心迷茫的眼睛看了一会儿，那你对他温柔点。他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夏明之也没理他，抱着阮清走了，小心翼翼的放进了自己车的副驾里。阮清已经彻底醉了，刚刚最后一杯酒的后劲大，如今酒精把他的大脑彻底变成了一团乱麻。他迷迷糊糊的睁着眼睛，夏明之在给他系安全带，冷着一张脸，很不高兴的样子，是那种想和他发脾气又死命忍着的样子。阮清突然笑了笑，夏明之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不怎么高兴的捏了下阮清的鼻子，跟他说有约，结果就是和人在酒吧里约起来了。阮清看着夏明之棱角分明的脸，被酒精弄懵了的大脑，以为还在几年前。夏明之还是那个性格恶劣却对他网开一面的大少爷。他伸出手抱住了夏明之，像是一瞬间又变回了17岁的阮清，天真懵懂，软绵绵的喊着夏明之，明之哥哥。夏明之愣住了，不可置信的看着阮清，阮清对他笑起来，露出一个甜甜的小酒窝。哥哥。阮清又脆生生的叫了一声，这次连明之都省了。夏明之知道阮清是真的醉了，他们还没在一起的时候，阮清就叫他哥哥，因为阮家夏家算是世交，这么喊也没错。后来阮清破釜沉舟的和他告白，和他在一起后还是这么喊。阮清本就比他小，又脸嫩，穿着衬衫长裤也像学生制服，软绵绵的叫他哥哥，周围人的目光顿时都像看禽兽。但夏明之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捏着阮清的小下巴要他再叫一声。后来阮清一有事情求他就撒娇叫哥哥，一生气就气的大喊夏明之。光听称呼都能明白阮清在想什么，特别好懂。如今阮清也不过23，缩在座位上还是小小的一团。夏明之的手里抓着安全带，他凑过去，阮清的眼睛雾蒙蒙的看着他，天真又柔软，满是依赖。软软，再叫一声。夏明之低声的又哄道。阮清很听话，他不仅又叫了一声，还略微歪过头，亲了亲夏明之的指尖，像只讨好的小猫。夏明之狠狠的咬住了阮清的嘴唇，阮清很乖，软绵绵的张开嘴，任夏明之的舌头入侵进来。夏明之拖着阮清的后脑勺，两个人在半封闭的空间里亲吻，暧昧黏腻的水声里夹着阮清一两声轻微的呜咽，不动声色的撩动着夏明之心头的火。软软，跟我回家好不好？夏明之一边亲他，一边低声问道。好呀。阮清很好拐带。夏明之抱着阮清进门，幽暗的别墅里头亮起了灯火。阮清很乖，夏明之抱着他去洗澡也绝不乱动，让抬手就抬手，让低头就低头。昨天夏明之在阮清身上留下的印子还没消，今天又添了新的。玫瑰一样浓郁的红色咬在阮清的脖子上，夏明之的嘴唇碰到了阮清脖子上的颈环，是冷的。阮清身上哪里都是温热的，唯独这一块是冰冷的。刚刚因为要洗澡，他本来想帮阮清把颈环取下来，结果手指刚碰到颈环，还没来得及问阮清密码，阮清就狠狠拍开了他的手，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躲到了角落，满是戒备的看着他。夏明之还以为阮清酒醒了，正想解释，就发现阮清又可怜巴巴的看着他，一点点蹭过来，亲了亲夏明之手上被拍红的地方。你不要欺负我，阮清没有醒酒，他只是觉得脖子上这个不能动，但是他又后悔刚刚打了夏明之，哥哥对不起。夏明之当然不怪他，他倒是怕吓着了阮清，哄着他。好，我不动你的颈环，你过来，我只是帮你洗个澡。阮清还缩在角落里面，看夏明之只是对他伸着手，没有进一步动作，才慢慢放下心来，又变成乖巧听话的样子，一点点蹭了过来。夏明之牵着他坐进浴缸里，他也乖乖坐好，在浴缸里不乱动。但随即夏明之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阮清身上不仅颈环解不下来，他的手表居然也是锁定的，
牢牢的圈住阮清细瘦的手腕，应该也是定制的。有了前车之鉴，夏明之也没敢动，好在是防水的，不怕淋坏。洗完澡，夏明之抱着阮清去床上，阮清不老实，一直在他身上蹭，还笑嘻嘻的看着夏明之黑着脸的样子，大概是知道夏明之拿他没办法。夏明之确实拿他没办法，他是个正常的 alpha， 当然不可能爱人在怀还无动于衷，但他的手伸到阮清身后摸了摸。昨天晚上做的有点过分了，4年才重逢，他简直变成了莽撞的毛头小子，恨不得真的把阮清嵌到身体里去。所以今天还是算了，不闹了，睡觉吧，软软。夏明之亲了阮清一口，阮清不说话，缩在被子里面。他穿着夏明之的睡衣，太大了，把他整个都包了起来，却又偏偏露着肩膀和背。他眼睛亮亮的看着夏明之，其实自己也困了，却舍不得睡。明之哥哥，你真好闻。阮清声音里带着困意，眼睛眨了2下，睫毛颤颤的。夏明之心里突然一动，软软，问你个问题好吗？夏明之把阮清抱进怀里，阮清眼皮子都在打架，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你还喜欢我吗？夏明之声音里有点不易察觉的抖，说来是可笑的。他这辈子听过的爱语成千上万，多的是人对他说我爱你。可如今他问阮清，却只敢问你还喜不喜欢我？阮清用困倦的眼睛看着夏明之，这一句喜欢似乎让他的大脑有了片刻的清明，酒精的麻痹效果淡去了一点，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碎片般的记忆拉着窗帘的房间，浴室里被水冲刷掉的血迹，永远也拨不出去的电话。阮清的眼睛眨了眨，喜欢的呀。但他没说出口的是，他是喜欢的，可是夏明之，明之哥哥并不喜欢他。阮清仅有的一点清明用完了，困顿像潮水一样袭来。他合上眼睛睡着了，小小的脸埋进被子里，一点也没有了白日里燕世媚行的模样。4年的时光像是从他身边退去了。夏明之看着睡着的阮清许久许久，几乎以为他们又回到了从前。他们还没有分手，阮清还是他一个人的小兔子。夏明之知道醉酒的人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可是他胸腔里那颗沉寂已久的心脏，还是因为这一句简单的喜欢不安分的跳动着，欢欣鼓舞。我也爱你。夏明之凑过去，轻轻的吻了阮清的嘴唇，是软的，温热的。第二天，阮清一觉醒来，已经把昨夜种种全给忘记了，浑然不记得自己昨天都干了些什么。他坐在夏明之的床上，只记得自己好像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和小师傅有点像的 Omega， 后来大概是有点醉，却还记得要打车回家。你醒了？夏明之从浴室里出来，看见阮清一脸迷茫的样子，不由笑起来，快刷牙，来吃早饭。阮清扫了眼自己身上的睡衣，明显是夏明之换的。他突然脸色一变，被子下面的右手迅速去摸左手上的手表，还好还在。怎么了？夏明之看他神色不太对。没什么。阮清笑了一下，暗自里也在打量夏明之的神色，庆幸自己所有不能示人的东西都被锁住了。我怎么会在你这里？阮清掀开被子下床，过分宽大的睡衣从肩上滑下来。不提这个还好，夏明之虽然知道自己没立场生气，面色却还是不由自主冷了一点。我昨天开车路过那里，看见我自己的车了，本来是想看看你在不在，结果就看见你喝醉了，和别人抱在一起，正从酒吧出来。阮清擦了一把脸，闻言轻声笑了一下。他倒没有这么自不量力，以为夏明之吃醋，但是才刚刚在床上相拥的 Omega 扭头就和别人在一起，夏明之这样的 Alpha 肯定会被激发出占有欲。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吗？夏明之不动声色的看着阮清的脸。阮清皱了皱眉，
他昨天的记忆只截止到夏明之出现。他又想起自己手上的手表，虽然看上去没被解开过，但心还是悬到了嗓子口，不由自主的沉下了脸，问道：“我昨天怎么了？”夏明之知道他这是不记得了，眼神一暗：“你昨天叫我明之哥哥。”夏明之说道。阮清愣住了，好几分钟没人说话，浴室洗手台的灯光照得阮清脸色一片惨白。夏明之沉默的看着他，心里想自己果然不该提这个，看来我是最糊涂了。过了一会儿，阮清才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避开了这个话题。你先去吃早饭吧，我过一会儿就来。等夏明之离开了，阮清才像被抽去力气一样。他明明洗过脸了，却又打开冷水往自己脸上冲，胃里那种熟悉的干呕又出现了，他几乎站不住，但最后除了几口酸水，什么也没吐出来。早饭吃得很安静，但很丰盛，摆了一桌子，中西都有。阮清没有和夏明之面对着坐，倒是挨在一起。夏明之这点还挺奇怪的，明明是个不沾烟火的大少爷，却偏偏厨艺不错。阮清以前听他提过，是因为夏明之的妈妈喜欢做菜养花。夏明之跟妈妈感情一直好，有时候为了让他高兴，就也下厨做几个菜。说起来，夏明之的母亲去世也快有10年了。昨天约你没有空，那今晚呢？夏明之抬头问他。阮清收回心思，听见夏明之又问：“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以后住在哪里，能给个机会拜访吗？”阮清并不想让夏明之来自己家，他怕夏明之一进门就发现他现在公寓的布局和当年他俩同居的公寓一模一样。家里太乱了，暂时不接受访客。阮清脱掉了拖鞋，光裸纤细的足背在桌下轻轻踩住了夏明之的脚，不轻不重的蹭着夏明之的小腿，脸上却不露分毫，对着夏明之笑了一下：“但我这周末有空，你想带我去哪里都行。”夏明之自然不会不答应，他已经放下了刀叉，一只手捉住了阮清在桌子底下作乱的脚，稍微用了点力气，把阮清拉进怀里，接了一个绵长的吻。阮清收起腿，配合的半坐在夏明之腿上，夏明之的手顺着他的膝盖一路往上，扣住了阮清的腰，但他另一只手却不经意一样握住了阮清的左手腕，手表冰冷的表面贴着夏明之温热的掌心。这天早上是夏明之送阮清去上班的，离公司还有一段距离，阮清就下了车，离开前夏明之拉住了他：“晚上我来接你下班好吗？”阮清觉得有点稀奇，他以前可从来不知道夏明之也会如此紧迫盯人。从前他和夏明之感情最好的时候，夏明之倒是也经常去等他下课，可惜他只在国内上了半年大学，就退学去了国外。那晚上再说。阮清对着夏明之笑了笑，开车走人了。他已经快迟到了，快步走进去，等着电梯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发现是昨天遇到的小 Omega 于心。乌啊，对不起，昨天我也喝醉了，有个特别帅的 Alpha 说是你男朋友，我就让他把你带走了。你没事吧？大哭。阮清微微的诧异，没想到夏明之会说自己是她男朋友。没事，那是我朋友。阮清回了一条信息过去。真的是朋友？大概是放心了。于心的回复变得很荡漾。那个 Alpha 看见你的时候，信息素简直自带攻击性，吓得我都有点抖，我信你才怪。虽然他很帅，但我也很可爱啊。阮清，你什么时候有空记得约我哦，我约你也可以。阮清笑了一下，没再回复，跟着其他人一起进了电梯。夏明之看着阮清进了写字楼，他开着车窗，抽完了一整根烟，昨天的种种在他脑子里一一浮现。阮清护着颈环不让解的样子，还有手上居然带着密码锁的手表。夏明之掏出手机，看也不看就拨打了一个熟悉的号码。那边的人睡意朦胧的接起来：“谁啊？”“夏明之，又是你。预约在下午2点，
你个混蛋！等不及了。夏明之开始发动车子，我现在就要和你聊聊。蓝无为医生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欠了夏明之很多钱，才会被这个大少爷当驴一样使唤。但是看见夏明之阴沉着脸站在窗边，蓝无为又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安。你该不会见到小情人，反而情况加重了吧？蓝无为递了杯咖啡过去，喝吗？夏明之转过来，脸色全然不是在阮清面前亲和无害的样子，像一个在暗处潜伏了许久的兽类，就等着一击将猎物捕获。蓝无为心里猛地一沉，心想别是真的恶化了。然而半个多后，蓝无为垂眼看着手中的记录，脸色轻松了不少。他给夏明之做了这么久的咨询，夏明之的问题已经基本好转了。刚刚急急忙忙接到夏明之的电话，他还以为怎么了，吓得人都清醒了。如今看来，纯属夏明之自己抽风。蓝无为放松了身体，属于医生的那个蓝无为已经完成任务。现在坐在夏明之面前的是仅作为朋友的蓝无为，但是夏明之的讲述还没有完，他也就安静的听。他听见夏明之说道：那天我在他公司楼底下等他，看见他的第一眼就想咬他后颈。那你咬了吗？蓝无为问。当然没有。夏明之坐在蓝无为的对面，手放在膝盖上，有意无意的轻轻敲击着。你还是对阮清充满了占有欲，想咬他，想把他藏起来。对其他 Omega 都没有这样的冲动，其他 Omega 就算是发情期，我都不会有这个冲动。夏明之皱了下眉。那你想咬他的时候，还有别的想法吗？自我厌恶，觉得恶心。夏明之沉默了几秒。非常恶心，觉得自己像个怪物，那种吸血的怪物。阮清一旦真的被我咬了，我就会剥夺走他全部的生命力，他一辈子都会被我所困。夏明之看着窗外，窗外绿影葱葱，是个幽静的好天气。他从前以为阮清对他的诱惑更多是来自于性激素，因为他和阮清的性激素高度匹配，天生就有极高的吸引力，所以他总是逼阮清戴上颈环，把所有味道牢牢的锁住，自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动摇，不会妥协。可是现在阮清的脖子上无时无刻不带着那个黑色颈环，性激素的味道滴水不漏。昨天阮清睡在他怀里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想要标记阮清的欲望还是越演越烈。他在灯下看着阮清无辜的睡颜许久，两颗尖锐的牙齿甚至有种刺痛感。叫嚣着想要把那个颈环破坏掉，咬下去刺进阮清的性腺，然后阮清就是他的了。真正吸引他的从来不是性激素，而是阮清。但他心里偏偏又一直有个声音，喃喃的尖利的嘲讽他：魔鬼、怪物、懦夫。那你有产生过度的自我保护，出现愤怒甚至冲动报复等行为吗？蓝无为的眼睛从镜片后盯着夏明之。没有。夏明之想起阮清躺在他怀里的样子，他摇了摇头。没有，我还在心里挣扎着是否应该标记他。我难以完全说服自己，但我也不想伤害他。我不会再来一次了。夏明之垂下眼，睫毛在脸上垂下一小片阴影，遮住了眼中晦暗不明的情绪。那你这不是能压抑住自己的吗？慢慢来，对阮清好一点。蓝无为也不计较夏明之拿他当驴使唤了，仅仅作为朋友。他轻声问道：你还会梦到你母亲吗？夏明之眼睛飞快地眨了一下，他有点迟疑。从知道阮清回来那天起，梦见了2次，还梦见他的墓碑，梦里有百合花的味道。夏明之母亲的性激素就是接近于百合花的味道。最后一次闻到这个味道是夏明之18岁的夏天，很浓的百合花味，有种近乎腐烂的感觉。我梦见无数的百合花埋葬了它，那铺天盖地的白色百合花几乎连日光也要遮住了，浓郁到腐烂的花香漂浮在空气里，剥夺了人的一切感官。
夏明之在梦里平静地看着花把母亲笼罩起来，他的母亲穿着百合花一样白色的裙子。可过了一会儿，这条裙子底下却有血渗出来，将裙子染成了深红的颜色。然后一座冰冷的黑色墓碑从地下升了起来，他的母亲连同无数百合花一起沉了下去，被埋葬了。但他已经不再试图伸手去把母亲解救出来，他不再像当年那个18岁的少年人歇斯底里的哭嚎反抗，绝望的想留住他。他知道他回不来了。蓝无为轻轻的咬了下自己的舌尖，心里轻轻的叹息一声。他是亲眼见证了夏明之这几年的情况的，于公于私。他都希望阮清和夏明之尽快和好，到时候婚礼他一定会包个大红包，感谢阮清为民除害。但不管怎么说，夏明之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比他2年前好多了。阮清如今又回来了，无望的爱恋也有了转机，怎么看都是好事啊。蓝无为正想着，就听见夏明之问他：蓝无为，你说一个 Omega 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永远都带着防标记的颈环？不是只有发情期，是连睡觉、洗澡、吃饭都不会取下来，起码在我面前是这样的。蓝无为愣住了，他一下子反应过来夏明之在说谁，惊讶的睁大了眼睛。阮清？昨天他喝醉了，我想帮他取下来，结果阮清和被吓到了一样，狠狠的拍开了我的手，甚至不愿意让我靠近。蓝无为的脸色白了白，这可不像个好征兆。联系到夏明之和他袒露的那些分手细节，夏明之又说了多少关于不会标记的混账话？蓝无为心里也情不自禁有了猜测，但他嘴上却说，可能他一个人出国在外，4年里没什么安全感，这其实也有可能。国外阮清孤身一人，又长得这么好看，采取非常规手段保护自己也没错。夏明之知道蓝无为会这么说，他往后靠坐在沙发上，看着一片雪白的天花板，刺眼的白色像一场白茫茫的雪。他问蓝无为，那你说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人才会定制一个自带密码的手表，也是时时刻刻都带着，不允许除自己以外的人触碰？房间里一时变得很安静，只有从窗外传来的清脆婉转的鸟啼声，还有马路上听不真切的汽车鸣笛的声音。夏明之稍微抬头，看见了蓝无为也变得不安的脸。他也不需要蓝无为回答，他自己做了排除。也许阮清只是喜欢带密码锁的东西，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更有可能他是在掩藏什么秘密。夏明之很冷静的分析，不可能是吸毒，那样的话阮清不会露出手腕，有可能是刺青，闻着别人的名字或者其他什么。还有一种可能，最后一种可能在夏明之的舌尖上滚了滚，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几乎要把他的声带都一起燃烧殆尽。可能是刀疤、意外受伤或者割腕留下的。蓝无为的笔掉在了地上，他早该知道夏明之的咨询费岂是好拿的，而夏明之的脸在早晨明亮的日光里冷得像一块凝结的冰。微风从打开的窗户里吹了进来，室内的空气却凝重的近乎焦灼。公司里，阮清独自站在洗手间里，刚刚洗手的时候，他把手表里面弄湿了，手腕有点潮乎乎的，就把手表解了下来。现在卫生间里很安静，只有日光从狭窄的窗户里倾泻下来。但是不一会儿，阮清就听见女孩子温柔的说话声从背后响起。他迅速拿起那个黑色的手表，扣在了手上，轻微的一声响动，手表锁上了，紧紧的贴住了他的手腕。进来的是和阮清关系不错的2个备胎女孩，手上不知在哪里沾了一些蓝色的粉，一边说笑一边也来洗手，看见阮清就笑着打招呼。其中一个女孩看着阮清手上的手表，问道：我早就想问了，阮清你的手表在哪里买的呀？感觉很酷哦，我也想买一个。朋友送的。阮清擦干净手，站直了身体。
她的身体本就是修长型的，穿的是一件轻薄的暗色衬衫，在早晨的阳光里能够看见朦胧的腰线。她转过身，对着那女孩笑了一下，眼睛微微弯起来。她很少给人定制东西的，不过漂亮的女孩子她可以打折。阮清说完就先走了，还不忘夸赞两个女生的衬衣很好看。两个悲叹女孩情不自禁地看她走远，挺拔修长的背影，臀型很翘，腿又笔直如刀刃，只是随意的走动也极有风情。我收回不和 Omega 恋爱的话，阮清的话我可以。一个女生边冲掉手上的蓝色粉末边小声说道。刚刚她那么一笑，我小心脏都砰砰砰了。另一个女孩笑着撞了她一下，可别做梦了，人家这么好看会没有男朋友吗？昨天你来的晚，没看见阮清男朋友，可帅的一个 Alpha 啊，我也想恋爱，有没有帅气的女性 Alpha 喜欢我一下？实在不行，男的也凑合。那女生小声的呜呜了两声，很快就把这个插曲忘记了。而阮清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看稿子，一直看到中午，才突然发现今天的手机很安静。一个早上了，除了一个广告就没有响起第二回。夏明之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这天夏明之从蓝无为那里出来，已经靠近傍晚了。心理咨询早就结束了，他在蓝无为家的沙发上躺了一个下午。蓝无为的这座房子远离街道，平日里十分安静。素白的窗纱被微风吹得鼓动起来，窗边是精心饲养的绿植，像隐居在山外，十分适合虚掷光阴。中间他大哥夏明一打来了电话，也是问他阮清的事情。他大哥跟他感情素来很好，当初他不肯顺着家里安排的路走，家里一气之下断了他生活费，也是他大哥在背后默默帮他摆平。细说起来，当年他和阮清分手，大哥还劝过他，怕他后悔，偏偏他当时年少气盛，自以为被触犯雷区，什么都听不进去。喂，哥，怎么了？你在哪儿？夏明之迟疑了一下，在家。他大哥也不知是信还没信，但也没细究。我听说老周说你追阮清追到手了。夏明之轻轻啧了一声，他就知道老周这个叛徒。阮清现在上班的公司就是老周家的产业，肯定是老周听见什么了，传进他哥耳朵里。我要这么快追到手就好了，夏明之嘀咕道。你们别去烦阮清，我现在别说追人了，试用期都没过。你们再一烦他，阮清脾气又软，被你们吓着怎么办？虽然也可能是他们被现在的阮清吓到。没出息的东西，夏明一冷哼了一声。你什么时候带阮清回来吃顿饭也行。那孩子我觉得挺好的，你既然现在知道错了，就早点把人娶回来。你以为我不想娶啊？夏明之不怎么高兴回他哥话了，什么人啊，专戳他痛处。不过阮清这次回来，阮家好像这2天才知道这事儿。夏明有点迟疑，我那天遇见阮家的人，似乎阮清回国这么些天都没有联系过阮家，以至于阮家的人说话不怎么客气。他凭什么要告诉阮家？夏明之的声音冷了下来，他阮家当得起吗？真以为自己给过阮清什么恩惠，以为阮清还随便他们摆弄，想领回来就领回来，想扔出去就扔出去。阮家是个什么肮脏地方，夏明之年少的时候可能还不清楚，现在的他却一清二楚。但夏明之说着又住口了。阮清被阮家送出去的时候，正是他刚和阮清分手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机场接了阮清最后一通电话，却没有认真去听阮清说什么，只是逃避般挂了电话登机，不再理会国内的一切。结果等他从国外回来，阮清已经不见了。阮家答复他说，阮清是因为受了刺激，自己要求出国的，想和国内都断个干净，可能就留在国外不回来了。他信了，他没有再追问，以为是自己伤透了阮清的心。一直到1年以后，他才知道阮清遭遇了什么。说到底，阮家不是东西，他也一样。
但他毕竟姓阮，当年收养手续也是办了的。而且夏明一想起自己隐晦听见的一点传闻，有些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夏明之，但想了想自己弟弟的这个脾气，还是算了。而且过段时间就是阮家老爷子80大寿，看意思可能是要喊阮清回去的。夏明一听见他弟弟在那边一言不发，就知道他又倔上了。这次不一定是坏事，阮清毕竟是阮三小姐唯一的孩子，哪怕是收养的，不是坏事。阮家干过好事吗？夏明之扯了下嘴角，冷哼了一声：“哥，你要遇见阮家的人，告诉他们，阮清现在是我夏家的人，还轮不着他们拿捏。你说他是夏家的没用，得阮清自己点头。”夏明一懒得理自己这个混账弟弟。我挂了，你有空也多回来吃饭。电话被摁断了，夏明之还躺在沙发上，心烦意乱。他手长腿长，缩在沙发上总显得有点束缚，又有点孩子气。过了一会儿，蓝无为推开门进来，一眼看见他：“你怎么还在啊？”蓝无为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这位大少爷，您在我这儿一下午，到底思考出一些什么来了？”夏明之闭着眼，懒得理他。他思考了一下午，又有什么用呢？过去的事情之所以叫过去，就是因为无可挽回。如果给他一个时间穿梭机，他倒是很愿意回到过去，一巴掌扇死那个自己。什么都没思考出来，夏明之有点自嘲的说道：“反正我现在把自己全交给阮清处置了，他要我生就生，有死就死，全听他的。那他要就是不和你复合呢？复合后又甩了你呢？你也听他的？”蓝无为刺激他。夏明之睁开了眼睛，他黑色的眼睛瞥了蓝无为一眼，看得蓝无为冷不丁抖了一抖，却听见夏明之说道：“那也听他的，我孤独终老，死了以后葬他旁边就行。”蓝无为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您可真行。蓝无为呵呵一声：“那你可得争取活长一点，最好看着阮清跟别人恩爱一辈子，气死你个老王八。”夏明之懒得和他说了，一翻手机发现已经4点多了，立马翻身从沙发上下来。“你干什么去？”蓝无为奇怪的看他，待了这么久了，干脆把晚饭吃了吧。“谁要跟你吃晚饭？”夏明之瞥了他一眼：“我去接阮清下班。”阮清今天没法自己开车回家，他自己的车这2天就没开过，借夏明之的车又扔在酒吧外头了。他走到公司外头，本来准备打车回家，结果一辆略微眼熟的黑色车辆径直停在他面前，司机还很英俊。夏明之降下车窗，趴在方向盘上看他：“这位先生，坐车吗？”阮清收了手机，笑着问：“车费怎么算？太贵我可付不起。”夏明之从窗户里探出自己那张英俊的脸：“不贵，一个吻就任您差遣，去哪里都行。”阮清闻言一愣，从前夏明之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说只要他一个吻，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他去。阮清心里轻叹了一声，早该知道的，夏明之这种拿情话当饭吃的人，能有多少真心？但他还是低下头，在夏明之脸上亲了一下。“那就麻烦你送我回家了。”但阮清只让夏明之把自己送到了楼下，非常没有礼貌的，一点也没有请夏明之上去坐坐的意思。夏明之可怜兮兮的看他，他也不为所动。“这个周末我先预定了，别忘了。”阮清亲了下夏明之的耳朵，在他耳边轻声说道，然后就转身上楼，没再看夏明之。夏明之靠在车上，无可奈何的笑了下。进了自己的房间，阮清换下穿了一天的工作装，从柜子里拿出一件远比自己身材宽大的衬衫当睡衣穿，长度刚刚盖过他的臀部。这件衣服经历过反复的晒洗，已经变得很柔软，也很旧了。即使是夏明之本人在这，可能也认不出这是自己的一件旧衣。室内是恒温的，阮清直接穿着这个衣服做晚饭。
切水果的时候，他从器皿的反光上突然发现自己是笑着的，并不是那种很明显的高兴的笑，但嘴唇确确实实是弯着的。他一个不小心，刀子就切了手，红色的血珠冒出来，染红了才切了一半的牛油果，但是疼痛能让人迅速清醒。阮清把手上的伤口放在水下冲，伤口已经被冲得发白，冰冷的水让手指也变得冰冷，但阮清像是没有感觉一样。其实这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伤口也不应该沾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血迹被冲走，他心里会舒服一点。又过了很久，他才抬手把水龙头关上，水流迅速被切断了，血迹也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粉色泛白的伤口。阮清对于各种伤口已经很有经验，这么一个小口子明天就能长好。他也没管，只是把那个沾着血的牛油果扔掉了，继续做饭。吃晚饭的时候，他还精心摆了一个盘，本来想发给夏明之，又觉得未免刻意，最后只发了一个朋友圈，对夏明之一人可见。这也是他在国外的小师傅教的，小师傅谆谆教诲，要又纯又浪，才能当夜场王者。虽然我对谁都浪，但有时候只浪给一个人看，也是终极杀器。阮清不由笑起来，随手翻了翻小师傅在干嘛，却看见他最新一条的动态是还有半个月回国，好激动哦！阮清不由惊讶，从手机上翻出了小师傅的号码，下了拨打键。要说阮清和小师傅的相遇，也是一场颇为奇葩的经历。当年他在国外浑浑噩噩，误打误撞把小师傅当成了夜场男孩，胆怯又认真的询问能不能包下他，跟他学习勾人的技巧。小师傅本来是暴怒的，心说这是哪来的不长眼的王八蛋，拿他当鸭。他正准备给阮清上一课，让他好好知道一下人生的阴暗面，结果一抬眼，正看见阮清站在灯光底下，慢慢解掉了围巾。后来很多次，小师傅都还会回忆起那一天。阮清的那条围巾是蓝色的，很柔软，解开后露出的脸苍白消瘦，眼睛显得特别大，却有点暗淡，虽然酒吧里光线不好，小师傅却还是看清了阮清的五官，每一寸肌肤，每一处五官都是踩着小师傅心上的萌点长的。他甚至愣了3秒钟没说话，心说上帝显灵了，梦中情人居然从梦里活过来了，就是好像太瘦了一点。小师傅迅速收回了准备了挠人的利爪，温柔一笑，当然可以，请问客人您是单次还是包月啊？要不包月吧，我很便宜的。阮清傻乎乎的看他，声音很小的说都行。周五的时候，夏明之来接阮清回自己家里，路上的时候，夏明之看见路边有花店在卖百合花，摆在外头，明明隔得这么远，他却仿佛闻见了味道。那种令人窒息的花香从回忆深处翻涌而来，夏明之不得不在开过去之后，把天窗也打开透气。所以接到阮清的时候，他还有点心不在焉。好在阮清也不急着跟他说话，还忙于和电话那边的人商讨工作的事情。阮清之前在国外已经工作过1年，现在回国直接被朋友推荐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杂志社，担任文艺板块的副主编。如今夏明之这个名字在文学界炙手可热，虽然夏明之不爱露面，也从不接受采访，但毕竟是夏家的二少爷，又有一张俊美的堪比明星的面孔，所以无论怎么躲避，关于他的八卦还是时不时会流传出一点。比如阮清就知道林家的那个长子其实对夏明之有意思，不过两人都是 Alpha 的身份几次告白，可惜夏明之对 Alpha 不感兴趣，直接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让林少爷趁早滚蛋。上回夏明之来找他的时候，已经被公司的一些人认出来了，因而上级这几天旁敲侧击让他和自己男朋友说说，看在他阮清的份上，给杂志一个采访的机会，电话采访也行。阮清说了800遍夏明之不是她男朋友也没有用，烦得不胜其扰。
他太了解夏明之了，夏明之的字典里就没有给谁面子这个说法。其实杂志社的大老板就和夏家有交情，夏明之要是肯给这个面子，早就给了。所以阮清挂了电话，也只是顺嘴和夏明之提了一下，你以后还是不要总往我公司跑了。阮清有点无奈，你这张脸这么有辨识度，弄得我们公司上级以为你是我男朋友，非要想约你采访。不过我已经拒绝了，说你不会答应的。阮清想到这几天被骚扰，就头疼的摁了摁太阳穴，觉得吃饭都没了胃口。夏明之却被他那句淡淡的以为是我男朋友给刺激到了。夏明之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他当然知道现在就妄想和阮清恢复到从前无疑是痴人说梦，但是听见阮清如此无所谓的，根本不在意他想法的话，还是会觉得心口被人一拳打中。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拒绝？夏明之问道。阮清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你不是从来不接受采访吗？那是对别人。夏明之的声音没什么起伏，眼睛还看着前方的路。如果是你采访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终身独家授权。阮清愣住了，他倒是真没想到夏明之会给他这个面子。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阮清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又不想给夏明之添麻烦，让他为难。杂志社那里我可以应付，他们也不至于就为了这个为难我。你不用勉强，我没有勉强。夏明之打断了他，我说真的，阮清，只要是你的事情，我都愿意的。阮清沉默了一会儿，他想夏明之还真的变了不少，也可能是因为他现在确实很招夏明之喜欢。那你先送我回家一次，他们已经把采访提纲发给我了。阮清笑了笑，一只手在夏明之的膝盖上画了个圈。我晚上再跟你做独家专访。晚饭是在一家日料店吃的，菜品味道不错，但两个人都吃得有点心不在焉。细算下来，阮清跟夏明之重逢以后，其实也就滚了一次床单。阮清本来以为4年都清心寡欲，又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洗脑，他对夏明之的渴望应该已经被日复一日的绝望消磨了，但没想到回国以后，仅是一次肌肤相贴，就让他像是又变回了4年前的阮清，恨不得每天都和夏明之缠在一起。想到这里，阮清几乎是下意识的感觉胸口闷了一下。夏明之关切的问，你怎么了？阮清摇了摇头，没事。吃晚饭，阮清就跟着夏明之回了家。之前来夏明之家里，不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就是醉酒。阮清还没有仔细看过夏明之现在的住宅，装修走的还是简洁冷感的风格，然而室内的灯光是暖的，有些摆设阮清乍一眼看去竟觉得熟悉。他注意到夏明之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画，画很简单，是初学者的笔触，画着一束阳光底下的向日葵，装在靛蓝色的花瓶里。这样的一幅画既非名家出品，手法也很稚嫩，与夏明之这个豪宅实在不算相配。阮清一开始还没有在意，他已经忘了这幅画和自己的联系了，直到他看见画上的落款。阮清，是他的画，是夏明之手把手教他画的画。阮清不由愣在了那里，他都快不记得这幅画了。夏明之是被从小培养的世家子弟，别说是画画，弹琴马术甚至弓箭都是有家庭教师认真教导过的。而他是在孤儿院里被放养长大的，进了阮家虽然有人教了，基础却差了太多，总也跟不上。他就去缠着夏明之。那时候夏明之还不是他男朋友，只能算一个关系还不错的哥哥。他却厚着脸皮趁着夏明之放假，说想要他指导画画。夏明之就花了一个下午看他画画，随手几笔帮他修改了作业。后来这幅作业阮清并没有交上去，而是偷偷的私藏了下来，等夏明之成了他的男朋友，才得意洋洋的展示出来，告诉夏明之自己对他垂涎已久。
当年阮清被夏明之扫地出门，夏明之把那个公寓都留给他了，可最后他出国的时候却没有带走公寓里任何一个东西。他以为这些旧物早该被夏明之扔进了不知道哪个垃圾桶，可现在这幅画却好端端的挂在墙上，向每一个来访的人昭告存在。夏明之在旁边有点紧张，他其实完全可以收起这幅画，收到那个秘密的房间里去，不让阮清回忆起过去。可他却还是不死心，抱着一点残存的念头，想知道阮清看见这幅画的反应。结果阮清在这幅画面前站了一会儿，最终什么也没有问。阮清的视线停留了一会儿就移开了，低头看了眼手机，对夏明之笑道：“那我先去洗澡了，待会儿再来采访你。”夏明之不由抓紧了沙发的椅背。好，夏明之说道。阮清收到的那份采访提纲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最前头几个问题无非是问问创作构思、创作灵感，还有夏明之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但是夏明之首次专访这个噱头已经足够吸引人了，阮清心想，杂志社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他洗了澡出来，裹着夏明之的睡袍，就坐在夏明之腿上提问。他懒懒散散的靠在夏明之怀里，背贴着夏明之坚实的胸膛。刚洗完澡，两个人身上都有一样带着水汽的浅淡香味。夏明之抱着他，倒是有点想起从前阮清靠在他怀里，要他帮忙看课堂作业，叽叽咕咕的说着学校里哪个老师特别好说话，哪个老师格外古板。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Omega。阮清念到第4个问题，不由一怔，随即摇了摇头。这都什么问题？对作家的私人生活倒是很好奇。这个问题还是划掉吧。阮清知道夏明之不喜欢回答这些情感问题，以前就抨击过不少次，说只是为了满足窥探欲罢了。结果夏明之却按住了阮清的手。阮清疑惑的了一声，抬起头，夏明之也在低头看他。也许是背着灯光的缘故，夏明之的瞳孔一片深邃，是那种夜空下的海洋的颜色。阮清听见他说，我理想型的 Omega 叫做阮清。一个温暖的吻落在阮清的额头上，不带情欲色彩，仿佛在亲吻一只柔弱的猫儿，带着温存与怜惜。他喜欢冰淇淋和甜食，喜欢吃辣，下雨天不爱出门，但是喜欢从玻璃窗里往外看。讨厌洋葱，也有点怕大型狗。对音乐不感兴趣，但是很爱看书。他很乖，有一点爱撒娇。睡觉的时候总喜欢蜷成一团，最好是靠在我怀里睡。这就是我的理想型。室内一时很安静。夏明之的吻离开了阮清的脸颊，但视线却还盯着阮清不放。从夏明之的角度看，他这番话几乎与告白无异，再次也是将自己的心思完全暴露在了阮清的眼皮子底下。但阮清不这么想。当年他还没有跟夏明之在一起的时候，夏明之交往过的人就只多不少。他跟在夏明之身边乖巧扮演着邻家弟弟的角色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听见夏明之语带轻佻的和他的情人说喜欢。我喜欢你。这4个字对阮清来说重若千钧，但对于夏明之却是温存过后的一点附赠礼物，什么也不能代表。如今夏明之说他是理想型，阮清倒也不惊讶，毕竟他现在应该很讨夏明之喜欢。他心里只是有一点细微的费解，因为夏明之列述的种种标准分明是4年前的他，那个爱哭又懦弱，只会黏在夏明之身边的阮清。其实我现在也能吃洋葱了。阮清靠在夏明之怀里笑了笑，轻飘飘把这一页接过去，在国外待久了也就能适应了。但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其实他不爱吃辣的，是夏明之喜欢吃，他才逼迫自己，即使被辣得满脸通红，也要咬牙吞下去，然后在遇见夏明之的时候，能够假装期待的说想要夏明之带他去吃香菜。他那么努力的去迎合夏明之喜欢的一切，只是为了能在夏明之身边待得久一点。
再久一点。这天晚上，阮清留宿在了夏明之家里。真的要细论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清醒的情况下住在夏明之家里。阮清缩进被子里的时候，身体总有点不易察觉的僵硬。他抬头看着床头的那一盏灯，终于意识到这个卧室的格局和他家是有点相似的。准确来说，和他4年前与夏明之一起住的那个公寓的主卧相似。当年的那个公寓，阮清搬进去的时候是极其雀跃的，因为据他所知，在他以前，夏明之还没有和任何一任情人同居过。那时候，夏明之牵着他的手走进来，把他抱到飘窗上，阳光正好落在身上，暖融融的，两个人靠在窗子上接吻。夏明之叫他软软，像是情不自禁跟他说我爱你。但是一晃眼，物是人非。那间公寓依照夏明之的性格，应该早就废弃了。夏明之吹完了头发，也钻进了被子里，他把阮清拉进怀里，两个人亲密无间的贴在一起，被窝里却只能闻到一点属于夏明之的性激素。阮清身上干干净净，只有头发上一点残留的柑橘香味。夏明之的视线落在了阮清的脖子上，他想他猜的没错。阮清不仅和他上床的时候不取下颈环，而且连夜里休息都不让颈环离身。可他心里对阮清的渴望却随着两人的接触愈发的蠢蠢欲动。夏明之只能随便聊点别的转移注意力。你还记得严晨吗？夏明之问。记得。严晨是夏明之的朋友，以前夏明之经常带着阮清和他们一起聚会的。如果阮清没记错的话，严晨是个和夏明之截然不同的沉默寡言的 Alpha。 这小子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婚礼的对象你猜是谁？阮清趴在夏明之怀里打了个哈欠，却也有点好奇。他记得夏明之他们当时就嘲笑严晨是母胎 solo 大龄处男。还是阮清看不过去帮严晨说话，揪着夏明之问他和夏明之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夏明之是不是要连他一起嘲笑？严晨喜欢的人我还真想不出。阮清想了想严晨那个可以一下午不说一句的个性，普通的 Omega 怕是真的受不了。这人你很熟，就是没见过面。你以前喜欢的那个演员慕云生。夏明之看见阮清一瞬间瞪大了眼睛，不由笑了起来。这个慕云生是阮清少年时代的偶像，但很早就息影了，后期几乎不出现在荧幕上。阮清当时嚷嚷了800次生不逢时，错过了偶像最活跃的年纪，还偷偷摸摸花大价格买了慕云生的等身抱枕，黑黑黑的藏到自己的小衣柜里。3两下就被夏明之翻出来，气得大叫阮清移情别恋。后来只要看见阮清两眼放光的盯着屏幕，夏明之就酸不溜丢的在旁边给阮清念慕云生的花边绯闻，差点没被阮清拿抱枕砸出去。现在你可不能再惦记人家了。夏明之捏了下阮清的耳朵，人家有家室了。阮清想起以前夏明之和他斗智斗勇，也挺无奈的。其实他那时候真的喜欢慕云生到了迷恋吗？也不是，他不过是喜欢看夏明之气的牙痒痒，又拿他没办法。他喜欢看夏明之对他充满占有欲，不允许他的注意力被其他人分去一丝一毫。那我去给他婚礼送个花，以表清白行了吧？阮清无奈道。夏明之凑上去亲了阮清一下，当然可以，但是你要和我一起去。也不用等婚礼了。听见你回来，严晨他们都想携带家属跟你见见面。阮清有点惊讶，他和严晨那帮人的关系应该还没好到这地步，没道理他们专门等着给自己接风洗尘。这只能是夏明之主动把他再次带给自己的朋友见面，还都是带着家属的。阮清不由沉默了一会儿。其实他第一次和夏明之的朋友们见面，夏明之介绍的时候只说他是世交家的弟弟，但是后来对他的称呼逐渐变成了我家的小朋友、我家里人和开玩笑似的我老婆大人。如今再次相逢，夏明之要怎么介绍他呢？夏明之也在看着阮清，他其实琢磨了好几天自己要怎么追回阮清。
从前那次恋爱是阮清追的他，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只求一个能在他身边的机会。如今世事变幻，他和阮清的位置已经颠倒了，也该轮到他为阮清奋不顾身一次了。你也回过这些天了，你就当和以前的老朋友见见面。夏明之在被子底下握住了阮清的手，带着点劝哄的意味。好吧，阮清眼睛微微闭着，嘴角上勾，我去和我男神要个签名合影。夏明之不满地咬了下阮清的嘴唇，心里惦记着让严晨把老婆看紧点，别总放出来勾引他家软软。那我跟严晨说一下，估计就下个礼拜吧，去严晨新家，就当给他暖房了。阮清闭着眼睛轻轻嗯了一声，带着点鼻音，是有点睡意了。夏明之就也不吵他，把床头的灯调暗了，却留下一点微弱的光亮，使房间不至于变得漆黑一片。阮清怕黑，以前睡觉的时候不仅要钻他怀里，还不许关灯。这本该是阮清回国以后与夏明之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平静温馨的夜晚，就好像他们不过是普通的久别重逢，如今又亲密的睡在同一张床上。夏明之心口像浸没在温水里，有种温吞的暖意。但是隔了好一会儿，夏明之以为阮清已经睡着了。阮清放在床头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这一声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未免太过突兀，夏明之不知怎地，心头跟着一跳。阮清刚有点睡意就被吵醒了，手从被子里伸出来，迅速划开了屏幕，是条短信，非常的不合时宜，甚至没有考虑收信人可能已经入睡，像极了阮清印象里专横的作风。手机屏幕散发出幽幽的蓝色光线，照亮了阮清陡然变色的脸。夏明之也不由在意起来。怎么了？夏明之忍不住问他。阮清把手机又扣了下来，没有回复。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把手机握得很紧，指甲盖都泛起了白色。夏明之透过室内微弱的光，能看见阮清闭着眼睛，面色还是平静的，牙齿却不自觉咬着嘴唇。又过了好一会儿，阮清才低声说了一句：“是阮家的人，让我回去参加阮家老爷子80大寿，说有关于我母亲阮三小姐的事情要和我交代。”夏明之一愣，想起了他大哥告诉他，阮家似乎有意图喊阮清归家，但阮家这2个字已经足够让夏明之厌恶了。他下意识的脸色一沉，却听阮清说道：“其实他们前几天就给我打过电话了，我推脱了，说会送贺礼，但是人可能就不到场了。大喜的日子，别好端端的被我败坏了兴致。”阮清叹了口气，没想到他们还挺执着。那你想去吗？夏明之问他。想去吗？阮清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他17、18岁的时候，除了渴求夏明之的爱，心里头也是有一点希冀，希望阮家能接纳他，不用真的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只要别拿他当空气就行。他后来之所以拿夏明之当做自己生命的全部，除了因为太依恋夏明之，也是因为他在情感上一片空白，一旦失去夏明之，他就一无所有。可是他如今不是那个17岁的阮清了。阮清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浮现出阮三小姐的脸。他印象里，阮三小姐总是坐在窗边，穿着柔软的长裙子，头发很长，皮肤素白，眼睛带着一点浅浅的褐色。她身上总是带着甜甜的蜜桃味儿，乍一眼看去，像是书里走出的旧时美人。虽然阮三小姐发病的时候，几次险些置阮清于死地，但她从没有怨过她。她知道她是控制不了，她是因为生病了才会失去理智。每次阮三小姐恢复清醒了，总是会含着眼泪看她，小心翼翼的给她上药，说宝宝对不起。阮清偷听过家里仆人说话，说阮三小姐其实有过孩子的，但还没等足月就流产了，在那以后阮三小姐就疯了。如果阮三小姐还在，我应该会回去看一眼。
阮清睁开了眼，轻声说道：“可是阮三小姐已经死了。”夏明之心里头一沉。阮清没有看夏明之，却问他：“你们夏家和阮家走得近，应该听说了阮三小姐是怎么死的？”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室内昏暗的光线似乎也跟着扭曲了，扭曲成一个脆弱的影子，笼罩在阮清身上。夏明之心脏都跟着漏了一拍，他情不自禁握住了阮清的手，像是怕阮清突然消失。他当然知道，但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当初是他们把我囚禁起来的，好像我是杀害阮三小姐的凶手，如今又是他们想把我喊回去。阮清嘲讽的轻笑了一声，人类可真是善变。阮清名义上的母亲阮三小姐是自杀的，按理说她本身有精神病史，又有抑郁症，即使自杀了，阮家也怨不得旁人。可偏偏她是在阮清房间里自杀的。自杀前她神志很清醒，一个人来了阮清独居的那个小房间，和他说了会儿话，就把阮清支了出去。等阮清再回来，见到的已经是身体逐渐冷却的阮三小姐。后来阮清就被阮家擅自软禁了，阮家权大势大，阮禁一个收养的孩子，外头就算听闻了也不会随意插手。没人知道阮清到底被盘问了些什么，只知道半个月以后，阮清被放出来的时候，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已经瘦得脱了相，在医院里好养了一阵子才能下地。再后来阮清就被阮家送出国了，名义上是求学，实际上是随便打发走，不要让这么个人留在阮家，惹得失去爱女的阮老爷子徒增伤心。阮家把这件事情掩盖得很好，几乎是滴水不漏。而夏明之那时候已经和阮清分了手，阮清被送出去的时候，他人正在国外，而等他再回国，国内已经没有阮清了。阮家说阮清因为在国内过得不顺心，就出国了。他信了，他以为是因为自己决绝的分手导致的。一直到1年后，他才从自己大哥那里听到了事情的真相。他这才知道，在他缺席的这几个月里，阮清到底遭受了多少折磨。他也终于明白了，当年他和阮清分手，他独自一人飞去了国外，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接到了最后一通来自于阮清的电话。电话里阮清的声音为什么会听着这么虚弱？他以为阮清是不死心，知道他要出国了，做最后的挽留，所以他甚至没有仔细去听阮清在说什么，就挂了电话。他那时候太过年轻气盛，不知道这通电话并非纠缠，而是求救，是被阮家逼迫到崩溃的阮清抓紧最后的机会，给他打了一通电话。也许是撑不下去了，想听一听夏明之的声音，也许是希望夏明之能救救他，把他带出来。但不管是什么，夏明之都没有听见。他飞到了大洋彼岸阳光温暖的沙滩上，把阮清一个人丢在了暗无天日的地方。也就是那一天以后，他永远失去了祈求阮清原谅的资格。这件事埋在夏明之心里整整3年，随着时间流逝，非但没能淡去一丝一毫，反而愈发伤口狰狞，稍微一碰就是鲜血淋漓。阮清回来后这大半月，他们相安无事的和平相处，仿佛旧事都被掩埋了，谁都不用在意。可是夏明之从没有忘记过。这3年里，夏明之一直在想，阮清那些日子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又是抱着什么心情面对被自己挂断的电话？夏明之清楚的记得他留给阮清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阮清。他当年为什么不多给阮清半分钟，听一听阮清到底想说什么？他以为自己是个强悍的 alpha， 是夏家金贵的2少爷，可其实他就是个懦夫。他怕他听见阮清的哀求会功亏一篑，狠不下心，就干脆的摁断了电话。他懦弱的躲避，直接导致了阮清噩梦的开始。如今阮清平静的躺在他身边，
灯光下一张白皙柔和的脸，缩在温暖厚实的被子里，脸小小的，看着像个养尊处优的小少爷。可这都是假象，他那个虽然身世孤苦，却还活泼勇敢的阮清，早就被他和阮家摧毁了，尘埃一样消失在岁月里。如今留下的是一个从绝望里重新走出来的阮清，看着温柔无害，其实心里早已披挂上坚硬的盔甲。夏明之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觉得那无数个噩梦就又扑面而来。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能明白，他那一天为什么偏偏选择在我房间里自杀了。阮清看着天花板，大脑里一片浑浑噩噩，一会儿想起阮三小姐的血，一会儿又想他把自己锁在浴室里，镜子上是蒸腾的雾气。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其实是发病了，自己也控制不了？阮清很疑惑，他对于这个母亲一直都是雾里看花，从来不能了解他在想什么。阮清转过头想问问夏明之，他对于这件事已经很平静了。4年过去，那段被软禁的时光也慢慢变淡了，他倒不至于再为这件事再崩溃一次。可他转过头，却看见夏明之死死的看着他，咬紧了牙关，眼睛通红。阮清不由愣住了。从刚刚起，夏明之就一言不发，安静的像消失了一样。阮清以为夏明之是安静的听自己说话，如今转过头，才发现夏明之比他还绝望的样子。你这是怎么了？阮清有点苦恼的问道。他坐了起来，把灯光拧亮，光线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夏明之猩红的雾气朦胧的眼睛一下子在光线底下变得清晰。这还是阮清第一次看见夏明之露出这样的表情。当年夏明之被自己爷爷揍得住进医院没哭，跟别人飙车肋骨骨折没哭，唯有母亲的忌日里才会避开所有人，把自己锁进房间里。他是讨厌露出脆弱的人，可如今在阮清身边，这样一个本来一个平静温馨的晚上，他却死死的咬着牙，眼睛一片猩红。阮清其实隐约能猜到夏明之为什么露出这样的表情，他也记得自己在被软禁的初始拨出的那一通电话。夏家跟阮家一直有来往，夏明之多半是听到了一点自己被阮家怎样对待的消息。阮清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有点惨，明明他才是那个倒霉被软禁折磨的人，如今反过来还要哄夏明之。好在他经过漫长的心理治疗已经慢慢痊愈了，否则现在岂不是哭得比夏明之还惨。阮清从床头抽了几张纸，给小猫擦脸一样把夏明之的眼周擦干净了。他心里头刚刚还阴云密布，如今看着夏明之通红的眼睛，那份阴郁反而被驱散了不少。你哭什么？阮清揪了揪夏明之的耳朵，我现在这不是好好的吗？夏明之抓住了阮清的手，灯光底下，夏明之的睫毛都湿哒哒的纠结在一起。他是那种五官很艳的长相，脸又瘦削，只是平时气势太盛，也没几个人敢把美艳之类的词往他身上用，如今气势弱下来，眼眸湿润的看过来，甚至有点可怜，倒显出1-2分柔弱的味道。阮清不合时宜的有点心动，他当年这么喜欢夏明之，这张脸也是功不可没。我出国的那天，你打电话是要跟我呼救的，对吗？夏明之轻声问道。我如果当初好好的听你把电话说完了，是不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夏明之不敢看阮清，他垂下了眼睛，声音甚至有点发抖。如果我听见了你和我求救，我把你带出来了，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阮清不想和他回忆从前，他就一个字都不敢提。可他自从知道阮清遭遇了什么，每一个夜晚的噩梦里，除了他母亲的坟墓，还总是梦见阮清。他梦见阮清被关在昏暗的房间里，形销骨立，眼睛都没了神采，喃喃的问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夏明之也在反复的问自己。可是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再也不能补救了。等夏明之明白一切的时候，阮清已经在国外有了自己的生活，他永远没有了赎罪的机会。
阮清的手伸进夏明之的发丝里面，都说头发软的人心思也很软，夏明之的头发就软软的。阮清一直知道的，夏明之看着凶狠，其实骨子里是个好人，不然也不会见了被打的他一面，就不管不顾的把他的事情闹到老爷子那里，逼得阮家的人把他和发病的阮三小姐隔离开来。他也相信，如果那一天他真的抢在夏明之说话前，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夏明之，夏明之一定立马会掉头回来，把他从阮家救出来。可他那时候已经精神不太好了，他是想要和夏明之求救，却不是求他把自己救出阮家，而是求夏明之给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阮清的手从夏明之的头发上一路往下摸到了夏明之的背，夏明之极力隐藏起自己崩溃的一面，可他的肩还是在轻微的颤抖。阮清想，他大概是真的爱着夏明之，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明明他自己都已经千疮百孔，却还这么心疼夏明之，甚至舍不得他哭。都过去了。阮清轻轻拍了拍夏明之的背，我知道的，如果我一接通电话就告诉你我被阮家软禁了，你马上就会回来救我。阮清的声音很温柔，可是夏明之听在耳朵里，却像是千万把小刀子一起分割着他的心脏。软禁我的是阮家，选择自杀的是阮三小姐。阮清轻声道，这整件事都和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而且我已经走出来了，明之，都过去了。夏明之听不下去了，他坐起来，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看着阮清平静的脸，心里一阵绝望。他清楚的记得4年前的阮清有多怕疼，又有多爱哭。阮清是会撒娇的，在夏明之身边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撒娇的特权，就总是有一点点痛也要缩进夏明之怀里。他不是不能忍痛，孤儿院出来的孩子哪里会真的这么娇气？他只是借着撒娇，想要夏明之亲亲他，疼疼他。可如今阮清遭了这么大的劫难，被折磨到差点送了命，却只是云淡风轻一句，都过去了。但夏明之永远也过不去了，他永远无法原谅那个丢弃了阮清的自己。我没办法过去，你怨我也好，不怨我也好。夏明之痛苦的看着阮清，他看上去狼狈极了，这些天强撑出来的潇洒在此刻溃不成军。他颤抖着声音说，如果我没有和你分手，阮家不会敢这么对你。阮清的手在被子上轻轻的抽搐了一下。夏明之说的是实话，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夏明之和他分手以前，以夏明之当时对他的在乎，阮家顾及夏家的威势，是绝不会毫无顾忌就这么拿捏阮清的。可偏偏阮三小姐自杀的时候，阮家养子和夏家二少爷分手的事情已经满城皆知，还闹得这样难看，夏明之甚至为了躲他都去了国外。阮家自然没了顾忌，谁都知道夏家二少爷是个浪荡子，怎么会在乎一个已经厌弃的旧情人？当时不只是阮家这么想，阮清自己也这么想过。他躺在积水的浴室里的时候，心里想着，也许他死了。夏明之也不过是轻轻叹息一声。一直到很久以后，他慢慢从阴影里走出来，再回头审视这件事情，阮清才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夏明之只是在感情上心狠，但是为人一直正派，他不可能赞同阮家对阮清动用私刑。如今看见夏明之痛苦的看着他，一条泪痕从眼角滑落下来，后悔到说不出话。阮清心里倒是有了一点微微的酸楚，却也有一点释然。他没有猜错夏明之，也没有爱错人。夏明之虽然不是一个好的恋人，但从来都是一个好人。所以阮清凑过去吻住了夏明之的眼睛。夏明之，没有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的人生负责。阮清退开一点，认真的对夏明之说道，我承认我以前特别依赖你，因为你救过我，又对我这么好。可是你没有义务每一次都来救我，你有你的人生，我也有我的。阮清帮夏明之擦掉了眼泪。
我不应该去把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你身上，所以就让它过去吧。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阮清说得很认真。夏明之听出来了，阮清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怨不得夏明之，阴差阳错罢了。然而对于夏明之来说，远没有这么简单。他本可以不分手的，如果他早一点认清自己，他可以不分手的。他会早早的标记阮清，带阮清领证结婚，牢牢的把阮清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让阮清一辈子都当个天真娇气的小兔子，再不用经历任何风雨。可他没有，他亲手把阮清丢弃了，把他孤零零的抛进了钢铁森林里，任由他被吞噬淹没，最终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却也坚韧强大的阮清。我宁愿你恨我。夏明之说道。阮清沉默了好一会儿。如果说他片刻都没有怨恨过夏明之，那是假的。可是那都是他极度崩溃绝望下产生的想法，等他清醒了，恢复了，就明白这怨恨是没有道理的。阮清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对于他来说，知道夏明之其实对他没有绝情至此，还是愿意对他伸出手，就已经足够了。说明他还没有真的在夏明之心里变得丑陋，贪得无厌到让夏明之只想丢开，这就够了。但看着夏明之被他勾起了对旧事的记忆，痛苦到说不出话的样子，阮清有些头疼，不知道要怎么哄他才好。想了一会儿，他翻下床，从自己带过来的包里面翻出了一粒助眠药。我估计你今天是睡不着了。阮清摸摸夏明之的脑袋，很温柔，这个助眠药没什么副作用，就今天一天，吃一粒好了。睡着了就把今天翻过去好吗？这是阮清自己总结的方法，昏沉的睡眠是好东西。梦里虽然也很煎熬，但是一觉醒过来，看见窗帘后的阳光，会庆幸自己又熬过了一天。夏明之没接，他知道阮清大概是彻底厌倦了以前，所以不想再提旧事。他也知道做错的事情，如今再来忏悔毫无作用。可他的难过又是千真万确的，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回到4年以前，认真的听完阮清说话。他什么都愿意付出，只要阮清能免于伤害。如果觉得心疼我，那你在我身边的时候就对我好一点。阮清说道，他知道夏明之在想什么，这就够了。夏明之心想，这远远不够，阮清就算开口要他的命，他现在都可以双手奉上。可惜阮清大概连夏明之这个人都不屑于接纳了。夏明之最后还是乖乖吃了阮清给的药，他不想再惹阮清烦了，他怕他说的太多，反而招致阮清厌弃。室内的灯光又重新变得昏暗，阮清的药确实起了作用，夏明之的眼皮变得有些沉重，可他又还贪恋的想再看一看阮清。他摸索着抓住了阮清的手，仿佛要这样才能确认阮清的存在一样。你不睡吗？夏明之睡着前迷糊的问阮清。阮清笑得还是很温柔，整个晚上他一直很冷静，除了刚收到阮家短信的时候泄露了一点心思，其他时候他都冷静的像个旁观者。一会儿就睡。阮清说道。10分钟以后，助眠药彻底发挥作用，夏明之睡着了。阮清凑过去，在夏明之的脸上落下一个吻。晚安。他说一会儿就睡，当然是假的，这个助眠药早就对他失去作用了。阮清不过是出于习惯才带在身边，他在国外的4年里，吃掉的安眠药、助眠药多的估计能把下水道都给堵了。后来有一次不小心服用过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的已经是医院惨白的灯和小师傅袁叔2人哭泣的脸。他那时候很想安慰他们，他真的不是想自杀这种傻事，做一次就够了。但他力气还没恢复，喉咙一片嘶哑，说不出话来。阮清又看了夏明之一会儿，确定夏明之是真的睡着了，这才起身从自己的包里
摸出一包香烟，轻手轻脚的打开了阳台的门，又关上，安静的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夜风是有点冷的，阮清只穿了一件睡袍，外边是满天星斗。整座城市，包括他身后的夏明之，都陷入了沉睡。阮清点燃了一根烟，薄荷味的烟雾味道飘散在微凉的空气里。阮清深深的吸了一口，又吐出灰白的烟雾，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觉得放松下来。赤红的烟头在黑暗里面一明一灭，阮清抬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其实他并没有表面这么云淡风轻，他说过去了，就是真的想把这段过去埋葬在回忆里。就像一道伤口已经结痂了，就尽量不去碰它。可这不代表这道伤口突然被人撕开，他不会觉得痛。阮清又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比起前几天电话打来趾高气扬的态度，这则短信已经变得态度温和了许多，甚至有点小心翼翼，求着阮清回去看看老爷子的意思。阮清猜都不用猜，就知道肯定是阮家老爷子下达了什么指示。底下的子孙辈如果没能让他出席，肯定在阮家老爷子那里讨不了好。真是奇妙啊！他不过是出国又回来，曾经他想求而不能的所有东西，都在一瞬间送到了他眼前。连阮家都发出邀请，想要接纳他，仿佛他被囚禁的那大半个月泼在身上的冰水，被强光照着眼睛不许睡觉，那每一个备受煎熬的夜晚都是假的。他还是阮家的孩子，只是一个误会，如今他们希望他回去，他就该乖乖听话。阮清一根烟已经抽完了，他又点了一根。如果袁叔在这里，大概要凶他是不是不想要废了。可是有时候人的心口痛起来，必须借助一点其他东西转移注意力。阮清小心的回头看了一眼，确认夏明之还睡着。他在月色底下解开了自己手上的那个黑色手表，咔嗒一声，手表从细瘦的手腕上滑了下来。只见阮清白皙的手腕上是两道已经愈合的肉白色伤口，因为做过恢复手术，并不显得狰狞，已经变得平滑了许多。但只有阮清知道，这曾经是多么深的两道疤痕。深红的血争先恐后的从手腕上流下来，把浴缸里面的水都染红了。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开着浴室的淋浴头，水声很大，浴室里满是热气，熏得人头晕。而他手上握着的手机，因为意识的逐渐消失，慢慢从手里滑落了下来，掉进了水里，沉到一片血色的水底。阮清闭上了眼睛，夜风从他额头上吹过，耳边的碎发也被轻轻撩动。夏明之刚刚问他，是不是那天他认真听完那通电话之后的一切都会不一样。阮清心里不是没有一点波澜的，因为那一天他握着好不容易才藏下来的手机，他是希望夏明之能给他一点时间的，听他说几句话，几句就好。夏明之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天的阮清到底是抱着什么心情，才摁下了播出键。阮清清楚的记得，那是他被阮家禁锢的第7天，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阮家的人不允许他睡熟，逼迫他回答阮三小姐到底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是不是他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才刺激到阮三小姐。阮清刚刚面临了自己养母的死亡，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予他一星半点的安慰，反而把他当作罪犯一样看守起来。只因为阮三小姐是死在他房间的，见过的最后一个人也是他。阮清那时候很绝望，他觉得他可能再也不能活着从阮家出去了。相比起权势滔天的阮家，他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即使在世界上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在乎。可他即使如此卑微，一无所有，却还是迫切的挣扎着想要撑下去。他想，如果他死在这里了，那他就再也见不到夏明之了。他不是不知道他和夏明之分手了，可那是夏明之，是他灰暗的人生里唯一给过他光亮的夏明之。他没有得到过亲情，也没有真正的家人，是夏明之救了他，又温柔的抱起他，
给了他最平静温柔的一段时光。即使不能再当恋人也没关系，即使只能远远看着夏明之和别人在一起也没关系，他还是想要熬下去，熬到阮家最终放过他，让他离开，让他还能再接夏明之一面。所以阮清拿到那个好不容易藏起来的手机的时候，已经是他精神快要崩溃了的时候。他迫切的、渴望的想听一听夏明之的声音，随便说些什么都好，让他听一听夏明之的声音。他想熬下去，熬到能再见到夏明之一面。阮家的所有人都说他不该活着，为什么死的是阮三小姐，不是他？他到底做了什么，才让这些年都没有自尽的阮三小姐选择了服毒？阮清颤抖着手摁下了夏明之的号码，可是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的大脑已经在几天的高压下混乱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已经忘记了夏明之其实可以救他，反而一心一意怕自己给夏明之带来麻烦。他听见夏明之的声音的那一刻，眼泪就落了下来。他很想问问夏明之，其实我没有这么多余，对不对？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也是有我自己的意义的，对不对？所有人都不要我，都厌弃我，那么夏明之，求你告诉我，我是不是真的这么不堪？可他说不出来，他的喉咙很哑，张了好一会儿，才沙哑着说出了一句：明之哥哥，我是软软。是我是软软。你一个人的软软，我想见你。可是随即他听见夏明之在那边叹了口气：阮清，我现在在机场，马上我就要去国外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一个妄图耍手段让我标记他的 Omega。我不需要标记绑定，也不需要家庭，我这辈子都不会为谁停留下来。你触犯到我的雷区了，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们都必须分手。登机以后，我就不会再接你电话了。阮清呆呆的握着手机，他听见夏明之最后说了一句：再见，阮清。不是软软，是阮清。然后电话就挂断了。夏明之也丢弃他了。阮清握着已经被挂断的手机，麻木的想到，他努力的挣扎着，想活下去，想熬下去，想再看夏明之一眼。可是夏明之却不想再看见他了。不会有人在阮家外面等着自己了，他从高楼上摔倒，也不会再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把他圈进怀里了。他所有的挣扎都是毫无意义。那天阮家的人又来问话了，阮家的老爷子也亲自来了。阮清很少见到这个威严慎重的老人，即使年岁已高，银发满鬓，他还是一个令人感到胆寒的上位者。阮清知道阮三小姐是他唯一的女儿，自幼也是当做掌上明珠养大的。这个宝贵的小女儿疯了，已经够让他心碎了。如今女儿还死了，自尽，什么遗言也没有。阮清想，阮老爷子比他上次见面是真的衰老了很多。我再问你一遍，我家艾敏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你到底说了什么？他才自尽的。阮老爷子的拐杖硬邦邦的敲在地上，很重。阮清很疲倦了，他回忆起那一天的阮三小姐，她出现的时候真的没什么特别，还是温柔的长裙，头发好好的梳着，从门边进来的时候还软声叫了他一声亲亲。他没有说什么，就和以前一样讲了些往事。他说他本来是有未婚夫的，未婚夫很好，他很喜欢，但是因为车祸去世了，他再也没能见过和他一样好的人。就这些。阮清的喉咙很干，痛得要命。他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可是阮家的人就是不信。胡说八道！宇泽那小子去世这么久了，他一直都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提起来就自尽？坚硬的拐杖打在了阮清身上。阮清看见了阮老爷子扭曲的脸。你是不是说谎了？你隐瞒了什么？阮清痛得说不出话。他隐瞒了什么？他隐瞒了阮三小姐心里一道经年难愈的旧伤，
一直在流血流脓，只是严严实实的藏着，谁也不知道。阮三小姐虽然是个精神患者，可她不发病的时候，是真的给过阮清温柔的。阮清很难说清楚自己对阮三小姐的感情，他也许对她是有一点埋怨的，可他又发自内心的怕她难过，他希望她走得安心一点。我没有说谎。阮清咬着牙，再没有发出过一句声音。他听见阮家老爷子咬牙切齿的说不该收养他，为什么不是他去死？阮清闭着眼，嘲讽的笑了一下。他觉得阮家老爷子说的没错，他早该死了，他根本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这天晚上，阮清被放回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已经快站不起来了，但他还是强撑着走进了浴室。他在浴室里拧开了花洒，温热的水洒下来，浴室里弥漫开雾气。阮清放了一整个浴缸的水，然后划开了自己的手腕。他想就这样吧，他的出生本就是多余的，被遗弃在孤儿院里，又被收养，看似是足够幸运，一步登天，还能和夏明之这样的 alpha 恋爱。可只有他知道，自始至终他都是被遗弃的，没有人在等他。即使他死在阮家，悄无声息又卑微的死去，也没有人在意。阮清在浴室蒸腾的水汽里翻开了手机上的相册，最上面一张是他和夏明之分手前拍的照片，上夏明之一只胳膊揽着他，没有看镜头，而是凑过去亲他的耳朵。他有点脸红，但是笑得很开心，虎牙和酒窝都露出来，眼睛亮亮的。阮清看着这张照片，突然笑了起来。拍下这个照片的时候是他的生日，那时候他觉得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幸福，可没想到如今再看这张照片，已经是他人生中最绝望的一天。阮清抽完了第3根烟，拿起手表一看，已经是凌晨3点了。阮清摩挲着手腕上的疤，考虑最近去做个纹身。当年他下手还是不够快，只以为刀切的够重，伤口够深，就可以一了百了。没想到阮家的人很快发现了他。等阮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是在医院里，手腕上的伤疤已经被妥善处理。他没死得成，但大概就是因为他宁愿去死都没审出些什么，阮家后来没怎么拷问他，只是随便又关押了几天，就让他去医院休养了。再后来他就被送出了国。一晃这么些年过去，阮清如今再回想，觉得活下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他考虑去纹个蝴蝶在手上，把这个疤盖住。他当然知道，如果放任这个伤疤暴露在夏明之眼皮底下，夏明之知道他自杀过，一定会更加愧疚，更加的怜惜他这些年的不容易。也许夏明之会因为愧疚，在他身边停留的久一点。可是这样讨要来的爱与陪伴又有什么意思呢？他曾经只想当下明知一个人的软软，但如今他更想做一个人也可以活下去的阮清。夜间的路越来越重了，阮清冷得抖了一抖。他收拾掉了自己在阳台抽掉的烟头，蹑手蹑脚的回到房间，重新洗漱，然后才掀开被子躺在了夏明之身边。夏明之还睡着，英俊凌厉的五官在沉睡间显得柔和了不少。阮清撑着胳膊看了他一会儿，觉得这人还是每一处都这么让他喜欢。他没有说谎，自从他清醒过来，他就真的没有恨过夏明之，从来没有。他只是放弃了，放弃索取一切不该属于他的东西。阮清轻轻吻了夏明之的嘴唇，像吻童话里沉睡的公主。夏明之这一觉睡得并不算安稳，但也许是睡眠药片的作用，他在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天光大亮，身边的床单早已经变得微凉，他的手探过去，空无一人。阮清早就起来了。有一瞬间，夏明之以为阮清离开了，他几乎是立刻被惊醒，直接从床上跳起来，拉开门准备去地下室。然而他刚走出去，
就在厨房里发现了正在做早饭的阮清。阮清看上去很安闲，比他这副慌乱的样子要镇定得多。蓬松的头发用发夹夹起了一边，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一看就是夏明之的，堪堪遮住了腰臀，却露出修长白皙的一双腿。在厨房里走动的时候，像沉梦里才应该出现的精灵，既诱惑又纯情。夏明之有点懊恼的挠了挠自己睡乱的头发，觉得自己的形象一定特别不好。可是他看见阮清还在，一颗心才稍微的落回了原地。阮清也抬头看见了夏明之，视线从他衣衫不整的睡袍和蓬乱的头发上掠过，心里猜到夏明之可能以为自己走了，却没有拆穿，只是对夏明之扬了下下巴，去洗漱吧，过来吃早饭。夏明之乖乖的应了，走了2步，又忍不住回头再看了一眼。阮清正踮着脚从架子上拿调料，他看上去一点也没有情绪低落，仿佛昨晚发生的一切和4年前的那段被囚禁的时光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分毫印记。他拿着2种调味料仔细分辨了一下，看见夏明之看他，还不解的偏了下脑袋。没什么。夏明之干涩的笑了下，转身去了浴室。吃早饭的时候，阮清告诉夏明之，他还是准备回阮家一趟。我不是对阮家还有什么期待。阮清一边说一边低头切割一块煎蛋，可是直到这块煎蛋变得4分5裂，阮清也没有送入口中。他们说有些关于阮三小姐的事情想告诉我，说阮三小姐的去世错不在我。阮清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错不在我。当年他也始终坚持这句话，可是没有人信他，如今他什么都看淡了，却又争先恐后力证他的清白。夏明之喝了口咖啡，咖啡很苦，什么也没加，但他自己却没有察觉，只是不动声色地盯着阮清看。我倒也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了我的清白，阮清颇为嘲讽地笑了下。但是我想知道他们发现了阮三小姐什么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应该和我有关，不然他们不会这么急着喊我回去。阮阮，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但如果阮家还想对你不利怎么办？夏明之把咖啡放回桌上，咖啡杯和桌子发出碰撞的声音，泄露了他内心的焦躁。如果你一定要回去，那我陪你。看见阮清似笑非笑的眼神，夏明之又匆匆补上一句：我陪你，好吗？阮清心里头稍微舒展开一点，觉得这样的夏明之还有点可爱。他丢弃了4分5裂的煎蛋，撕了片面包放进嘴里，咽下去，才慢悠悠回答夏明之的话：我本来就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出席。阮清道：老实说，让我一个人回阮家，我还真太不敢，所以就请夏二公子为我保驾护航了。夏明之这才放松了一点，责无旁贷。夏明之说道。他想了想又道：如果阮家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你尽管拒绝。阮清，你再信我一次，这次我和整个夏家都会站在你身后的，没有任何人能再伤害你。我也不行。夏明之郑重其事的说道。阮清一时间没说话，他有点适应不了突然如此严肃冷硬的夏明之。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声道：谢谢你。真要细论，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求回报帮助他的人，也只有那么几个，夏明之就是其一。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阮清对他总还是心存感激的。夏明之才不需要阮清的感谢，他盯着阮清漂亮的脸和素白的手指看了一会儿，好一会儿才把那句我只想要你以身相许咽下去。2个人继续安静吃早饭，吃完了，夏明之把盘子扔进洗碗机。想带阮清出去玩的，他记得燕家的小子搞了个度假的山庄和俱乐部，搞得还不错，可以带阮清去转悠一下，再不济也能去海边散散心。夏家自己就有游艇，结果阮清穿着夏明之的衬衫晃到了后院的泳池边上，窝在躺椅上晒太阳，
一身皮肤在阳光底下白得反光。不去。阮清跟个猫儿一样，软绵绵的，我这一星期挺忙的，现在就想休息一下。你要是不让我在你这儿躺着，我就自己回家躺去了。他小小打了个哈欠，昨天夏明知道是一晚好眠，但他可是没怎么睡觉的。夏明之在旁边端了个果汁送到阮清嘴边。一夜过去，昨天缭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阴霾似乎也在明亮的日光下散去了一点。夏明之摸了摸阮清的额头，有点无奈的笑道：懒得你。阮清咬着吸管哼了2声，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阮清是真的困了，没有一会儿就在躺椅上真的睡熟了。夏明之在旁边守了他一会儿，他很喜欢看阮清睡着的样子，总会显得特别天真，像个长不大的小王子。夏明之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脸颊，以前阮清的脸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睡觉的时候显得有点圆鼓鼓的，如今阮清比从前瘦了许多，虽然更有风情了，但夏明之却总希望他能胖一点。但这天傍晚阮清就回去了，没有在夏明之这里留宿。夏明之留他也没用，阮清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说道：我约了人有事。又是约了人。夏明之心里头的酸水咕咚咕咚往外冒，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样子有点难看。可他还记着上次在酒吧里，一个没看住就有一个小美感要勾搭阮清。夏明之牙酸的想，他不防不行啊。你周末还有工作吗？夏明之靠在旁边问，特别有冲动把阮清的东西藏起来。你们杂志社太不是人了。阮清一眼看穿他那点心思。不是工作，阮清好心的给夏明之塞了半颗定心丸。但也不是约会，是商量别的事情。夏明之知道自己挽留不住阮清了，阮清还不要他送，坚持自己打车去约定的地方。离开夏明之家里的时候，他站在台阶下头和夏明之接吻。如今傍晚了，落日的金色洒了2人满身。夏明之垂着头吻阮清，阮清的睫毛都被落日染成了金色，似乎抖一抖都会落下一点梦幻的金粉。离开夏明之家，阮清打车去了离这里很远的一个巷子。这条巷子也不在市区，又不是什么热门地点，巷子口的一户人家种着山茶花，红色白色都有，开得很漂亮。阮清走到最里面，这里头是个有些年头的小别墅，门上挂了一个木牌子，泼墨写1-2个字：刺青，连个名字都没有，随性又任性。这个刺青工作室是小师傅朋友开的，据说虽然地处偏僻，但生意极好。小师傅一个电话打过去，叽叽喳喳了半天，逼着朋友迅速给阮清插队。那朋友不堪其扰，连连败退，不得不签下不平等条约，说只要5点以后找他，哪天都行。结果倒是阮清迟迟下不了决心，大概是伤疤在手表后头藏久了，也藏出了一点安心感。如今要用一幅图案盖住，总还有点不适应。那时候他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和夏明之重新勾搭上，倒是帮他做了决定。阮清按了门铃，不一会儿老板就来开门了，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穿着一身黑，头发倒是漂亮的酒红色。他是认识阮清的，笑了一下，请他进来。进到工作室里面，这女孩明显也不爱多话，只是默默准备工具。阮清把手上的手表脱下来，露出那2道显而易见的肉白色伤口。他也只是平静的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多问。阮清觉得这样挺好。这个小别墅里非常幽静，身边是个温柔却话不多的纹身师，手腕那里有点刺痛，却不至于不能忍。阮清纹身的图案倒是早就想好的，墨黑色加着靛蓝色的一只蝴蝶，狭长，正好覆盖他的伤疤，将那条肉白色的伤口覆盖着。而蝴蝶身子的2端则延长出一条花绳，上面是细小的花苞，嫩粉色与青绿色包裹在手腕的另一侧。这个图案是小师傅选的。小师傅的手指在阮清的伤口上轻轻抚摸，
他并没有露出怜悯与小心翼翼，而是低头亲了一下那道肉白色的疤。青青，虽然你的伤口也很美，但蝴蝶跟花也是很漂亮的。小师傅歪着头看着阮青，眼神很温柔。他和阮青说过，蝴蝶是破茧才能重生的生物，而花看似柔软，却是从漆黑的土里挣扎着生长的。阮青闭着眼躺在那里，突然有点期待自己的新纹身会是什么样子。夏明之送完阮青离开，就给自己哥哥打了个电话。他哥大概是刚回自己家，夏明之听见了关门声和他大嫂的声音。怎么了？你居然能想到给我打电话？他哥气不怎么顺的问他。夏明之挠了挠头，我最近这不是忙着追阮青吗？出息。他哥哼了一声。夏明之决定长话短说，哥，阮青过阵子可能会去参加阮家老爷子的生日宴，我会陪他一起出席。但是你知道的，阮家对阮青从来没什么善意。夏明之跟他哥也不考虑什么用词斟酌了，虽然夏家和阮家一直有来往，但他知道他哥也并不欣赏阮家的做派，我怕他们对阮青不利，所以一定要跟着。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如果我和阮家起了什么冲突。夏明之停顿了2秒。哥，你多担待。虽然阮青没同意，但我心里认定他是夏家人，我会不顾一切保阮青的。他哥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倒不怕你和阮家起冲突，我们家和阮家那点情分已经是越来越薄了，不牵涉生意闹翻了也没什么。但是明之啊，你有空回来一次，有些话我觉得还是给你透个底比较好。什么意思啊？夏明之皱起了眉头，觉得他哥这意思不同寻常。我听说阮家的3小姐，也就是阮青养母，似乎给他留了一份财产。夏明一叹了口气，本来这份财产是绝不可能给阮青的，可我最近听说阮家老爷子似乎松口了，想见见他。你说阮3小姐这财产也不算薄，有那么简单就能到阮青手上吗？阮家到底会提什么条件才会让阮青光明正大作为养子继承养母的财产？夏明之光是想一想都忍不住阴了脸。我知道了，我会留心的，过2天我就回去。夏明一觉得自己弟弟这恋爱简直是糟心，人没追上，阻碍却不少。你最近还经常做梦吗？还梦见咱妈吗？夏明一挂电话前，声音突然低下去，问了一句。夏明之一时语塞，其实他前天刚梦见。没有，前阵子倒是梦见了，但是都是梦见他还在的时候。夏明之说了谎，但是语气里情不自禁透露出的难过却是真的。梦见他带我们去外公家，院子里桂花开了，我们在树底下喝茶。妈说，如果以后我们2个有了喜欢的人，就是5个人坐着喝茶了。夏明一也被这句话勾动了心肠。他和夏明之都对母亲感情很深，而他一向疼夏明之，却偏偏作为长子没有这么多闲暇顾及幼弟。直到4年前，他才知道夏明之心里有这么深的伤口。所以你要争气点，别让他担心。夏明一说道。夏明之应了一声。外头天已经黑了下来，日落了。接下来的1个星期，夏明之都没怎么见到阮青的面。打电话过去，阮青都说有事，还叮嘱他不要随便进出公司等他，免得又是流言四起，上司又动起了别的脑筋。夏明之委委屈屈的答应了，扭头却发现那个不要脸的小欧米伽叫于什么来着，在微信朋友圈里给阮青留言，说昨天在面包店遇见了，真巧啊。夏明之差点把手机给捏碎了。好在阮青没答应那个小欧米伽的约会，夏明之心气顺了一点，又把手机捡回来了。其实阮青倒也不是故意避着不见他，他如今和夏明之感情发展良好，没有理由冷落他。只是他手上那个刺青基本要1星期才能恢复好，所以他最近都没有戴手表，黑色的蝴蝶与花苞袒露着，连办公室的人看见了都免不了多问几句。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
这些天不适合约会，免得夏明之看出点什么。他刚做好这个纹身的时候，那个纹身的女生温声告诉他，其实纹身也算是一种伤口，所以要避免沾水，保持干净。阮清乖乖答应了，心里头却有点惊讶。原来拿纹身盖住伤疤，竟然是用一种伤口去覆盖另一种，也是有趣。但他刚纹好纹身的那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还在孤儿院里，孤儿院的窗户都很破旧，但是打开窗，阳光都是一样的好。他从孤儿院的窗子里往外看，看见了一只漆黑的蝴蝶。因为看得太入神了，没有听见老师们喊他们出去，最终错过了被阮家收养的机会。他就这么留在了孤儿院里，当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孤独却平静的长大。他自然也没能遇见过夏明之，这次他只是个普通人，而夏明之是他可望不可及的天之骄子。唯一的一次交集是他在路边买咖啡，而夏明之开着车从他身边路过。他惊鸿一瞥，看见了车窗里英俊桀骜的侧脸，心里想，这个 Alpha 可真好看。梦醒了以后，阮清在床上躺了很久，外面下雨了，雨点敲击窗户的声音规律有节奏，在深夜里倒是很让人平静。他看着手腕上那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心想，如果梦中的一切都是真的，那倒也不错。夏明之和阮家对他来说都是橱窗里包装精美的奢侈品，他路过的时候艳羡的看一眼就好，不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去拥有。可惜人生没有轻触键，无法一键重来。周末的时候，阮清的纹身基本已经恢复了，但他还是不适应把手腕暴露在人前，还是习惯性的戴上了手表，只在手表边缘露出一点深黑色与靛蓝色交杂的蝴蝶翅膀。这时候也到了和严晨他们约好见面的日子。夏明之打了电话过来，问阮清有空没有。你要是有别的事情，我也可以跟他们说改天。夏明之善解人意的说道，但声音怎么听都有点委屈。阮清也知道自己这一周冷落他了，听夏明之隐约透着股可怜巴巴的味道，心头软了软。周日我有空，但我不认识地方，你来接我吧。那我早上来接你。我要带点什么过去比较好？阮清问道。他们这也算乔迁之喜了，也要恭喜他们订婚。你人过去就很好了，都是自己人，不需要在意这些。夏明之说的也是实话，阮清这几年虽然不在，但是他几个朋友却对这个名字已经熟悉到刻骨铭心。因为夏明之一旦喝醉酒，就会开始闹着要阮清，抓着人就讲他家阮阮有多好多乖。要不是他自己不是个东西搞砸了，他和阮清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久而久之，朋友聚会都默契的把酒放在了离夏明之最远的那个角落。夏明之想到这处沉默了一下，心想得和那几个混蛋对一下口供，可千万不能把自己丢人的一面暴露给阮清。那我就自己准备吧，你来接我就行。阮清说道。到了周日那天，夏明之10点准时停在了阮清家楼下。阮清抱着一束花和一瓶红酒上了车，夏明之扫了一眼，这个年份的红酒价值不菲，便宜严晨那小子了。夏明之凑过去，在阮清的嘴上亲了一下，亲到了一点甜滋滋的薄荷味。你刚刚吃薄荷糖了？你吃吗？阮清随手打开薄荷糖盒子，放了一颗在嘴唇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似笑非笑看着夏明之。夏明之凑过去，把薄荷糖和阮清温软的舌头一起含进嘴里。薄荷糖是甜的，却好像甜不过阮清。到了严晨家里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阮清下车前反复照镜子，才确认嘴唇没有红肿。夏明之在旁边闷笑，得来阮清嫌弃的一眼。严晨的新家是个独栋别墅，地处开阔，要穿过一个很大的花园才能到主宅。后院面积也不小，阮清在花园里还看见了一个玻璃花房，里头满是珍奇的绿植。不过这也不奇怪，能和夏明之当朋友的
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家世学历都是出挑的，唯一逊色一点的倒是阮清自己。阮清不禁自我反省了一下，家世比不过不怪他，但是当初他学习好像也没夏明之好，老拖着夏明之考前补课，搞得夏明之一个头两个大，差点想去给他捐个实验楼得了。客厅里已经来了好些人，就等着夏明之和阮清到场了。阮清扫视了一下，除了慕云生是只在电视上见过，其他人都是熟面孔。严晨是主人自然不用说，严晨旁边两个人是韩家的两兄弟，韩乔和韩琦。沙发上则坐着一个美艳逼人的女孩子，是张家唯一的女孩张恒星，却是个 alpha。 她是这些人里最早结婚的，身边坐着的就是她丈夫，叫江宇。以前她和夏明之恋爱的时候，就经常和这几个人聚会。他们都不是什么纨绔子弟，阮清年纪又小，颇受他们照顾。可是如今一别4年，他和夏明之分手，又闹得那样难看，阮清一时间也有点不自在。好在他们很快都跟阮清打了招呼，好像是什么多年没见的至交好友。韩家兄弟长得像，还搞怪的凑到阮清眼前，问他分不分得出了。来晚的人得罚酒，张恒星从他俩进来就嚷嚷起来，这回不怕夏明之醉了，有人照顾了，先罚3杯再说。就你话多。夏明之牵着阮清走过去，阮清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把手里的花和酒都递过去。还没祝你们订婚快乐。他这话是和慕云生说的，他确实真情实感当过慕云生的迷弟，如今乍然见到真人，也总有点追星成功的激动。慕云生今年快30了，息影后好些年没出现，但是和当年风华正好的时候还是没怎么变，总有种君子如玉的气质。我特别喜欢你，以前你的电影看过好几遍。阮清真心说道。慕云生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得出挺高兴的，他笑了笑说，谢谢，我也听夏明之提起过你好多次了。阮清微微有点惊讶，转过头去，却发现夏明之一脸醋海翻涌，正跟严晨说话，我就说我家软软是你老婆真爱粉，看一有幕影地里都不理我了，你还是跟我一样墙角待着吧。可惜严晨不受他挑拨，对着自己未婚夫温柔的笑了下。行了，别吃醋了。严晨拍了夏明之一下，来后院吧，今天烤肉。你主厨？怎么就我主厨了？你这主人够好意思的。夏明之不满，但马上又过来牵阮清的手，低声跟他说，我就给你一人当厨子。跟在后头的韩家兄弟听见了，齐齐抖落一声鸡皮疙瘩。韩乔握住自己弟弟的手，深情款款道，弟弟，我也只给你一个人当厨子。韩琦很感动，假装擦了擦眼泪，哥哥你对我真好，然后一起被恶心的快吐了。夏明之给了他俩一人一脚，滚滚滚。阮清在旁边看他们打闹，有点紧绷的神经倒是略微放松了一点。其实他也感觉到了，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客人只有他一个，他们故意笑闹几句也是为了让他放松。阮清跟着夏明之往后院走，心想夏明之这几个朋友倒没怎么变，都是心思谨慎的好人。当年他和他们处得很好，如今再见也没有尴尬多久，就是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能当多久的朋友。夏明之的厨艺是真的比一般人好上不少，虽然比不得厨师，但也足够吊打其他几个人了。阮清作为特别照顾对象，一个中午吃的小肚皮都变圆了，人都有点懒洋洋的。所以在花园里头吃完烧烤，夏明之他们凑成一桌棋牌室里打牌。阮清虽然会打，却懒得动，就坐在旁边看。张恒新家是江宇坐下来打，他生的有种斯文冷淡的气质，像是不食人间烟火，打起牌来却风生水起，把桌上其他3个男人打得节节败退，强烈要求换张恒新下场。张恒新很有自知之明，坚决不上当，他是出了名的手气差。想得美，
就知道逮着我一个欺负。宝贝儿，你尽管打，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最后一句话是对着江宇说的，然后张恒星不知道凑到江宇耳朵边说了句什么。江宇的耳根子突然红了一红，睫毛扇了扇，嗔怪的看了张恒星一眼。桌子上顿时响起了几声揶揄的啧啧声，江宇更加不好意思，下手愈发狠。阮清看得觉得有趣。当初他出国的时候，江宇和张恒星才刚刚恋爱，也没人看好他们，只以为是张恒星突然脑子抽风，没想到一晃4年，两个人居然也修成正果了。阮清看着张恒星拿水果喂到江宇嘴边，心想张恒星还是这么宝贝江宇。他正想着，突然腰上一痒，阮清低下头，发现夏明之一只手已经不老实的放在他腰上。夏明之的手掌宽大，阮清的腰又细，很有点不堪一握的意思。阮清今天穿的是件白 T 恤，黑色长裤，她长得嫩，皮肤也白，乍一眼看到像个刚成年的学生，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涩的味道，勾人且不自知。以前夏明之带他出来玩，阮清也是这样坐在夏明之旁边，身上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夏明之不让他喝酒，他就乖乖在旁边喝草莓汁，还帮夏明之清点筹码。所以夏明之今天心里头总有点说不清的心惊摇曳，好像时光又倒回从前，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夏明之的手撩开一点阮清 T 恤的边，也不肆意，就是这么轻轻搭着，掌心的热度传到阮清腰间的皮肤上。阮清嘴角勾起一点笑意，懒得理他，反正一会儿出牌，夏明之还得把手收回去。其他人倒没有注意到这两人的小动作，正在聊言晨和穆云生即将举办的婚礼。穆云生是准备低调举办的，倒是言晨一反常态。婚礼设计极其隆重，光是婚礼上的花朵都是一笔昂贵的开销，宴请的宾客也一个比一个显贵。他那是烧的，夏明之偷偷跟阮清讲，就是为了嘚瑟。他和穆云生结婚了，让其他惦记穆云生的人赶紧死心。阮清有点意外，不由看了言晨一眼。言晨始终是那副冷淡稳重的样子，听其他人调侃也不露喜怒，只是眼底有点淡淡的笑意，时不时看一眼穆云生。你们羡慕也没用，言晨气定神闲，有本事你们也结一个。除了张恒星，其他几个 alpha 一起陪他不要脸。我们俩是没希望了，不过夏明之可以赶一赶。说话的是韩琦，对着夏明之挤眉弄眼的，他都等了这么久了，总不能结婚也这么落后。可不是，阮清呐，你是不知道，夏明之这4年没干别的，就等你了。张恒星也接口。夏明之突然被点名，心里直觉不妙。果然，下一秒韩琦就蹦跶起来，他也不再打牌，有的是时间干别的，一溜烟窜到阮清身边，掏出手机说道：阮清，你过来，给你看个好玩的。夏明之不用猜都知道所谓好玩的是什么，急得把牌一扔，准备过来阻止，却被张恒星和韩乔联手按住。干嘛干嘛，想耍赖啊？张恒星笑得最欢，还不忘指挥韩乔：阿奇，快放！韩琦得令，在阮清眼皮子底下飞快摁下了播放键。穆云生没见过他们这架势，有点好奇，却被言晨拉了一下。阮清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韩琦特意放给他看，只猜估计是夏明之什么糗事，心里倒也有点兴趣，好奇的凑过去。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很短，只有不到1分钟，看得出来是在酒吧里面，灯光昏暗，拿着手机的人手不太稳，画面拍得乱七八糟的。可阮清一眼就能看出，视频中间那个靠在沙发上的人是夏明之。酒吧里的灯光这么暗，画面又颠来倒去，阮清却一眼就看出夏明之哭过了。他下意识觉得心口有点难受，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不舍得夏明之难过的本能。
夏明之，你行了呀，我这辈子就没见你哭过，我好怕明天醒酒了被你灭口啊。阮清听出来是韩琦的声音，可是夏明之不为所动，他缓缓抬起头，视线并没有对焦，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视线并没有落脚点。阮清清楚的听见夏明之问：你说阮阮现在在干嘛？草了，这我哪知道。韩琦嘀咕道：你家阮阮又不是我家阮阮。结果你家阮阮这4个字似乎刺激到夏明之了，他突然笑起来，却是那种苦涩到极点的笑容。他的眼睛在昏暗里显得很亮，却带着心碎的味道。他不会是我的阮阮了，我做错了事情，他不要我了。这句话听得极其落寞，像夏日里烟火都散尽，只留下一地残灰，怅惘的不知如何挽回。阮清听得心头一跳，突然明白韩琦为什么特地给他看这个视频了。视频里突然暗下去，没有画面了。阮清以为到这里就是结束了，结果在画面陷入彻底黑暗前，阮清又听到了一句话，还是夏明之的声音，带着强忍的哽咽。可是我好想他。进度调到了最后，视频结束了。这个视频是真的短，总共也没有几句话。阮清看完以后，心口却闷了好几秒。他清冷如水的一双眼睛突然扫了给他放视频的韩琦一眼，韩琦正热切的等着他的反应。被他这么一扫，不知怎的一激灵。阮清又回头去看牌桌上的人，夏明之被左右2个 alpha 一起压着不准动，脸上有点薄怒，见阮清看过来，不由自主就慌了。而严晨、江宇乃至压着夏明之的韩乔和张恒星都在不动声色等着阮清的反应。被阮清这么一看，又下意识有点回避。1秒内，阮清的心思千回百转。看来今天这顿饭说不好真的是特意为他接风的。这视频是专门等着放给他看的，绕了半天才找到时机，特地送到他眼皮子底下。在场的都是人精，知道夏明之和他又重归于好了，也知道他和夏明之当年闹得难看，想给夏明之卖个惨，让他知道夏明之原来也不是铁石心肠，也是会在酒后思念他的。阮清心平气和的想，夏明之这几个朋友没白交，一个个都操着当妈的心在为夏明之考虑。张恒星他们应该还准备了一些别的话，一旦阮清露出点感动或者怀念，就一股脑说给阮清听。偏偏阮清看完，冷静的像这个视频和自己无关，这话就只能憋回去，气氛顿时都冷却了几分。阮清又看了一眼给他视频的韩琦，韩琦算是这圈人里年纪最小的那个，脸上还有点藏不住事，一副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的样子，抓着手机的手尴尬的悬空，也不知道要不要收回去。这顿饭吃的真是不容易，阮清心里想到，偏偏他还要递台阶。阮清顿了2秒，才笑了出来，像是刚刚都没反应过来，现在才如梦初醒。他一边笑一边重新坐回了夏明之身边，夏明之已经没有被人按着了，恢复了自由，脸上残余着一点慌乱，不知道阮清看见这个视频是什么反应，是会觉得有点高兴，还是觉得他惺惺作态。结果阮清拍了拍他的头，神色如常，对着韩琦说道：视频也发我一份，我决定反复观赏。韩琦顿时放松了一口气，满口答应。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喝醉酒是这样的，阮清对着夏明之说道，眼睛里带着点笑意，声音很低，只有他们2个能听见。说了一句小哭包。夏明之嘴唇动了动，没反驳，认了这个称呼。牌桌上又重新开始说话，杂七杂八聊起了投资项目和八卦，一会儿说林家2少最近被关禁闭了，一会儿说风头正盛的影后得罪人，快被雪藏了。刚刚被夏明之扔掉的那局牌不算，重新来。阮清靠在夏明之肩上，手安抚般放在夏明之腿上。你干嘛这么怕我看见这个视频？
阮清在夏明之耳朵边问，他呼出的热气喷在夏明之耳朵上，痒痒的。夏明之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给阮清看，是觉得这样他就太不要脸了。当初是他决绝的抛弃了阮清，是他一走了之，连挽留的余地都没有。如今他们有重修旧好的可能，就迫不及待把自己酒后失态的视频翻出来，送到阮清眼皮下底下，说你看啊，其实我也不是不爱你，我也有为你心痛的时刻，这无异于是在挟持阮清。挟持阮清要承认他也有付出过真心，哪怕这付出无足挂齿。夏明之想了一想，都觉得不耻。好在阮清没有为难他，非要他回答。不过你喝醉酒还挺可爱的。阮清又说了一句。他的手机叮咚响了一声，是韩琦把视频发给了他。阮清没想到夏明之会和自己解释那个视频的事情。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这天下午，夏明之的牌都打得有点漫不经心，连输了好几把，让江宇一个人通杀全场。阮清在旁边轻轻撞了他的腿，低声笑他：你怎么牌技倒退这么多，还不如我这个徒弟。阮清的牌是夏明之教的，抱在怀里，手把手教会了。但夏明之不是个好师傅，教一会儿就剥掉阮清一件衣服。阮清又乖，软绵绵的不知道反抗，没一会儿就变得光溜溜的，白嫩嫩的像个小兔子，还要拿手捂着自己敏感的地方。没一会儿，教学现场就变成了爱情动作片。阮清靠在夏明之旁边，看他出的一手烂牌，觉得自己当年学费交的有点不值。夏明之回头亲了他额头一口，徒弟太漂亮，师傅就容易分心。对面的韩乔猝不及防被塞狗粮，扭头想和严晨说话，结果正看见严晨在桌子底下勾着穆云生的手，他不死心又转了个头，只见张恒星正给江宇喂了半橘子。韩乔生无可恋，分分钟想弃牌而去。这张桌子根本不给单身狗活路，而他同是单身狗的弟弟正抱着手机不知道和谁聊天，傻呵呵一直在笑。打完牌以后，晚饭也是在严晨家里吃的，吃完又聊了会儿天，就各自散伙。夏明之还是负责送阮清回家。然而一旦到了汽车这样的密闭的只有两人独处的空间里，没有了众人七嘴八舌的笑闹声，气氛陡然间沉默下来。夏明之不知道在想什么，阮清的手机在手里转了好几个圈，打量了夏明之的侧脸几眼，敏锐的感觉到夏明之心情是有点低落的，就像下午打牌时候一样，总透着点心不在焉。但他一天下来也累了，自己也懒得说话，沉默的靠在副驾上，看着道路两边一闪而过的路灯，像两条长长的发光的溪流。半个多小时以后，就到了阮清自己公寓楼下。阮清有点困了，只想回床上睡一觉。他亲了一口夏明之的脸，就准备离开。然而刚打开车门，他的手腕就被夏明之抓住了。阮清不明所以的回过头，发现夏明之没有笑，表情有点严肃。那个视频就是下午韩琦放给你的那个，不是我让他们故意给你看的。夏明之说道。阮清有点惊讶，却安静的听他说。他们知道我在追求你，所以想帮我一把。夏明之停顿了一下，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你的心情，对不起。他说这句对不起是真心实意的。阮清看着夏明之的脸，他的手机在手上转了几圈。我知道不是你要求的，这不是你的风格。阮清自问，虽然分开了4年，但他应该还是这世上最了解夏明之的人之一。夏明之心思复杂，花样繁多，却不屑于在感情上使这样的圈套。阮清也不急着走了，他关上了车门，车内重新变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夏明之，他只是强迫自己忍着。如今夏明之把问题挑明了，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靠在副驾驶上，没有看夏明之，而是看着前方。他终于还是问了，那个视频
是哪一年呢？夏明之回答道，是你离开后的第2年。第2年？那一年他在干嘛呢？阮清回想了一下，那一年他应该正在袁叔的陪同下接受心理治疗，但他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体重一直在直线下降。有好几次他都发现袁叔背着他躲在走廊里哭，哭声压得很低，不敢吵到别人，可是眼泪落在地上，不一会儿就留下了好几个圆圈。其实下午看见这个视频，对阮清不是没有冲击力的。那个酒吧里流泪的夏明之，那个喊着他名字的夏明之，那个思念着他的夏明之，曾是他无数个漫漫长夜里可望不可及的梦魇。如果是2年前，不，甚至是1年前，阮清看见这个视频，那他会任由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功亏一篑，立刻跳上飞机飞奔回来，不要脸面的去缠住夏明之，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可是如今阮清感觉到心口微微的刺痛了一下。4年还是太长了，足够让一颗心被尘封到冰川之下，像岩浆被冰雪覆盖，即使挣扎翻滚，最终也只能熄灭。他知道自己不该再去奢求太多了，明明早就和自己达成协议，不再向夏明之索取任何东西，可他的心口还是微微颤着。他听见自己问，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找我？他们分开了整整4年，4年里夏明之有无数机会去找他，他在心里问，为什么没有在我放弃希望之前找到我？车子里一时变得很安静。阮清听见夏明之打火机的声音，车窗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夏明之点燃了一根烟，阮清没有转头，还是死死的看着前面，可他放在身侧的手却紧紧的握成了拳头。我找过你，在你走后的第3年。夏明之抽了一口烟，他的声音在这不大的空间里回荡着。阮清呆住了。那时候是冬天，我打听到了你住的公寓，在楼下等你。夏明之被烟呛了一口，咳嗽了好一会儿，他发现今天的烟格外的苦，吸到肺里都发痛。那天你穿了一件白色的大衣，戴着红色的围巾，天很冷，你拎着东西往回走，而你身边还有一个人，他是跟你一起回来的。我看见他亲了你一下，然后你们就一起进了公寓里面。阮清呆呆的听着，这天地忽然变得很安静，可他脑子却一片混乱。他终于转过去看着夏明之，看着夏明之眼中显而易见的痛苦。他听见夏明之说道，我在楼下等了1晚上，但你们始终没有出来。夏明之说的平静，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绝望又漫长的雪夜。他在车内听着外头雪落的声音，痛苦又挣扎的想着，阮清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和刚刚那个人一起吃了晚饭，互相亲吻拥抱，然后在同一张床上睡去？他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猩红的眼睛，充满了不甘和愤怒，可藏在这不甘愤怒之下的却是极度的绝望与后悔。他想他早该想到的，阮清这么好，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发现他？珍惜他，他始终是来迟一步。阮清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他不过是从前一道卑劣的旧瘾，不应该再来打搅阮清的平静。车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烟草的味道虽然从窗户里散出去了，空气里却有一点残余的苦味。夏明之的手指被燃烧殆尽的烟头烫到了，手指瑟缩了一下，人才如梦初醒。他把烟头在车载烟灰缸里摁灭了。2年前的那个冬夜，他一晚上抽掉的烟就足以填满了烟灰缸，车里简直是烟熏火燎。而他一夜都没睡，熬得双眼通红，看着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而后天光大亮，日光照在没有融化的白雪上，刺得人眼睛疼。夏明之等到了阮清，又从公寓楼里走出来。阮清大概是要去上课，手里抱着几本厚重的书，可他还是并非一人独行。
那个昨晚跟他一起上楼的人正陪在他边上。夏明之清楚的看见，他们两个都换了衣服，换成了款式相似的2件黑色大衣，极其亲密的挽着手出来。夏明之瞠目欲裂，这个人不仅在阮清家里留宿，阮清家里还有他换洗的衣服，而他千里迢迢赶来了这个远隔千里的国家，却只能卑微的见不得光的躲在车里，躲在暗色的车窗后面，看着阮清低头和这人说话。阳光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夏明之清楚的看出阮清瘦了，却还是笑着。他心里头腾起一股无名之火，这个混蛋在阮清身边为什么不照顾好他？阮清应该要更有生命力，脸颊又白又软，笑起来眼睛会弯成小月亮。但他又随即意识到，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资格责怪别人没照顾好阮清，唯独他没有。我在外头等了一晚上，天亮以后看见你们又一起出来了，我就离开了。我没有脸再去打扰你的新生活了。你好不容易摆脱了国内的一切，如果我再出现……夏明之没有说下去。他开着车转身离开的时候，以为他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阮清了。他离开阮清的时候，阮清是绝望又无助的，凄厉的叫着他的名字，而他挥开了阮清的手。如今阮清好不容易又笑了起来，虽然清瘦了许多，可是冬日的晨光里，他侧耳听着身边人说话的时候，眉眼温柔，笑得比阳光还要温暖。夏明之开着车离开，外头的积雪还没有融化，天地都是冷的，而他的车里没有开暖气，车窗却开着，冷峭的寒风吹在脸上，把刚流出眼眶的泪水都冻住了。他想他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再去牵阮清的手了，可知道阮清还好，还能笑出来，对他也算是一半的圆满。那时候他根本没敢奢望，1年多以后他还能再见到阮清，孤身一人的阮清。阮清感觉自己身体里的血液似乎在慢慢冷却，这明明是靠近夏天了，外头即使到了夜晚，空气也还是微热的，可他坐在车里开着窗户，却好像随着夏明之的讲述，回到了那个冰天雪地的夜晚。他跟着别人一起回了自己的公寓，而夏明之躲在远处的车里望着他。这听起来多像电影的桥段，想要复合的男主角追到旧情人的窗下，却目睹了情人与旁人的恩爱缠绵。如果真是这样，倒也算一个不错的收场。可阮清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在发痛。他想，如果不是这4年里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心也已经在千锤百炼里变得枯萎，也许他现在已经泣不成声。因为那个陪着他回公寓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恋人，而是一个和他一样的 Omega， 是他的朋友，他的小师傅，是在2年里认真教会他怎样风情摇曳的人。阮清突然笑了一声，极尽苦涩，也极尽嘲讽。他问夏明之，如果我告诉你，那天你看见的那个人只是我的朋友呢？夏明之惊愕的看过来，阮清的脸上还是流下了眼泪，很淡的2条泪痕，声音却还是很平静。如果我告诉你，4年了，我都没有再拥有过恋人呢。眼泪已经弄湿了阮清的睫毛，流到他的下巴上，聚成一滴水，又落在了手上。他透过朦胧的眼睛看着夏明之，他很想问夏明之，你为什么都来到我的公寓底下了，却偏偏转身离开了。他想告诉夏明之，你知道吗？我不是没有试图去接受别人，可是每一次，一旦那些 alpha 对他示好，想要触碰他、亲吻他，他就会难以自制的浑身发抖，最终难受到嘴唇都泛白，冲进卫生间吐出来。一次又一次，他终于意识到，那段感情没有给他的身体留下标记，却在他的心上筑起了牢笼。他还是被标记了，被他自己。夏明之，你可真是太傻了。阮清轻声说道，如果你那天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许真的不顾一切就跟你走了，可如今你真的来晚了，我不能再死第2次了。
阮清说完这句话，车子里一片死寂。明明还有两人的呼吸声，可车子里的空气却像是凝滞了。时间已经变成了晚上9点，这车里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阮清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他想逃开，回到自己的屋子，或者随便哪里把自己蜷缩起来。他随便说了句抱歉，就打开车门想出去，可是立刻他就被夏明之抓住了第二次，然后一股大力把他摁在车座上，夏明之的嘴唇追过来，狠狠的压下去，两个人的牙齿嘴唇碰在一起，什么技巧也没有了，只剩下眼泪和烟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夏明之像个慌张的刚刚触及恋爱的年轻学生一样莽撞，吸着他的舌头不肯放，而他使劲的推开他，却没能推动，挣扎了2下就放弃了。两个人在狭窄的车里野兽一样亲吻，刚刚凝滞的空气似乎又恢复了流动。阮清死死的抓着夏明之的肩膀，弄皱了他身上的衬衫。他尝到了嘴里的铁锈味，是他把夏明之的嘴唇咬破了。他听见夏明之一边喘息一边问他：“你在等我是不是？”阮清，你回答我，你是不是在等我？阮清咬着嘴唇不说话。回答我！夏明之风度尽失地低吼出来。阮清揪着夏明之的衣服，呜咽了一声。他不是在等夏明之，他是除了夏明之已经无人可等。他脖子上的那个颈环锁住的是他余生的所有可能。你告诉我好不好，软软？夏明之哀求道，求你了，告诉我一句，一句就行。阮清看着夏明之急迫焦躁的脸，困兽一样，像一个濒死的囚徒，等着他的国王赦免。有那么一刻，阮清的心口微微痛了一下。他克制不住的想，起码这一刻夏明之应该是爱他的，哪怕不够情深，却不至于一点没有。他祈求了4年，最终绝望放弃的东西，如今似乎近在眼前。哪怕是虚假的，是海市蜃楼，是童话里最终会熄灭的烛火，却依旧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呜咽着点了头。夏明之被赦免了，他的国王对他点头了。他的愚蠢、轻狂、草率为他带来了沉痛的代价，可他的国王依旧没舍得判他死刑。阮清被夏明之从车里抱了出来，车子被他们丢弃在了小区里面，可能会有罚单，但夏明之不想去管了。他忍着没有在车里面动阮清，已经忍得快要发疯了。现在抱着阮清乘电梯到了12楼，到了阮清家的门口。阮清在他怀里缩着，嘴唇嫣红，眼眸湿润。夏明之让阮清开门的时候，阮清是抗拒的，他宁可跟着夏明之去他家里坐。可是夏明之已经从囚徒变成了暴君，抱着阮清顶在门上，威胁他开门。最后阮清还是交出了钥匙，冰冷的金属在门里转开。夏明之第一次进到阮清家里，但客厅里一片漆黑。他打开灯什么也没看，就抱着阮清进了卧室，然后把阮清扔在了床上。阮清看着夏明之解开了自己的扣子，又撕开了他的衣服。两个人肌肤相贴的时候，阮清觉得皮肤都要烧起来。他抱住了夏明之，夏明之熟悉阮清身上的每一处敏感点，他像是要把4年分别的空虚与懊悔都在今夜补齐。外头夜色沉沉，室内的空气却灼热的像随便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夏明之不住的叫着阮清的小名，软软。夏明之吻着阮清的额头，眼睛吻着他的嘴唇，他的手指，他身上的每一处地方，这是他的软软。他因为愚蠢弄丢的软软，如今又回到了他怀中。你还爱我对吗？他不住的问道，逼着阮清回答。阮清咬着嘴唇不肯说，他也不恼，只是与阮清耳鬓厮磨。他变成了世界上最温柔的情人，只讨阮清一个人的欢心，只为他一个人俯首称臣。阮清觉得自己浑身都像是要烧起来了。室内只有一盏朦胧的灯，可他抱着夏明之，
他却恍惚的觉得似乎回到了4年前，还是这个摆设相似的房间。夏明之是他年长强悍的恋人，给予他温柔，也给予他依靠。阮清最后支撑不住，昏睡过去了。他知道，也许明天醒来，夏明之就会发现这个房子的秘密。他也知道，也许明天醒来，他可能会后悔自己如此冲动。可此刻他太累了，他来不及想明天，他只想在夏明之身边睡去，重温一场旧梦。他在昏睡中梦见了阮家的那个大宅子，那个华美却让人无端觉得阴沉的宅子。他被阮三小姐牵着手走进去，他梦见了他和夏明之恋爱开始的那个舞会，他的阮家无足轻重的养子，而夏明之是风流俊美的夏家二少，一踏入场就吸引了满场的目光。他渴望的看着夏明之，看着这个曾经对他伸出手把他拉出泥潭的人。此刻他还不知道3个小时后他会误打误撞和夏明之关在一个休息室里，不知道夏明之会因为被人下药而第一次吻他。他只是满含渴望的站在角落里，等着夏明之回头看见他，露出温暖的笑意，叫他过来。夏明之一夜没睡，阮清就靠在他身边，整个人都蜷缩起来，脸却要贴着夏明之的手，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姿势。阮清睡得不是很安稳，时不时呜咽2声，夏明之就蹭一蹭他的脸，他便又平静了。夏明之看了阮清的睡颜许久，他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当他听见阮清说那个冬天那个公寓楼下陪着他上去的人只是朋友，铺天盖地的懊悔向他袭来。可是看见阮清的眼睛，听见阮清说他其实4年里一直没有再拥有恋人，极度的狂喜又在瞬间淹没了他。他的阮清，他甫一回国便接受了自己邀请的阮阮，原来一直在等他。他抬眼看了一眼室内，刚刚抱着阮清进来，夏明之根本没有顾得上看除了阮清以外的任何东西。如今发热的大脑冷静下来，他才在床头昏暗灯光的光线中看清了这个卧室。烟灰色的墙壁，嵌入式的透明衣柜，对面是一整幅的画，还有床头造型独特的灯，另一边摆放的一个猫头鹰的小闹钟。这个卧室和他们从前一起住的那个公寓相似度达到了 90%。 夏明之低低的笑了一声，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他挣扎了这么久，极度的煎熬与落魄，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出现在阮清的生命里，却没有想到他其实从没有在阮清的生活里离开。夏明之拿手背碰了碰阮清嫩白的脸，阮清的眼周还有点红，就像他不知道自己原来在阮清心中从未离开。阮清也不会知道，他离开以后的日子里，那个狠心抛弃他、拒绝他的夏明之，到底是经历了多少心理治疗，才能再重新站到他面前。夏明之俯身吻了阮清的颈环，冰冷的黑色颈环被温热的嘴唇覆盖着，也没能热起来。他知道阮清还爱着他，并不代表阮清就会接纳他，但是没关系，这一次他已经越来越接近痊愈了。他会有漫长的一生去等待阮清的原谅，他会把所有的爱与温柔的奉上，只等阮清许他垂怜的一眼。阮清第2天醒过来，觉得自己是被清醒的。他在被窝里困顿的眨巴眨巴眼睛，却看见夏明之的脑袋拱在他的肩窝里，吻着他的锁骨，又凑过来亲他的眉眼。阮清逐渐清醒过来，与夏明之四目相对，终于想明白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脸色是不是不太妙，夏明之有点紧张的看着他。隔了一会儿，还是夏明之先开口：“我爱你。”阮清下意识瞪大了眼睛：“阮清，我爱你。”夏明之又说了一遍：“4年了，我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不在乎我们的感情，我本应该再见你的第一面就告诉你，可我也会胆怯的，也会不知道你是否还爱着我。”夏明之的手在被子底下握住了阮清的手，十指相扣。但我昨天想了一夜，
有些话不说出来是没有用的。我爱你，一直都爱着你。阮清没想到一早醒过来会听见夏明之对他的告白，他渴求了这么久的东西，烟花一样在他生命里转瞬即逝的东西，如今似乎已经又一次落在了他掌心里。阮清呆呆地看着夏明之的眼睛，有一瞬间他几乎以为自己还在梦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难接受我。夏明之心里头其实也有点紧张，所以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夏明之认真道，我只是在祈求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夏明之看着阮清，眼神在早晨的微光里很亮，这张年轻俊朗的脸上写满了期望和爱意。阮清看着他，心口微微的痛了起来，而夏明之凑过去亲了一下阮清，知道阮清还爱着自己，给了他无限的勇气与信心。他亲了阮清的侧脸，又贴着阮清的耳朵问，让我再追你一次好不好？这一声如同饱含魔法的密语，轻轻钻进了阮清心里，羽毛一样漂浮着坠在他心尖上。阮清垂下眼，他的眼前浮现出了浴室里被雾气布满的镜子。他在心理治疗室里小声的念叨，他不爱我。还有公寓里一个人摆好了生日蛋糕，蛋糕上写的却不是自己的名字。阮清的睫毛轻轻扇动了一下，心里某个地方发出凄厉的嘶吼，可他却低声道，好啊。夏明之的眼睛刷得亮了。这是阮清回国后的第40天，是阮清和夏明之分手后的第4年。夏明之心满意足去厨房做早餐了，厨房的设计也跟他们的旧居是一样的。阮清知道夏明之多半是发现了这点，但是夏明之识趣不问，他也就装聋作哑。阮清在浴室里洗漱，他对着镜子看了许久。他在国外的那段日子也总看着镜子，看着镜子里苍白虚浮的自己，轻声说服自己接受夏明之不爱自己的事实。可刚当夏明之却和他表白了，说他爱他，一直爱他。阮清将额头轻轻抵在冰冷的镜子上，觉得自己昨天大概也是疯了，才会对夏明之承认自己喜欢他，一直都在等他。他表面上装的再过镇定，再过云淡风轻，昨天听见夏明之亲口说想他，心里头还是引起了山崩海啸。阮清想到这里，又关上门，点开了韩琦传给他的视频。嘈杂的背景和夏明之的声音一起从视频里传出来，叫着他的名字，软软。阮清凝视着屏幕上夏明之的脸，他深爱过的年轻俊朗的脸，在昏暗的酒吧里面流露出心碎欲裂的味道。阮清看了好几遍才把视频关上。他在镜子前解开了自己手上一直没取下来的手表，露出了那只振翅欲飞的黑色蝴蝶。你早饭做的什么？阮清走进厨房里问道。夏明之指了指旁边，你冰箱里的食材实在有点少，做了几个鸡蛋卷，拌了个凉菜，粥马上就好。阮清凑过头去，直接拿了一个鸡蛋卷吃起来。鸡蛋饼带着股奶香味，里面卷着火腿丁和蔬菜。阮清腮帮子鼓鼓的，像个小仓鼠，声音含含糊糊的夸：好吃。夏明之笑起来，却看见他手腕上的纹身。这是什么？夏明之的笑容淡了下去，露出一点疑虑的表情。是之前做的纹身。阮清也没遮掩，神色自然。朋友帮我选的图案，但是一直不太习惯露出来。夏明之看了几眼那个纹身，黑色与靛蓝的蝴蝶。阮清翻过背面给他看，白皙的手腕背面纹着还没开放的花苞。夏明之没再多问什么，阮清帮他把早餐的盘子端出去。夏明之守着锅里快煮好的粥，想起自己和蓝无为的谈话。如今阮清的手表摘下来了，露出来的并非伤疤，而是纹身。但夏明之的脑海里仔细回忆了一下，却总觉得这个纹身在阮清刚回国那阵子，他们见面的时候也许是没有的。腕表的边缘干干净净，一点黑色的蝴蝶翅膀都看不见。夏明之回头看了一眼已经在餐桌上做好的阮清，
温暖的晨光里。阮清漂亮的像一幅画，却也像冷的像一个谜。阮清没把夏明之说的再追求他一次当回事，他也不是18、19岁盲目陷入热恋的少年了，夏明之也脱离了当年张扬跋扈的年纪。所谓喜欢与爱，也不过是你说一句在一起好吗？我回答一句好，就算成立。但连着1星期，阮清都在公司楼下发现掐着点等他下班的夏明之。夏明之也不傻，他没有拿对待18岁的阮清的那些手腕来讨好如今的阮清。他知道如今的阮清比起浪漫的玫瑰与烟火，也许更爱细水长流的温情。阮清坐上夏明之车的时候，心里也在微微叹气，觉得自己真是被夏明之给吃死了。你上次的专访加班加点的放在了这期，你要看看吗？阮清把杂志递给夏明之，还挺帅的。里头有一页是夏明之的照片，夏明之心智不高，淡淡的看着镜头，眼睛在阳光下接近于琥珀色，透着古生人勿近的味道。然而阮清在办公室里停止不止一个人对着杂志小声说好帅，然后凑在一起偷偷讲夏明之的八卦。夏明之自己却对这个没什么兴趣，要不是为了阮清，他才不会接受这些采访。但是只要是阮清开口，夏明之想，别说是采访了，综艺节目裸奔他估计都做得出。你最近都光顾着来找我了，你的编辑不要发疯吗？难得遇上个不脱稿的优质作家，现在却天天不务正业。阮清笑着打趣他，早就跟编辑请假了，还是追老婆比较要紧。夏明之说道。他趁着红灯侧头看阮清，他那天看见了阮清的客厅里放着他的书，后来发现阮清的书架上也摆满了他这些年的所有作品。你是不是在国外也一直关注我的消息？夏明之偷偷勾住阮清的小手指，声音含含糊糊的，透着一点撒娇的意味。他知道阮清吃他这一套，喜欢看他一贯强势的外表下，偶尔只对阮清一个人露出孩子气。阮清的小手指头被夏明之勾着，心也软了一点。反正夏明之知道的已经够多了，也懒得遮掩，破罐子破摔的回答了一声是。关注过。夏明之心里一喜，还想说点什么，阮清却把手指收了回去，催他好好开车。红灯已经变绿了。夏明之心里蛮不讲理的责怪这红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说变就变，嘴角却满足的勾了起来。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夏明之又道，我有一回走在你念过的大学里面，正好遇见教过你的老师，聊了几句，听说他那里也有你画过的一幅画。夏明之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厚脸皮，就死皮赖脸跟人回家要了过来。阮清还真没想到夏明之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时间有点无语。你还真是。阮清无奈的笑了下，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可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头却不合时宜的想，分手后连他赠与他人的一幅画都索要，可是当年夏明之毫不犹豫的把他扔在冰冷的地上，又是为什么呢？他到底要相信哪一个夏明之呢？阮清嘴角还是带着笑，落日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把睫毛染成了金色。晚上还是回的阮清的家，夏明之强烈要求的，死皮赖脸非说喜欢阮清家里的床。阮清也争论不过他，懒得多费口舌，默认了，心里想好歹夏明之厨艺不错，就当收房租了。但夏明之现在越来越不老实了，原先总害怕阮清心里嫌弃他，不敢太黏着阮清，如今连在厨房做个饭都要阮清帮他围围裙，还要阮清亲他一口。阮清连亲了3口，夏明之还是贪得无厌，不知满足。阮清终于忍无可忍，狠狠推开了他的脸，自己去客厅看视频了。夏明之闷笑了几声，继续在厨房里忙活，同时还要拍视频到朋友圈里秀恩爱，非常忙碌。视频底下一排的666，恭喜他终于从无名无分混成了阮清专属厨娘。吃完晚饭，
夏明之跟阮清联机打了会儿游戏，阮清就去洗澡了。两个人都是成年人了，又是早就滚过数不清的床单的关系，都没什么可羞涩的。阮清带着一身沐浴露的味道坐在夏明之的腿上，拿牙齿咬开了安全套。不得不说，和夏明之肌肤相贴的感觉极其美妙。阮清被夏明之抓着手，在床上，声音在撞击之下变得破碎。他看着夏明之的脸想，他难以接受别人，大概也是因为拥有过夏明之这样出色的情人，就很难再看上别人了，所以他也不算亏。阮清抬头吻上了夏明之的嘴唇，两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情欲。我爱你。夏明之又在喘息间对他说道。阮清笑了笑。等这一场情事结束之后，已经是11点多了，阮清又去洗了个澡。在浴室里，他拉开底下的一个柜子，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倒了一粒吃下去。这是他遇见夏明之的那一天起才买的 Omega 的避孕药。虽然每一次都是带套的，但是保险起见，阮清还是选择了服用避孕药。药片很小，阮清感受到药片已经完全咽下去，才把瓶子重新放好，对着镜子开始刷牙。过了几天，阮清要到医院做例行的信息素检查。他因为带着防标记的颈环，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信息素的分泌，对发情期有点影响，所以每年会检查2次。而且阮清估算了一下时间，自己的发情期可能在2个多月后，他还需要顺便去开个抑制剂。现在 Omega 领取抑制剂很常见了，不仅是单身的哦，有些已婚的但是丈夫恰好不在身边的 Omega 也会选择领取抑制剂。虽然按照一般医生的建议，发情期还是伴侣间自然度过比较好，可是阮清开着车从地下室出来，想起他跟夏明之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发情期，身体微不可察的颤抖了一下。阮清没告诉夏明之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接待他的是个女性贝塔医生，这让阮清稍微放松了一点。这个医生非常的温柔，有一双暖棕色的眼睛，低声询问阮清是否有过强制停止发情或者被强迫发情的历史，这些都可能对信息素和发情期造成影响。阮清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问话，平静道：有一次，4年前了，我当时的 Alpha 临时有事离开，我被留在原地，经历了发情热，近乎脱水，后来打了强力的抑制剂才能去医院。那之后的4年，每一次都是靠抑制剂度过的。对 A3 型抑制剂有点过敏，一直用的27。医生也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公事公办的写完病历，然后温声请阮清解下自己的颈环，他需要看下阮清的性腺。阮清乖乖的把颈环解了下来，露出光洁白皙的后颈，非常柔嫩的一片肌肤，还没有被利齿咬过，更没有被刺破性腺。一种雨后花园般的信息素味道慢慢的充盈了整个房间，花香与果香，夹着一点冷雨的气息，这味道闻起来非常令人舒心。我好像闻到了一点柑橘的味道。医生忍不住弯了弯眼睛，笑着说道。阮清也没有觉得冒犯，对他回了一个笑容。而后就是例行检查，大体是没有问题的，性腺也正常，如果近期备孕就不要用抑制剂了，欧颈环最好也不戴。当然了，孕期 Omega 的信息素本身也只有伴侣才能闻到。阮清笑了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在楼下等着拿药的时候，阮清百无聊赖的坐着看手机。不一会儿，他旁边坐下了一个人，阮清侧头看了一眼，是一个怀孕的 Omega。 这个 Omega 长得很显小，一张娃娃脸，笑起来还有小虎牙。旁边站着的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数落她怀孕了还要一蹦一蹦。可是话里的宠溺藏也藏不住，那个捧着小孕肚的男孩一点不在乎，还冲他做鬼脸。阮清偷偷看了他们一会儿，看着那个男孩圆鼓鼓笑盈盈的一张脸，一副理所当然被呵护宠爱的样子。阮清突然有点怅然，4年前他也曾经这样坐在医院里，
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呆呆的看着手里的化验单。那天他去的是一个收费高昂的私人医院，医院里并不吵闹，空旷安静的像被世界遗忘了，只有阳光从背后的玻璃里照射进来，却照得他遍体发寒。阮清收回了视线，已经到他去拿药了，一共7支抑制剂，被阮清细心的收进了包里。晚上的时候，夏明之照常来了阮清家里。阮清最近工作忙，没太多时间和夏明之去约会了。夏明之就乖乖的每日上阮清家里报道，有时候阮清回来的晚一点，就看见夏明之靠在他公寓的大门上，像个被主人遗弃的金毛，默默塞着耳机等阮清回来，再把他放进去。阮清有时候看见他，会有点情不自禁的心软。他明知道夏明之是在装乖扮可怜，却还是无可救药的上当。可他心底深处又不愿意这么简单的就把自己家门的钥匙交出去，于是只能避重就轻的轻声道：“你也不用每天都来。”夏明之当没听懂，他觉得他之前就是太要脸了，太要脸就没有老婆。他像条鱼一样刺溜窜进了阮清的家门，一进门就摁着阮清在玄关亲了5分钟。阮清被他亲的手脚发软，鼻子里轻轻的哼了几声，眼睛都带了点雾蒙蒙的，软绵绵看着夏明之。夏明之总觉得今天的阮清有点不一样，他凑在阮清的颈边嗅了一嗅，闻到了一点已经非常寡淡的香味，像被稀释了数倍的香水，只留下雨后一点点浅淡的余味。可这味道熟悉的让他神经一紧，一股战栗感从脊椎一路向上，是阮清的性激素的味道。他很肯定，4年了，他都没有再闻见过阮清的性激素。平日里阮清洗澡的时候会解下颈环，但是那一点点性激素的味道很快被沐浴露和护肤品的味道掩盖了。可是今天阮清什么都没来得及掩盖，身上也没有香水的味道，这极其浅淡的一点雨后花园般的味道就被夏明之捕捉了。夏明之忍不住勒紧了阮清的腰，把阮清抵在门上。他感觉到自己的牙根有点痒，整整4年他都在压抑自己，如今只是闻到这样零星的一点味道，已经如同火星般点燃了他心口一直压制的火焰。夏明之浑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要标记阮清，他一边吻着阮清的耳朵，一边死死的盯着阮清脖子上的颈环。他能感觉到心头滚动的欲望，催促他引诱他去破坏这个颈环。这不过是个死物，凭什么贴紧阮清的性腺？只要破坏掉它，然后咬下去，他与阮清就再也不会分开了。夏明之死死的抓住阮清的一只手，无意识的收紧，把他都抓痛了。阮清轻哼一声，抱怨道：“你弄痛我了，你弄痛我了。”这句话放在平常并没有特殊的意味，可是夏明之听在耳朵里，却再也忍不住了。吃什么晚饭都比不上吃掉阮清带来的满足感。夏明之一把抱起阮清，就进了房间，粗暴的踢上房门，却轻轻的把阮清放在床上。阮清有点奇怪的看着夏明之，不知道他怎么像个毛头小子一样激动起来了。你今天怎么了？阮清他看夏明之脸色不太对，问道：“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下一秒，阮清就跟一个被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溜溜白嫩嫩的躺在被子上。你今天……夏明之有点迟疑，却还是没忍住，问道：“你刚刚是不是解开颈环了？”夏明之把鼻子抵在阮清的脖子里，高挺的鼻子碰到了那个冰凉的黑色颈环。我闻到了柑橘味，还有一点点睡莲的味道，还有雨水的气息。夏明之深深的呼吸了一口，这味道实在太淡了，勾起了他心头的欲望，却远远难以填饱他的胃口。欲壑难填，他现在似乎变成了一头饥饿的凶兽，恨不得把阮清吞吃入腹。阮清的身体却僵了僵，他没想到性激素的味道已经变得这么淡了。夏明之居然还是闻到了，他抬头看了一眼夏明之，夏明之现在的神情有点危险，
可这一点急躁的情欲和他刀削般的俊美五官混合在一起，却让阮清心口忍不住砰砰跳了起来。下午解开了一会儿，阮清没解释太多，但没多久，夏明之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阮清说的话，下一秒他就把阮清按倒了。他高高在上的看着阮清，凶悍强势的性激素的味道很快就弥漫在了整个房间，很快把阮清身上那点浅淡的味道淹没了。阮清的脸也跟着红了。夏明之在勾引他，高度契合的性激素有时候堪比催情剂。两个人一直胡闹到靠近9点，阮清嗓子都哑了，被夏明之抱进浴室又抱出来。夏明之把他放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去忙活晚饭。阮清趁着这个时间反省了一下自己，总觉得自己最近似乎太顺着夏明之了。他拿着电视遥控器，百无聊赖的换着台，旁边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阮清没看名字，懒洋洋的接起来，声音还是有点沙哑的。喂？那边沉默了3秒。乖徒儿，你现在是在哪个野男人床上？阮清差点没拿住手机。啊！阮清叫了一声，这元气活泼的声音，除了他小师傅林安，还能是谁？林安应了一声，漫不经心道：宝贝儿，我光听你这声音就知道你最近多半肾虚。阮清无语的翻了翻眼睛，心想你还说我是谁？是要睡遍天下猛 A 的？我过2天就要回国了，圆圆也一起回来，徒儿你记得来接驾。林安的声音叽叽喳喳的。阮清老是想到一蹦一蹦的小麻雀。圆圆也回来吗？阮清有点惊讶，他不是前阵子都在忙项目，忙得喝水都没空吗？喝水没空也得抽时间来揍你。林安在那边轻声笑了一下。你跟夏明之在一起，这是快把圆圆气疯了，我劝你给夏明之买个保险。受益人写自己，我怕圆圆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砍了他。阮清便也笑了，抬眼看了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夏明之，深感他真是不受人待见。其实圆圆是公司调他回国1年了，以后工作重心都在国内了。我倒是真的回来度假的，顺便看看你。你们几号回来？我去接你们。阮清问。后天就到，联门机场 T2，下午2点的飞机。好。两个人又随便聊了会儿别的，夏明之过来喊阮清吃饭。林安在电话那头听见夏明之的声音，轻轻挑了下眉。你跟夏明之住到一起了吗？林安问。没有。阮清和夏明之摆了下手，意思是等会儿吃，让他先去。等夏明之走了，阮清才继续道：我知道圆圆因为我的事情担心坏了，但是我跟你们保证，我现在精神状况一切良好，体重也稳定。林安那边也有人喊他，阮清听见他回了一句，又转过来说道：你好不好，得等我亲眼看了才知道。记得把自己洗香香，等我回来验收。两个人互道拜拜。阮清收了手机，迈着还有点酸软的腿去客厅吃晚饭。夏明之好奇的问了句：电话里是谁？我朋友，过2天要回国。阮清喝了口粥，今天晚饭很清淡，大概是因为刚刚的剧烈运动。阮清眼角眉梢都还有点倦意，整个人懒洋洋的。我后天去机场接他们，你这几天就先别来找我了。阮清平静道。夏明之呆了呆，没想到阮清的朋友一回国，自己就要失宠。我可以帮你们开车。夏明之委委屈屈表示自己也可以派点用场。阮清似笑非笑看他一眼，不接话，表示这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夏明之脸顿时垮了下来，小狗一样可怜，又知道阮清现在狠下心来，根本没他说话的份，只能老实下来。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有点好奇，小心的问道：是你在国外的朋友吗？阮清在国外的4年一直是他们2人的禁区，阮清不主动提，夏明之也不敢多问。袁叔是我高中同学，没想到在国外跟我念了一所大学。还有一个叫林安，是去国外2年后认识的，
阮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夏明之笑道：“林安就是你在公寓楼下看见的那个，他也是 Omega。” 阮清说的是夏明之去国外找他，结果误以为他已经有了新的恋人的那天。夏明之不由挑了下眉，他长得挺高，他那天离得挺远的，所以也没有看清揽着阮清的人的长相，只能看见他比阮清高了半个头，低下头跟阮清说话的侧影，很像情侣。阮清闷笑了2声，他有时候也会兼职当模特，能不高吗？阮清已经吃得半饱，勺子在粥里面搅动了一下，语气很淡。安安其实是小孩子脾气，就喜欢跟人亲近。以前玩国王游戏，把我们所有人都亲了一遍。其实阮清心里知道，夏明之那天肯定看错了。林安是喜欢胡闹没错，但每次都是吧唧一口亲在脸颊上，留下一股子奶香味儿，像被小婴儿蹭了一点口水。但是阮清又觉得自己没必要跟夏明之解释，他们2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阮清说道：“没有他们，也许你今天都见不到我了。”夏明之心头一跳，什么意思？阮清低头喝粥，声音含混地带过：“有次不小心出了点事故，是他们把我送医院去的。”夏明之再想问，阮清就不说了。他不是夏明之，会主动介绍自己的朋友与情人见面。阮清漫不经心的想，其实认识情人的朋友是世界上最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连恋爱关系都不一定长久，朋友的朋友又何须维持？吃完饭，阮清就把夏明之扫地出门了，甚至没准他留宿，并且郑重告知接下来的1个星期，他都可以不要在公寓附近出现了。夏明之抵着门，觉得自己有点凄凉。阮清摸摸他的狗头，微笑道：“我和他们很久没见了，总有点很多话要聊聊，你找严晨他们去玩吧。”夏明之心想，我又不是3岁孩子，还需要玩伴，我要的是老婆啊。结果阮清没给他再多说的机会，伸手就把他推了出去，大门咔嚓一下关上了。夏明之落魄无依的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看阮清真的没有收留他的意思，才失魂落魄的走了。而等夏明之离开了，阮清一个人瘫在沙发上面，手长腿长，像一条搁浅的美人鱼。他翻看着手机里面和袁叔还有小师傅的合影，有一张是3个人一起在医院的草坪上拍的，路人拍下来的，被他们要过来了。照片里是冬天，阮清被毛毯盖着坐在医院的长椅上，人瘦而苍白，但精神已经好了很多。袁叔正给他往嘴里塞便当，小师傅在旁边眉飞色舞的讲着什么，3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在冬日的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一想到很快又要见到他们了，阮清情不自禁嘴角泛起了一点笑意。其实他高中和袁叔的交集并不多，只是帮了袁叔一个忙，袁叔因而非常感激他。后来他被阮家放逐去国外，第1年过的人不人鬼不鬼，在学校里撞见袁叔的时候，袁叔甚至不敢认他。后来是袁叔一点一点接近他，知道了他的大概情况，哭着把他拖去看心理医生，阮清这才走上了漫长难熬的康复之路。最艰难的时候，阮清每次治病出来，袁叔都守在门外面，哭得比他这个病人凄惨多了。本来是无神论者的袁叔，那阵子经常去教堂捐款，病急乱投医一样，求着阮清一定要好起来。阮清至今都记得，袁叔拉着他的手一起站在教堂里，阳光从教堂的彩绘玻璃里透出来，袁叔迷茫的轻声说道：“你这么好，为什么上帝不给你幸福？”看着袁叔眼泪迷蒙的样子，阮清突然心口微微苦涩了一下，问：“我很好吗？”袁叔用力的点头：“特别好。”阮清，你特别好，那我可要快点好起来。阮清轻声回答道。然而2天后的机场，阮清把林安跟袁叔接上了车，林安坐在副驾上，袁叔一个人坐在后面，戴着一副超大的墨镜，气鼓鼓的，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林安悄咪咪跟阮清说道：“
他路上逮着机会就要痛骂一遍夏明之，现在又舍不得骂你，只能闭嘴了。袁叔在后头哐的一下踹了林安椅背，林安分分钟坐好，假装自己什么也没讲。阮清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他，觉得袁叔气鼓鼓的样子特别可爱，又忍不住去招惹他，撒娇一样喊圆圆。袁叔差点没绷住，从墨镜里瞪了阮清一眼。你们公寓都搞定了吗？阮清又转过去问林安。我自己有房子，圆圆公司给分了一个公寓。林安吐着一个泡泡糖。不过先在你家住几天，欢迎吗？住到天荒地老都行。阮清说道。袁叔终于忍不住了，从后面凑过来，阴森森地说：如果我在你家见到夏明之，我不保证自己会做出点什么。阮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把他赶出去了。袁叔看上去想说些什么，又咬着嘴唇憋住了，但是他忍了又忍。阮清听见他小声问了一句：你真的这么喜欢他？非他不可吗？他这一句是有点委屈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阮清。可是阮清听出来了他的妥协。他从听说阮清又和夏明之滚到一张床上以后，就气得辗转反侧，恨不得立刻飞过来把阮清带走。可等他真的见到阮清了，阮清笑起来云淡风轻的，他又无可救药的心软了。他这次对你好不好？袁叔又凶巴巴问了一句，不好老娘剁了他。林安在前头鼓掌，我支持你，先剁老二。袁叔又踢了一脚林安的椅背，就你话多。阮清的心几乎是立刻软了下来，他从后视镜里又看了袁叔一眼。袁叔的墨镜还没有摘下来，但阮清总觉得袁叔的眼睛有点红了。他想，如果袁叔现在真的拿自己要挟，要他和夏明之分手，他估计眼皮都不眨就答应了，因为他可以辜负夏明之，却绝不能辜负袁叔。是他把阮清拉出深渊的，所以阮清从来舍不得他伤心。圆圆，你知道的，夏明之一直是我求而不得的一段感情。阮清舔了下嘴唇，声音很冷静，我一直得不到他，就一直惦记他，整整4年了，我都被他困住了，我无法解脱。但如今我得到了，他对我反而没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了。袁叔愣愣的看过来，什么意思？也许这一次先厌倦提分手的可能是我呢。阮清淡淡的说道，他对于我很重要，但不会再重要到离开他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你不要怕我变成4年前的样子，我跟你保证。阮清声音很软，带着安抚的味道。袁叔一时间还没能消化阮清的意思，有点愣愣的，下意识觉得阮清在骗自己，但是仔细看阮清的脸又格外平静。林安从旁边瞥了阮清一眼，却没说话。今天的阳光也很好，从车窗里照进来，把阮清脸上每一处细微的表情都照了清楚。阮清确实看上去极其平静，眼神在阳光下像只高傲冰冷的猫。时间可真是能改变一个人。林安往下躺了躺，眼睛半闭的靠在座椅上，他腿长，缩在那儿，总有点委屈了双腿的意思。他听着阮清有一搭没一搭的安慰袁叔，变着花样哄袁叔开心。袁叔一开始将信将疑，现在已经有点信了。小骗子，林安心里头想到。他不由想起自己2年前遇到阮清，阮清整个人都像个才断奶的小兔子，怯生生的看着是个清冷高傲的美人，其实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吓着他。夜里总是睡不好，有时候只是打个盹也会做噩梦。如今阮清看着倒像是脱胎换骨了，随便走到哪里都迷人有风姿。但是身为教阮清学会如何勾魂夺魄的师傅，林安轻轻摇了摇头，心想贴了张狐狸的皮，里头却还是只小兔子，顶多算是断奶了，也就只能骗骗袁叔了。林安想到，他昨天睡得不好，有点困了，闭上眼也打了个盹。入睡前迷迷糊糊听见阮清跟袁叔说，我也许
这辈子都不会再取下锦环了。他心头突突的一跳，却又实在没力气睁开眼睛。因为林安睡着了，袁叔和阮清小声说了几句，就没有再交流什么。眼看着离阮清家里越来越近，袁叔头抵在车窗上，被阳光晒得微热的玻璃贴着他的额角。他已经取下了墨镜，直白的看着阮清。阮清看上去确实比他预想的要好很多。他作为陪着阮清康复的那个人，听见夏明之这个名字就寝食难安。他怎么都想不通，阮清这么好，要什么样的 alpha 没有，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可是这么多年了，阮清和林安都是受尽追捧的美人。可是林安的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阮清却像是开在荒野里的玫瑰。分明有的是人想要将她带回玻璃花房里精心照料，她却偏偏拒绝了所有人，宁可孤独的度过每一个长夜。如今阮清说她得到夏明之了，夏明之对她的吸引力就减弱了。也许有朝一日，她也可能厌倦了夏明之。袁叔衷心的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阮阮，袁叔在后头轻轻叫了一声。怎么了？阮清温柔的回应他。我这次回国内升职加薪喽，过不了几年我就可以买个大房子了。袁叔轻声道，我会给你做个小书房，会有你喜欢的落地窗，院子里也会种上玫瑰花。要是你不再喜欢夏明之，又不想再恋爱了，那跟我过算了，我照顾你啊。阮清开着车，好半天没说话。他想，如果他没记错，袁叔今年的新年愿望还是要脱单。好啊。过了许久，阮清才低声说道。袁叔还东倒西歪的靠在后座上。车子里很安静，阮清放了一点柔和的轻音乐，很适合休眠养神。袁叔小小的打了个哈欠，看着阮清越发精致的侧脸。他有时候真的希望自己可以把阮清保护在羽翼下面，就像阮清曾经给过他的那样。他刚认识阮清的时候，两个人只是同班同学，他对于阮清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柔弱好看的 Omega 而已。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比谁都柔弱的 Omega， 却在他遭到老师猥亵的时候声东击西救了他，拉着他一路的跑，跑得自己都体力不支跪在地上，还要让他赶紧溜。那时候的袁叔还没有日后的坚强与雷厉风行，遇到这样的事也不敢声张，哭得满脸都是泪。可是他被阮清牵着手一路逃跑的时候，却什么也不怕了。后来那个老师被翻出前科累累的旧债，坐牢去了。阮清还特地跑过来，悄悄的跟他说别害怕，那老师不敢报复他的。如今一晃眼，居然已经过去6年了。到了阮清的家里，三个人分工把行李拖下来，其中林安的最多，装了3个箱子。袁叔咬牙切齿，你到底是逃荒还是搬家？哪有这么多东西要带？精致小欧的生活，你们这些粗糙的贝塔不会懂得。林安拎着精致的红色行李箱一马当先，上电梯的时候还不忘跟擦身而过的一个帅哥笑了一下。那帅哥忍不住回头看了他好几眼，直到电梯门关上。阮清替他鼓掌，魅力不减当年。那是，林安得意道，天底下没有我泡不到的人类。袁叔忍不住提醒他，这儿就站着2个你得不到的人。林安冷笑一声，软软就算了，我斗不过夏明之那个占了天时地利的，但是你可不在我的烈焰名单上。阮清不得不伸手拦在中间，以防他俩打起来。进了屋子，宿舍分配也成了问题。林安整个人像八爪鱼一样缠在阮清身上，我要跟青青睡。凭什么？袁叔气得大叫，凭我们都是 Omega， 而你是 Beta。 林安得意的嘎嘎2声，袁叔当场暴走。袁叔跟林安是凑到一起就要斗气的，阮清有时候觉得也稀奇，明明这2人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好相处的脾气，然而一旦彼此碰上，不掐2句心里就不能舒坦一样。可他们又分明很要好，阮清不在的时候，林安还上门帮袁叔撕过给他使绊子的同事。
据说是抓到了严重的小辫子，带着新调上的猛 A 上门威吓，再敢给袁叔穿小鞋试试看。这事情阮清和袁叔都不知道，隔了好久才被另一个熟人抖落出来。袁叔才恍然大悟，我说那人怎么绕着我走了？然而下次见面还吵。如今三个人一起躺在阮清家的沙发上，好在阮清的沙发够大，躺下三个人也不觉得拥挤，像是回到了在国外的那段时间，一起吃着零食看无聊的综艺，互相分享自己最近得来的八卦。中间夏明之打了电话过来，阮清本来是要去阳台接的，却被袁叔和林安联手摁住，目光灼灼的看着他。阮清无奈的扫了他们两眼，妥协了，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把手机放到耳边。夏明之其实没问什么特别的，就是关心一下阮清他们安顿好没有，累不累。阮清听见他那边有说话声，问他在哪。在我哥家，我侄女和侄子在客厅里大战300回合，有点吵。夏明之说话声里带着笑意，阮清是知道他那一双侄子侄女的。当年阮清见到的时候，他们一个出生才几月，另一个刚满2岁。夏明之直接把软绵绵的小侄女往阮清手里塞，这么小又这么软的一个宝宝，比巴掌大不了多少，阮清慌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小婴儿的奶香气这么软，他又舍不得松手，心里偷偷羡慕夏明之的哥哥嫂嫂，一家人这么幸福。如今这2个孩子也到了满地乱跑打架的年纪了。我哥刚刚还问起你了，夏明之又道，他打发完侄子侄女，躲到安静的地方说话，电话里甚至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他问你最近有空没有，想让我带你回家吃饭。阮清不由沉默了一会儿。袁叔噼里啪啦换了好几个电视台，这几天不一定有空。阮清想了想，过阵子再说吧。帮我谢谢你哥。阮清其实挺喜欢夏明之的哥哥嫂子的，他俩都是温和宽容的长辈，不会干涉过多，但是对夏明之连带阮清都是掏心掏肺的好。可是当年他就是和他们走得太近了，后来猝不及防的切断了。阮清已经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再去拜访，但他不能这么告诉夏明之，只能拖着。夏明之有点失望，但没有表现出来，缠着阮清又说了几句话。他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漫无目的的走，花园里隐秘的花香味在夜色里似乎格外撩人。他抬头看着并不清晰的夜空，心里却想起那天阮清身上一点浅淡的信息素味道，明明是雨后花园的清新味道，却能轻易点燃他心头荒野里的火焰。他想阮清了。原先4年一天一天的熬着，以为今生都不能再拥有，也就绝望了，认命了，麻木的过着没有阮清的每一天。可现在阮清回来了，他吻过阮清的嘴唇，和他肌肤相贴的靠在一起入睡。他就像一个对阮清上瘾的病人，才离开他1天，思念已经潮水一样蔓延。我好想你。夏明之怅然的说道。这一声像从他心底最深处破土而出，通过电话传到阮清耳边。阮清心口颤了颤，像一滴雨从花上坠到他心尖上。可阮清却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过几天就能见面了。阮清说道。他们又说了几句，阮清说还要陪朋友，夏明之才恋恋不舍的挂了电话。阮清放下电话，发现电视已经从综艺节目换成了狗血8点档。复仇的女主一高跟鞋踩断了渣男的丁丁，惨叫声直入云霄。虽然是 Omega， 阮清也情不自禁觉得有点疼。他扭头悄咪咪看林安，林安也一脸蛋疼，表示跟自己无关。过了一会儿，袁叔僵硬的背部自己放松下来了。你以前不是跟夏明之的哥哥嫂子处的挺好的吗？为什么不去？他听见夏明之刚刚问阮清了。阮清盯着电视屏幕，现在已经切换到苦情剧了。一个柔弱的男孩子，下雨天被关在了门外。反正也不知道这次我和夏明之会走多远，何必跟他身边的人都处得这么好呢？
阮清说道。他这倒也是真心话，一旦有了感情，再分开总是会难受的。当年他就是和夏明之身边所有人都处得太好，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最后离开的时候，才会连和夏明之家里一起过春节的照片都舍不得删除。但我倒有点想见见夏明之。林安突然说道。袁叔啪的把遥控器一扔，坐直了问：为什么？林安无辜的看着他，阮清跟他在一起已经是既成事实，你难道不想去帮阮清把把关吗？袁叔皱了下眉，又坐回去。他心里天然交战，心想要是阮清真的没骗我，过阵子就把夏明之甩了呢，有什么可见的？一会儿又想，不管分不分，这个害阮清做了几年噩梦的人，总得见一面以后才方便扎小人啊。阮清推推他，含笑问道：你想见他吗？袁叔憋了好一会儿，才跳出来一句：见就见。他们三人在客厅里待到12点，袁叔终于扛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困得两眼发晕，先回房间睡觉了。他揉着眼睛跟两人道了晚安，奇怪的问林安怎么不去睡。林安还在往嘴里扔薯片，挥挥手说自己下午补觉了，精神好得很。袁叔嘀咕了一句夜猫子，就不管他俩了，自己先走了。阮清看着袁叔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又听见轻微的一声关门的声音。他回过头，他的小师傅，这个曾经与他在无数深夜里聊到天光大亮的人，现在还盯着电视屏幕，仿佛里面无聊的电视节目真的对他有什么说不出的吸引力。阮清心里微微叹口气，估计他的小师傅一时半会儿不会去睡了。圆圆今天很困了，估计5分钟就睡着了。林安咔嚓咔嚓吃着薯片说道：而且睡着就不醒。林安笑了一下，切换了电视，放到一个没那么嘈杂的频道上。他像是漫不经心，眼睛还盯着屏幕，随口问道：你下午跟袁叔说的是真的吗？一旦得到了，你反而会对夏明之厌倦。阮清从他怀里也拿了个薯片，咔嚓一咬。他抬头看了林安一眼，笑了一下：假的呀。林安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阮清的时候，得知他居然是想跟他学习如何变得风情撩人，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心想现在的孩子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突发奇想。但是只怪阮清长得好看，又乖又软的，对人还好。看他醉酒了，就给他擦脸喂醒酒药，在旁边守了他半夜。林安醉得睡眼朦胧，灯光下看着阮清白皙的脸和清瘦漂亮的手指，不老实的摸了2把，心想这么个美人还不如跟了我呢，所以后来就慢慢熟悉起来。林安第一次听到阮清跟夏明之的故事，知道他是因为夏明之喜欢那种情场高手，不需要承诺只图欢愉的人，他就也想变成那样。林安心里头觉得阮清傻的可以，苦口婆心劝他渣男算个什么东西。世界上3条腿的蛤蟆难找，3条腿的 A 遍地都是。以阮清的美貌和性格，喜欢他的人能排到3条街以外。眼光要长远。可是阮清摇了摇头。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排队买奶茶，天色已经暗了。冬天的风冷的直往人脖子里钻，阮清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奶茶，嘴唇红红的，声音还是软绵绵的。可是我喜欢不了别人了，我试过了，我没办法。阮清声音很淡，眼神也很淡，是那种认命了一般的味道。我这辈子估计只能喜欢他了。不过我也不是想拿什么复仇剧本，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回去夺回他。阮清对他笑了笑，我就是有点好奇，是不是我变成了他喜欢的那个样子，不再祈求他爱我，我再见到他就没有这么痛苦了。林安愣愣的看着阮清被冻得有点发红的脸，鼻尖是红的，脸颊是粉的，乍一眼看阮清像是哭了，可是再仔细看才发现他没哭，反而带着笑意。林安嘬了口奶茶，他要的是无糖，可是喝进嘴里才发现有点苦。
不好喝。那天他们一起回家，到了路口才分手。林安盯着阮清转身的背影，发现阮清是真的很瘦，走在风雪里像一根细瘦的竹，这么坚韧却又显得脆弱。那时候他还不太信阮清说的话，只以为他还在上一段感情里没能出来。然而只要时间够久，总会忘的。这世界上有多少感情熬得过时间，初时再是惊心动魄，山盟海誓也会被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磨平，到最后只剩下灰烬里的一点余温，摸上去还有暖意，却不会再烫手了。林安也不是没有暗恋过，他也有过求而不得的人。最死心塌地的时候，他一个人踩着沙滩边的海浪，以为他永生都不能再爱上别人了。可后来怎样，他还不是连那人的脸都快忘了。他心里这么想着，也没多在意，嘬着无糖的奶茶，后悔没加糖。结果3天后，他有事在阮清家里留宿，他看见阮清做噩梦了。噩梦谁都会做，可是阮清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死死的咬着嘴唇，咬的嘴唇都出血了，还一言不发。林安惊慌失措的把他摇醒，可他醒来以后，眼睛明明是睁着的，睫毛轻轻眨了眨，却像在梦里没出来。这屋子里很暗，他盯着林安的脸，却不是在看他，他把他认成了别人，也不说话，就这么一直看着他，眼睛里慢慢淌下眼泪。林安吓得不敢动，他以为阮清是梦游了，怕自己贸然行动吓着阮清。可是过了好一会儿，阮清的手慢慢的伸过来，很小心翼翼的看着他的神色，见他没有露出生气的样子，才胆怯的把自己的手放上去。林安听见他叫了夏明之的名字，很轻很轻的一声，春风拂过花枝一样，听得人心头一软。明之哥哥，我会很听话的，我不要你标记我了。他看着林安，小声又惶急的说，声音在安静黑暗的房间里如此清晰。我不会再求你永远跟我在一起了，你带我回去好不好？他拼命的忍着眼泪，小声的哀求，你别不要我。可是眼泪怎么忍得住？他躺在那里，眼泪从眼角落下来，不一会儿就晕湿了枕头。林安不敢动，他心跳声大的自己都能听见，整个人都呆滞住了。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阮清，他印象里的阮清一直清瘦苍白，但是为人冷静，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他知道阮清爱过一个错的人，但是每次阮清提起来，都是温和平静的，从不会破口大骂前任是个人渣。他以为阮清应该永远是这样的，可现在这个没有任何异样的夜晚，阮清从噩梦里醒过来，把他认成了别人，他的手轻轻的握着他，哭得这么可怜，却还要忍住，就为了求别人不要扔下他。林安觉得自己也想哭，他此时还不知道阮清与夏明之完整的那个故事，不知道阮清曾经在阮家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可是他被阮清小声胆怯的声音一勾，就难受的要哭出来，而阮清始终热切的看着他。林安不得不开口哄他，好，我带你回去，不会不要你。阮清的眼睛亮了一瞬，那种烟火一样的明亮，转瞬即逝。他似乎得了这样一句就心满意足了，又闭上眼睛重新睡过去了。林安以为他是安心了，正准备蹑手蹑脚的离开，他却听见阮清说了一句，你又来梦里骗我了。是这样的清醒又冷静。林安惊讶的回过头去，阮清却再没有说话，就这么乖乖的睡在已经被眼泪打湿了的枕头上，睫毛微翘，嘴唇红润，分明像个高枕无忧的小王子。而第二天起来，阮清似乎完全忘了昨天夜里的事情，正在给他准备早饭。他换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头发随便扎起来，鼻子上沾了一点面粉，自己却不知道。看见林安进来，就笑了一下，露出甜蜜的酒窝和虎牙。他又变成了那个温柔平静的阮清，除了过分清瘦了一点。
看上去没有哪里不对。他像是分裂成了两个人，昨天深夜里痛哭哀求的阮清已经被他遗忘了，活在白天的这个是已经走出来平静生活的阮清。可林安心里头却比昨天看见阮清再哭还要难过。他接过阮清给的面包，面包上刷了果酱，他咬了一口，觉得比昨天的奶茶苦多了。林安也不是特意想回忆起这段往事，可是他们此刻坐在客厅里面，电视里还放着嘈杂的家长里短。阮清一句轻飘飘的假的呀钻进他耳朵里，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都要喘不上气来，他倒宁愿是真的。他看着阮清还是温和白皙的脸庞，小仓鼠一样咬着薯片，看起来像个无忧无虑的金贵小公子。可是林安知道这都是假的，他也是后来才发现，阮清把自己的失控和痛苦都对袁叔藏得很好，因为他觉得袁叔为他操心太多了，他舍不得袁叔再为他伤神流泪了，所以他后来出现在袁叔面前时，总是已经平静温柔的模样。虽然对夏明之旧情难忘，却不至于影响生活。袁叔那时候忙于手里的项目，有时候连洗脸都没工夫，慢慢也被他骗过去了，心里乐观的觉得只要别再遇上夏明之那个王八蛋，别再遇见阮家，阮清就能重新有美好的一生。所以当林安告诉阮清他夜里会做噩梦的时候，阮清第一句话就是别告诉圆圆好吗？林安看了他很久，说好。一直到今天，阮清还在骗袁叔，却骗不了他。林安有很多话想和阮清聊聊，他不去睡觉，非要和阮清在客厅里耗着，自然不会是因为闲着没事。可是看着阮清清亮坦荡的一双眼睛，他又觉得自己什么也问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却是问有酒吗？阮清想了一下，只有冰啤。林安也不挑，跟阮清一人拿了2罐，转站到外头的阳台上，一人靠在一张躺椅上，看着外面夜凉如水，灯火阑珊。如今已经是夏天了，阮清公寓楼下的花都开了，空气里飘着若隐若现的花香，偶尔1-2只小飞虫路过。林安身上的信息素味道也掺在微风里，是柠檬苏打水一样的味道，淡淡的，不太像林安张扬明艳的性格，在夏天里却格外清新。你想问什么就问吧。阮清好心的帮他开口，他怕小师傅今天不说他一通，能憋得整夜不睡着觉。林安看他一眼，心里头闷得慌，他拉开了啤酒的杯口，喝了一口，冰凉的酒液一路流淌进他胃里，驱散了一点夏日的烦躁。其实阮清回国后是怎么跟夏明之勾搭上的，阮清已经告诉他了。袁叔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时候，也拉着他前后左右的分析。然而他思索半天，依旧看不懂夏明之和阮清如今的关系。他想了想，还是问出了心头最深的那个疑虑。你一直告诉我夏明之不喜欢你，那为什么你一回国他就凑上来了？林安皱着眉问道，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你。他最想不通的就是这个。他并没有见过夏明之，所有的了解都构建在阮清的讲述里。在阮清的描述里，夏明之是救过他的英雄，是温柔体贴的情人，是看似冷傲其实很有风度的绅士，但唯有一点，他从不爱人。夏明之平生最恨别人向他索取承诺，绝不愿意标记任何一个 Omega。 阮清当年就是犯了这个大忌，才会落得一拍两散，结局这般难堪。然而这次阮清回国是夏明之先找上门的，屋子外的玫瑰还没来得及都开放，阮清才刚入职第2天，夏明之的电话就追踪了过来，用的他还是他以前曾经丢弃的号码。他近乎热切地追逐着阮清，带他去见朋友与家人。在阮清和夏明之牵扯不清的这些日子里，一直是夏明之在主动。林安心里头是倾向于也许夏明之有点喜欢阮清的，他不是袁叔，还能天真的以为阮清过些年就能喜欢上别人。他陪着阮清度过了数个失声痛哭的长夜，
他太清楚了。阮清这辈子都被名为夏明之的牢笼困住了。即使有天阮清放弃夏明之了，他也不会再接受其他人了。所以他宁愿夏明之也是喜欢阮清的。阮清听出来了他的意思，他没有马上开口，自己也喝了一口冰啤。冰凉的酒液在逐渐燥热的夜晚很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他想起了韩琦传给他的那个视频，视频上夏明之醉到不清醒，却还魂不守舍的喊着阮清的名字，痛苦又迷茫的一双眼睛看得阮清心都揪起来。可是这就能说明夏明之爱他吗？阮清看了这个视频一遍又一遍，他想是不能的，这只能说明夏明之对他于心有愧，所以才对他念念不忘。阮清又连着喝了好几口啤酒，像是要冰冷的酒压一压心头的火焰与苦涩。他对林安说道：“安安，4年前他也说喜欢我的。”那时候夏明之的眼神也是滚烫的，好像他真的是他摆在心尖上的人，好像他前面20几年一直不懂爱人，遇到阮清却无师自通，学会了温柔与疼惜。阮清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想不通的，夏明之怎么能舍得不要他？他和夏明之恋爱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夏明之变了。夏明之从来不是会等人约会的性格，却愿意在阮清的学校外一等2个小时，就为了等被老师罚抄写的阮清下课。下雪天，他陪阮清去吃小巷子里的小吃，车开不进去，他就把阮清抱在怀里走进去。这么厚的积雪，走到店里，夏明之鞋子早就湿透了。捏捏阮清的脸说：“就你事多，等小吃上来了，却记得先帮阮清放调料，不多不少。”他带阮清和自己所有朋友见面，光明正大的介绍：“这是我家阮阮。”他把阮清带回家里过春节，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叫哥哥嫂嫂。除夕夜给阮清补了18个红包，说要他每一年都开心如意。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情人上心到这等地步。等阮清19岁的时候，谁都知道阮家那个一直被忽视的、似乎无足轻重的养子，不知怎的成了夏家2少爷的心尖人。夏明之亲自给他补办成人礼，当年阮家不在乎这个收养的孩子，别说是成人礼，连礼物都没有，就把阮清就这么给忽视过去了。偏偏夏明之不肯，在阮清19岁的时候大宴宾客，自己牵着阮清走出来，要所有人都看见阮清是有人护着的。阮清至今都记得那一年的烟火璀璨的盛开在夜空里，却只是昙花一现。可惜那一年他不懂，他其实跟着烟火一样，在夏明之心头盛开的时候灿烂至极，可是谢了以后也不过是一地残灰，无人拾取。他只是望着夏明之英俊的侧脸，第一次感受到被一个人放在心尖上是怎样的滋味。那时候我才19岁，我怎么能相信他居然是不爱我的？阮清眼睛发酸，他看着外头已经慢慢暗淡的灯火，声音在夜风里面变得愈发清晰。他问林安：“我怎么能相信呢？有一回我跟他走在街上，我没有看路灯，差点被车撞了。夏明之扑过来就抱住我，我整个人都在他怀里。他被撞倒在地，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而我只是擦破了手上一点皮。可是等他在医院里醒了，第一句话不是骂我，是问我撞到哪了吗？疼不疼？”阮清死死看着前方，睫毛甚至没有扇动一下。那一年夏明之躺在床上，刚刚清醒过来，他身边围了这么多人关切的看着他。可他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了在身边的阮清，问他疼不疼。明明是阮清害他受伤的，他却问他疼不疼。你让当时的我怎么敢相信他居然不爱我？阮清茫然的问林安。林安说不出话来。如果这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夏明之与阮清，如果他不是眼睁睁见证了阮清深夜里痛哭失声的样子，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这分明就是爱意，是满腔热忱，是把一个人看得比自己都重，是喜欢到无可救药。可这故事
偏偏发生在4年前的夏明之与阮清身上。他呆呆地看着阮清，他回答不上来。如果夏明之曾经是这样温柔地守护着阮清，那他又怎么能轻易地抛弃阮清？一别4年，他想不通。他听见阮清说：“我一直想不通，被他放弃的时候，我快要疯了。我以为所有人都会不要我，我的母亲、阮家都不希望我活着，但我总以为夏明之会要我的，可原来他也不爱我。”阮清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还是很平静，像在讲述一件无关紧要的旧事，不过是压在箱底的一段陈年锦缎，如今褪色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可是他的脸色却苍白的像纸，嘴唇也泛着白，只有眼睛是乌黑的，睫毛像只不安的蝴蝶，轻轻的扇动着。他的手指在冰凉的啤酒罐上慢慢握紧，铝制的啤酒罐微微的凹陷下去。万一，林安看着他，忍不住问，万一他是爱你的呢？只是4年了，他没敢找你。林安是真的这么想的。他不是想为夏明之说好话，他又不是夏明之的朋友。如果可以，他恨不得阮清这辈子都不和夏明之再扯上联系。但如果这4年只是一场误会，如果阮清一直爱着夏明之，夏明之也分明一直在等阮清，这对于苦苦挣扎的阮清也许是件好事。阮清也知道他会这么问，他望着窗外的月光，他又何尝不希望只是一场误会呢？最好这4年都是一场镜花水月，醒过来一切都还如旧。夏明之还是他温柔体贴的恋人，他们之间没有隐瞒，也没有错过，就这么白头到老。可他出到国外的那2年，之所以会过得这么苦，就是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夏明之居然不爱自己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折磨得他日夜难眠。他在水面上望着自己的倒影，已经瘦成了清瘦苍白的一个鬼魂，被放逐到了离夏明之千里之外的地方，却还不死心的想再看他一眼。他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2年，窗外的玫瑰花开了又谢，一直等到冬天的雪覆盖下来，到处都是萧条冷落，他才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终于说服自己接受夏明之原来不爱他。如今阮清已经能够平静的解释这件事了。他望着林安问道：“安安，你知道我跟夏明之的信息素是高度契合的吗？”林安是知道的。那你知道我们契合度是 A 级吗？最高级别。林安愣住了。AO 之间的契合度一共有6个等级，等级越高 ，AO 之间就越是会互相吸引。这吸引力强大到，即使只是在街头擦肩而过，下着雨，无数的雨伞把行人都遮盖住， A 也能够凭着一点信息素的影子，把与他高度契合的 O 找出来。所以当阮清拿到那份简单的报告的时候，看见上面那个红色的 A 级，愣了许久。A 级，天作之合。连递报告给他的护士小姐都忍不住说了一句恭喜。可阮清像一个前半生都潦倒的乞丐，乍然间就获得了一笔不可想象的意外之财，从此金屋软枕，却还惴惴不安，疑心这是假的。他的手指在那个 A 级上摩挲了许久，好半天才小心翼翼的笑了出来。他想夏明之对他的种种不同，如今终于有了解释。他们是天作之合，他是注定要属于夏明之的 Omega， 所以夏明之遇上他以后，才会一夜之间学会了爱人。阮清还记得自己那天把报告小心的收好，雀跃的走出了鉴定中心。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与夏明之分道扬镳，兀自开心喜悦。可如今再回忆起这些往事，阮清只觉得疲惫。他轻声问林安：“你说这么高的信息素，又是发情期，当欧把信线都送到了 A 的牙齿之下，这个 A 但凡有一点喜欢和爱，都做不到推开吧？这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此高的契合度。即使是2个陌生人，当欧处于发情期，在信息素的作用下
A 都会难以抵抗住诱惑，去完全标记这个 Omega。可是夏明之忍住了，他不仅忍住了，而且是立刻就推开了我。阮清又喝了一口酒，他好像又看见了那间卧室，床头还放着一束蓝紫色的小雏菊，插在玻璃花瓶里，眼下被打翻在地，玻璃碎片与蓝紫色的花混在一起，里头的水逐渐晕湿了一小块地板，满室都是杏烯素的味道，它的和夏明之的檀香味与花果的香气融合，混合出了一种暧昧灼热的气息。可他被夏明之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当他在床上解开颈环，试图让夏明之标记自己以后，那是阮清第一次看见夏明之暴怒的脸。那个从车祸里醒过来，第一时间却是问他疼不疼的夏明之，把他摔在了地上。他疼的眼泪都出来了，手臂都撞破了，也没能换来怜惜的一眼。那个在下雪天把他抱在怀里的夏明之，那个给他过19岁生日的夏明之，咬牙切齿的看着他，眼睛赤红，仿佛他们不是刚刚还在相拥亲吻的恋人，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阮清瑟瑟发抖的看着他，有一瞬间，他觉得夏明之看着他的眼神是憎恨的，像要把他撕碎。他才19岁，从出生到如今，只做了这么一件坏事，就立刻被惩罚了。他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求夏明之原谅自己，但他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夏明之就走了。沉重的大门关上了，把他们1年多的时光与阮清通通抛下了。那天是我不对，设计他要他标记我，本来就是一件卑劣的事情。阮清叹了口气，如果是我现在，我可能至死都不会选择这么做。可当年他才19，他在阮家困了10几年，什么都没能得到过，没有人叫过他。原来爱不是占有，不是死死攥在手心里就能抓住的。夏明之是他19年来唯一渴望的，想要永远留在身边的人，所以他卑劣的不择手段，也想把夏明之留在身边。最后他也得到了惩罚，他亲手把夏明之推远了。阮清低声的笑了2声，为当年那个愚蠢天真的自己。他喝了一口酒，状似轻松的问林安，你现在还觉得他爱我吗？林安说不出话来，因为答案是否定的。他难过的看着阮清月光下的侧脸，就像阮清说的，即使是陌生人，高度契合的 A 与 O， 在发情期也难以拒绝彼此的结合，何况是相爱正浓的2个恋人。除非夏明之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并且一直在防备他。阮清也觉得自己像个笑话。其实他不该再说下去了，话到这里已经够了。他不是习惯于揭开自己伤疤的人，可是也许是他已经有点醉了，也许是与夏明之的重逢让他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他看着林安，这个陪伴自己多时的，对他永远温柔的小师傅。阮清叹了口气，自己也觉得自己当年可笑。我当时太傻了，都到了这样的地步，还幻想他会回来。夏明之把他扔在地上，头也不回的走了。而他当时还在发情期里，刚刚还温柔搂抱着他的 Alpha 离开了他，结合被迫中断，发情热就气势汹汹的席卷而来，烧得他站都站不住，只能匍匐在地上。可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拿强效抑制剂救自己，而是在给夏明之打电话。我给他打了17通电话，第18次他关机了。阮清永远记得，他蜷缩在家里的地板上，手机就在他面前，里面却提示对方已经关机。夏明之已经厌弃到甚至不愿意接他电话。夏明之身体力行的告诉了他，即使是高度的契合，只要他想，也不过是一夜废纸。阮清喝完了罐子里最后一口酒，酒已经变温了，落在喉咙里却还像刀子一样疼。阮清看着头顶朦胧的月光，4年前他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月光。后来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去问护士小姐，他的手机响过没有。护士小姐满含同情的看着他，
一个被 Alpha 在发情期就抛下的男孩子。醒过来第一件事却是询问电话响过没有。没有。护士小姐不忍的低声回答。阳台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除了微风擦过树枝的声音，什么也没有。阮清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哭出来。林安也不知道自己该问些什么了，他本来有的是话想要和阮清聊一聊，可如今他看着阮清，却发现阮清比他想的还要清醒。他自始至终都像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永远都铭记着自己4年前的过错，却还能对着如今的夏明之予取予求，情深似海。林安靠在自己的膝盖上发呆，他想起很久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他问阮清，夏明之对他到底是怎样的存在？阮清想了想，说，他是我的玫瑰，是小王子的那朵玫瑰。这星球上有成千上万朵玫瑰，每一朵都很美，可是只有夏明之才是属于他的。但如今阮清已经醒了，他已经放弃了拥有这朵玫瑰了，因为这朵玫瑰始终不会爱任何一个人，它只属于自己，但他却一如既往的还爱着他。轻轻，林安小声叫了阮清一句，他伸出手牵着阮清的手，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阮清温和的看着他，其实他真的没有这么难过。那天韩琦给他的视频，还是多少给了他一点慰藉的。夏明之多少还是喜欢他的，虽然这喜欢也许和喜欢一只娇憨的猫儿没有多少不同，却好过一点没有。等到夏明之离开他的那天，他也许还能凭着这一点爱意继续熬过余生。青青，你在等他离开你，是吗？他的小师傅永远这么聪明。阮清脸上露出堪称甜蜜的笑容。是啊，温柔和愧疚都是不可靠的，早晚有一天会被时光耗尽。他已经体验过一次，所以早早知道了结局。阮清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颈环，这么冰冷束缚着他的脖颈，却让他从心底里感觉安心。我再也不需要谁来标记我了。这天晚上，林安和阮清一起躺在阮清的卧室里，就像以前每次深夜谈心一样，头挨在一起，像是变成了2个相依相偎的小孩子。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他们也经常这样靠在一起。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出来，露水一样凉。窗台上摆着一溜排小小的多肉植物，阮清伸出手去，就有一点亮光落在指尖上。阮清觉得缘分还是挺奇妙的。他在国外的前2年，先是遇见袁叔，拉着他走出深渊。等他好了一点，袁叔变得忙碌的时候，上天又把小师傅送来了他面前。阮清有时候想想，觉得自己运气也不算太坏。卧室里的被子是新换的，有股好闻的味道，被子很软。阮清乖乖的蜷缩在里面，眼睛眨着，还不肯睡。他在被子底下拉着小师傅的手，低声说，我们刚刚说的都不能告诉圆圆，不然他一定会担心。林安无奈的叹了口气，好。阮清微微的笑了，又道，我们把今夜一笔勾销，明天谁也不记得。林安沉默了一下，却还是点头，好。这天晚上他们睡得都很晚，但阮清没有再做噩梦。阳光从窗帘里透进来的时候，阮清就醒了。他睁开眼睛，外头已经是阳光明媚，能听见阵阵鸟鸣。又到了新的一天。袁叔醒过来的时候已经9点多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应该是起得挺早，结果路过客厅一看，阮清和林安并排躺着在那敷面膜，2张青绿色的脸，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早晨也有点吓人。袁叔抬手摁了摁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大早上你们这是想吓唬谁？他问道。小师傅非说这个面膜早上贴比较好，拉着我一起实验。阮清为了不牵动脸上的面膜，小声的说道。厨房里有早饭。阮清提醒他。袁叔才不要吃早饭。
他仔细研究了一下阮清和林安的脸，发出心里不平衡的声音：你俩敷面膜为什么不喊我？林安翻了个白眼，指了指旁边的袋子：你的那份不是在那儿吗？5分钟后，沙发上并排躺着的人又多了一个。袁叔一边敷一边问：这什么呀？味道怪怪的，还挺凉快。5000一张，请你稍微珍惜一点。林安又翻了个白眼：会员制的你晓得吗？多了没有？袁叔这个财迷顿时觉得脸上一股金钱的味道，赶紧又摸了摸。林安掏出手机给他俩看自己最近新泡上的 Alpha。 阮清和袁叔好奇的凑过来，只见照片上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生，身高目测绝对有1.8米，肌肉线条流畅，露出6块腹肌，背景是海边，灿烂的阳光，金色的沙滩，还有年轻美好的肉体，堪称完美结合。年龄小了点，才刚20，不知道技巧好不好。林安说道。袁叔白了他一眼：不要在母胎 solo 面前说这种话，老娘至今还没有性生活，就算这样，我也不会出于可怜跟你睡的，请你自重。林安道。阮清轻车熟路的挡在中间，防止他俩掐起来。10几分钟后，3个人分散在2个浴室里面洗掉面膜。林安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毛孔，问阮清：你说有效果吗？灯光底下，阮清颇为无语的看着林安嫩的像剥壳鸡蛋一样的皮肤。你本来皮肤就很好，就算有效也不明显啊。阮清笑道。说的也是。林安很赞同。3个人一起把早餐吃掉了。袁叔不知道昨天在他睡着的时候，这个屋子里发生了怎样的一场谈话。他跟阮清太久不见了，有的是话要说，中间还要跟林安斗嘴，一顿饭吃的鸡飞狗跳的。下午谁也没有出门，就这么坐在一起聊聊天，浪费光阴，却也觉得很幸福。傍晚的时候，3个人一人捧着一杯果汁看日落。果汁是混合的，小师傅往里面加了一点蜂蜜，甜滋滋的。袁叔争分夺秒抽空看了下工作。林安还和那个小男生在聊骚。阮清无所事事，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这还是平常普通的一天。可他却觉得今天的落日照在身上，似乎要格外暖一点。我们老了的那天，也会这样坐在一起看落日吗？阮清问。当然会啊，袁叔头也不抬，不仅看落日，我还要找你蹭饭。我那时候应该睡遍了猛 A 吧，也该歇歇了。林安一边手指如飞夸小鲜肉腹肌好看，一边说道。阮清笑了笑。那就好。今天夏明之一直没有打电话过来，好像真的遵循了阮清的吩咐，乖乖的不来打搅他们朋友相聚。阮清也不太想打电话给他，昨天跟林安聊了这么多，让他多少有点疲惫。今天晚饭是林安做的，他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阮清乐得轻松，让出了厨房，本来他就不怎么会做饭。袁叔悄悄的跟他咬耳朵，你说他真的不会炸厨房吗？林安可是有过前科的，实在不行就点外卖。阮清也悄悄回答。林安还不知道这2人背后都是怎么编排他的，煞有介事的拿着刀对鱼肉下手，身上还穿了一个骚粉色的小围裙，袁叔怎么看怎么像情趣款。但林安说自己厨艺进步不是吹的，晚饭味道很不错，摆盘也很精致，还有个胡萝卜雕花，分分钟可以发到朋友圈秀一下。泡男人的时候顺便练的，林安对着袁叔谆谆教导。不过你只要有1、2个拿手菜就好了，全能厨师那应该在饭店，而不是在豪华大床上。袁叔忙着吃烤肉，懒得理他。他又去看阮清，阮清连忙表示夏明之会做饭，比我好吃多了。袁叔嘴里咬着肉，问他为什么从来没见你泡过女 alpha， 都是男的。我呸，谁说我没泡过？林安不服。阮清跟袁叔的视线顿时亮得像灯泡，催他
那你倒是讲讲。结果林安咳嗽了一下，我初恋就是个女性 Alpha， 长得是特别御姐有气场，把我迷得五迷三道的。林安咬着嘴里的勺子，思绪稍微有点跑远。当年他还比较纯情，隔着花园的铁栅栏和那人接吻。蔷薇花在夏日里开得艳红，他紧张得手，心里都在冒汗。他至今都记得那人的性激素的味道是烟火的味道，不太好闻，但是却足够让人印象深刻。然后呢？林安迟疑了3秒，再吹嘘一下和老实交代里选择了后者。然后他把我甩了。袁叔倒抽一口凉气，你居然也会被人甩？林安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抗议道：当年我才几岁啊，我才是被糟蹋的那一个。但他马上又笑嘻嘻了，不过现在好了，都是我糟蹋别人。林安没再就这话题多聊，3个人很快就转到了别的话题上，聊起了以前学校里教授的八卦。但阮清不由看了看林安的眼睛，刚刚说起他初恋的时候，分明是低垂的。到了晚上，夏明之的短信还是出现在了手机上。阮清本来以为夏明之真的会一整天都不打搅，心里头还暗自惊奇，觉得不太像夏明之的风格。没想到夏明之一直等到凌晨，才偷偷摸摸的给阮清发了条信息。这时候阮清都已经快睡了。刚刚他和袁术、林安看了一部恐怖电影，袁术跟林安闹着要看的。除了阮清，他俩对这种片子都怕的不行，偏偏越胆小越想看。今天好不容易逮到人多，立马就翻出了自己的珍藏。眼下小师傅已经在他旁边睡着了，可怜巴巴的把自己缩成一团，时不时还抖2下。阮清翻开了夏明之发给他的短信：你睡着了吗？阮清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忍心当没看见。没有。很快夏明之的消息就又来了：我在你家楼下。夏明之还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确实就是阮清公寓楼下的样子。阮清悄悄的起身，走到客厅里，拨通了夏明之的电话。夏明之秒接：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他问道。我刚刚在我哥那里的，突然间想你了，就过来了。夏明之说道。我待一会儿就走，只是想看看你，听你说几句。阮清走到阳台往底下看，只见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他熟悉的高挑俊朗的身影，孤零零的站在灯光底下，竟然显得有点落寞。算了，你等我下来。阮清说道。阮清没一会儿就下来了。夏明之疾步上前，一把把阮清抱进了怀里。他们在灯光底下接吻，夏明之含着笑意看他。阮清穿着居家服，头发有点凌乱，软软的覆盖着额头，被他亲了2下就小小的喘气。我们这样像不像背着家长在偷情？夏明之含笑问他。阮清无奈的笑了下，然后下一刻他又被夏明之吻住了。只是这次夏明之嘴里含了一颗糖果，柠檬味道的，微微的酸和清甜混合在一起，融化的糖浆粘在2个人的唇舌上。你以前就喜欢这个糖，是不是？夏明之低声问他。阮清勾住了夏明之的脖子。当年他还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夏明之也总是来找他，说是来慰问他学习辛苦，结果却拐着他翘掉了晚自习，躲在阮清学校里的竹林里接吻。竹林里一股淡淡的竹叶清香，月影扶疏，阮清被他亲得腰软腿软。他那时候总是喜欢吃糖，夏明之管也管不住，有时候急急忙忙跑出来，嘴里还有没有化掉的糖块。亲吻的时候，这一颗小小的糖果就彻底融化了。我真想把你藏起来。夏明之准了一下阮清的嘴唇。他刚刚开着车过来，其实没有真的想打扰阮清睡觉，他只是太想他了，想开到阮清家的楼下，看一看阮清家的灯是不是还亮着。可是等他真的到了楼下，望着12楼那一扇小小的窗户，透出一点暖黄色的灯光，他的阮清就在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后面。
夏明之想到这一点，又忍不住的想马上见到阮清。如今阮清被他抱在怀里，他才觉得灵魂落了地，心也落了地。他看着阮清白皙清秀的脸，他其实这2天趁着和阮清见不到面的功夫，再给阮清准备一个礼物，但他心里也惴惴不安，不知道阮清会不会喜欢。他抱了阮清一会儿，就似乎又汲取到了一点力量。阮清乖乖的任他抱着，一点没有反抗。回去吧，夏明之压下心头的不舍，主动说道：“我就是想来看看你。”阮清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可是等他真的走进了楼道里，在暗处看了一会儿，夏明之却一直还在路灯下，没有离开。等阮清回到自己家里，趴在阳台上往下面看，夏明之还是没有走。夏明之在阮清楼下站了整整1个小时，也不做什么，就是靠在车盖上沉默的抽完了一支烟，而后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阮清公寓里透出的灯光。阮清隐在了暗处，夏明之看不到他。他陪了夏明之整整1小时，夏明之却不知道。最后夏明之开车离开的时候，阮清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夏明之与他亲吻时融化的那颗柠檬糖其实是很酸的，慢慢渗透进心里，酸的他心都揪成了一团。自从他回国与夏明之重逢以后，他总是会情不自禁的觉得4年前的夏明之又回来了，那个看着他的眼睛里永远带着光的夏明之，学校外等他的夏明之，奋不顾身保护他的夏明之，似乎又回来了。可他却再也变不回那个赤诚天真笃信着夏明之会爱自己的阮清了。在林安和袁叔回国的第3天，出门前阮清接到夏明之的电话。夏明之向来是八风不动，天塌下来眉毛也不会抬一下的，此刻却有点紧张。昨天晚上他就提前跟阮清打听了林安和袁叔的口味与习惯。阮清听见夏明之在电话里说：“阮阮，你的朋友要是不喜欢我，你会不会选择跟他们走？”他问的傻里傻气的，难得有点惴惴不安，甚至不太像他了。以前阮清坐在台下，看他上台发言领奖，演讲稿都没有拿一份，面无表情的致辞，别说是紧张了，根本就是走个过场。后来被媒体痛批张狂，又挖出他的家事，暗指他是因为夏家在背后撑腰，谁也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有水分。可如今不过是普通的一次见面，他却像个不安的大金毛，恨不得出去转2圈。夏明之以前一直不懂，为什么他遇见阮清的事情就失去了从容淡定，失去了那份冷眼旁观的冷静。他从来没有深入去想过，只是像个天真孩子，本能的去对阮清好，把他觉得阮清需要的一切捧到他面前，就为了看阮清笑出来，露出小小的虎牙。他那时候太愚钝了，从来没有思考过这就是爱。如今他懂了，他开始患得患失。而阮清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抬眼看见袁叔跟林安也在准备，严阵以待的样子。袁叔换了3个口红颜色都不满意，阮清不由笑了笑：“不会的，他们从来都不干涉我的选择，他们只是一直在我身后陪伴我。那你快点过来。”夏明之恋恋不舍收了电话。见面的气氛比阮清想的要好一些，林安跟袁叔都没有表现出什么，仿佛他们和夏明之真的是不熟悉的陌生人。因为阮清才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了认识的机会。包厢里很安静，却能听见外头流水的声音，花木的影子映在玻璃窗上，地板也是玻璃做的，踩在上面能看见透明水面下红色的金鱼摇头摆尾。夏明之细心的照料着阮清，他倒不是故意表现给林安和袁叔看的，只是习惯了把阮清放在身边照顾。袁叔看见这一幕，眼帘垂下来，把一个虾扔进了林安碗里。夏明之倒是真的不认识袁叔和林安，但他知道这2个人是一直在国外照顾阮清的朋友，也知道他们对于阮清的重要程度非同一般。
他真的想讨人喜欢是很容易的，一开始都是他在说话，态度声音都很温和，看不出一点坏脾气。跟林安聊起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文学大家，聊着聊着，林安情不自禁就回应起来。一顿饭没什么波澜就吃完了，阮清到最后才悄悄松了口气。出了餐厅的门，在夏明之过去开车的时候，阮清和袁叔站在屋檐下。他跟袁叔说，我其实挺担心的，我怕你是因为我勉强自己。圆圆，无论什么时候，我不希望你勉强自己。阮清认真道，我做出什么选择都是我自己需要承担的，你已经帮过我太多了，所以不要再为了我为难你自己。袁叔默默看着眼前的喷泉，不知道该如何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为难的，我知道那时候给你带来更多痛苦的是阮家，而非夏明之。他最后说道，我只是怕你再次爱上他，为他痛苦挣扎，但我又希望你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他努力的对着阮清笑了笑，你跟我保证，你永远都不会再因为他而放弃自己。袁叔说道。我保证。阮清郑重说道。他把手上的手表解了下来，让袁叔摸着自己手上那个纹身，振翅欲飞的黑色蝴蝶，翅膀底下埋着2道浅浅的伤疤。圆圆，你看，伤已经愈合了。袁叔轻轻碰着那2道细细的疤，即使这伤疤已经被掩盖住了，但他还是清晰的记得他们的位置。在国外最初的2年，他曾经无数次在阮清去接受心理辅导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我相信你。那我再信你一次。袁叔轻声说道。又过了几天，袁叔和林安都各自搬去了新家，阮清陪着他们搬东西。林安住在一个街道的小别墅里，别墅外头是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种着高大的梧桐，夏日里面天然洒下了一片清凉。袁叔则是公司给准备的高层公寓，更靠近市中心，离他上班的地方也很近，他俩的家离得不算远。阮清不由问，你们俩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还能互相照顾？袁叔正在开车，闻言翻了个白眼，谁照顾谁？我工作可忙了，别来添乱了。林安更加直接，我可是要带人回来玩各种 play 的，吓到这个单身狗就不好了。有那么一瞬间，袁叔很想带他一起同归于尽。夏明之知道袁叔跟林安今天搬家，还特意送来了花跟礼物，直接送到门上，顺便帮忙联系了专业的搬家安置公司。所以林安跟袁叔只用翘着腿在沙发上啃苹果。他们都是刚回国，夏明之考虑到他们对这个城市还不熟悉，安排的很是周到。林安咔嚓咔嚓啃着苹果，说道，算他多少还有点用。等搬家公司一通忙活，最终林安的小别墅已经变得很是温馨。3个人开了一瓶酒，算是庆祝。庆祝林安搬家成功，袁叔升迁，也庆祝阮清在这个城市里不再是孤身一人。林安跟袁叔刚搬走的那2天，阮清还有点不习惯。他原先并不觉得自己的公寓空旷，如今乍然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却也多少觉得有点落寞。走在屋子里都能听见脚步的回声。不过他们都不是非要与朋友捆绑的人，彼此都是成年人，都拥有各自的生活，没有几天也就都步入了正轨。袁叔每天忙得飞起，小师傅依旧过着浪荡美好的生活。阮清跟夏明之也恢复了约会，他最近在夏明之家里留宿的次数也增加了，夏明之大概是有几天没见到他，心里头若有若无的，总有点患得患失，因而加倍的黏着他。眼下夏明之正在浴室里洗澡，阮清靠在枕头上看手机，看着看着，他就看见某条本地新闻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阮思雨。名义上来说，他算是阮清的表哥，他的父亲是阮三小姐的亲哥哥。新闻上报道说，阮家这位孙辈里排行第2的小少爷深夜飙车，还是酒后驾车，被交警拦下以后破口大骂，
如今正接受调查，阮家的发言人出来替阮思雨向公众道歉，但阮思雨本人并没有什么歉意流露出来。新闻上还提到过几天就是阮家老爷子的大寿，孙儿却献上这样的贺礼，不知道阮家老爷子是否乐意笑纳。阮清都快忘了，原来过几日就是阮家老爷子的大寿，他答应了邀请，说会去。请帖倒是早就送到了他和夏明之的手里，请帖描金绣银，一贯是阮家铺张豪奢的暴发户风格，请他们务必到场。中间阮家老爷子身边的助理还给他打了个电话，关切的问小少爷最近是否还好，生活工作上若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阮清觉得挺有趣的，当年他在阮家生活的时候从来没被叫过一声小少爷，如今早就一拍两散，倒有人上赶着献殷勤。阮清借口要去开会，没再听下去。如今看见这条新闻，阮清心里暗自摇头，阮家的几个子孙比起他的几个世交家真的是差远了。阮清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就听闻过他几个名义上的哥哥在学校里闹出过多少乱子，唯一的一个女孩倒还算文静，却早早被送去了国外，只有过年才回来。这个阮思雨就是几个不成器的子弟里比较突出的一个。阮清在阮家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顾及阮三小姐，从来不主动出去招惹谁，安分的当一个透明人。其他人倒也没怎么搭理过他，唯独这个阮思雨，不知道是哪里看他不顺眼，当着面就骂过几次他不是阮家人，不过是孤儿院的一个小杂种，也敢来跟他们平起平坐。等他后来和夏明之在一起了，阮思雨嘴里更是不干不净，直言他是爬了夏明之的床，麻雀想变凤凰，却也不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福气。他身边的人自然不敢去和夏明之嚼舌根，只是一味捧他，却不想有一次不走运，有一次他又不干不净说着阮清和夏明之的关系。夏明之就在他身后听完了全部。夏明之是不爱废话的，他喜欢直接动手。当夜阮思雨就进了医院，伤的不算重，却也见了血。夏明之向来不在乎自己嚣张跋扈的名声有多差，却听不得别人污蔑阮清一星半点。在病房里还不忘警告阮思雨，如果他再听见点关于阮清的风言风语，他一概算到阮思雨头上。我倒想看你是不是有9条命，这么抗揍。夏明之皮笑肉不笑的看他，吓得阮思雨又是一个哆嗦，夜里都要做噩梦。可是这件事情到底还是闹开了，阮思雨再不成器，在阮家看来也是自己的孩子被打了，只是不知道夏明之怎么威逼恐吓阮思雨的，当真没有扯到阮清头上，只说阮思雨嘴里不干不净骂了夏明之才被打的。夏家的老爷子震怒，夏明之被罚着在屋里跪了2天，挨了老爷子一顿揍，又2天里滴水未进，放出来的时候人都快虚了。但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阮清的。阮清当时还在学校里念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也不知道，一心一意等着周末被夏明之接出去过2人世界。后来还是聚会的时候，张恒星说漏了嘴，阮清才知道，那时候夏明之背上的伤口早就结痂了，而阮清已经被他带回去夏家，和自己的兄长见过面了。阮清看着这则新闻沉默了许久，这些就是一点一点躺在那里，看似无关紧要，却都是连着他心底的血肉。夏明之已经洗完澡出来了，水珠挂在他结实的肌肉上。阮清抬起眼，望见夏明之背上深深浅浅几道疤痕，并不怎么显眼，看着也不狰狞。这些疤痕倒也不全是因为他才落下的，夏明之自小就不安分，没少挨家里责罚，但阮清知道这里面起码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夏明之坐到阮清身边，问他在看什么。随便看看新闻。阮清把手机倒扣着放在被子上，他凑过去抱住了夏明之。夏明之身上是热的，还有一点没擦干净的水珠，弄湿了阮清一缕头发。
他突如其来的一点撒娇，倒是让夏明之有点惊喜，一动也不敢动，就这么任他抱着。阮清的手指悄悄抚摸着夏明之背后的一道伤疤。窗外夜凉如水，蔷薇花已经凋谢了一半，只留下一点残红，还点缀在墙头。后面的几天，阮清又忙起来了。他们这个工作就是这样，清闲一阵又忙碌一阵。阮清连着几天都加班，晚饭都没空吃，更不提有时间搭理夏明之了。夏明之在心里把阮清的老板痛骂了800遍，结果骂着骂着，突然想起阮清公司是周家的，又不是别人，他不能作为阮清家属探班，还不能作为老总朋友去看一眼吗？夏明之顿时找到了理由，当即打电话给老周，光明正大的开着车去探班。阮清不知道他过来了，更没有想到夏明之探个班，差点探出2个人重逢后第一次矛盾。阮清公司来了个混血模特拍封面，很年轻英俊的一张脸，才19，鲜嫩的不像话，笑起来阳光开朗，一到镜头前却眼神深邃，勾走了组里好几个小姑娘的魂，工作都心不在焉。阮清他们这个杂志不止一个板块，这个模特是隔壁组请来的，跟阮清没什么关系。但棚拍的时候，阮清正好跟隔壁组聊完工作，就也在现场。他看了几眼，发现这个模特长得居然有点像年少时候的夏明之，尤其是穿着一件简单利落的白色衬衫，却解开了好几颗扣子，露出大片肌肤和结实的手臂，眼神冷冷的看过来，满是桀骜不驯的味道，侧脸和夏明之格外相似。阮清被这一眼看的心脏都漏了一拍，他本是要离开的，却不知不觉就站住了，手里端了杯咖啡，也没有尝出滋味。那个模特在镜头前摆着各种造型，阮清心里想，如果眼睛不是蓝色的，就更像10几岁的夏明之了。他不知怎地，还微微有点可惜。他遇见夏明之的时候，夏明之就是19岁，正是轻狂的年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却会牵着阮清的手送他回家。路灯下，2个人的影子一高一矮，透着点亲密无间的味道。那时候阮清还很小，对于夏明之来说，只是个身世有点可怜的小孩子，遇见了就随手帮一把。可他却是阮清的情窦初开，好长一段时间里，阮清的审美里根本没有夏明之以外的人。其他年轻的男孩女孩迷恋明星，下课的时候凑在一块儿叽叽喳喳讨论哪个更好看。阮清虽然也跟着聊几句，心里却偷偷说哪个都没有明之哥哥好看。如今有个人隐约有点夏明之年少时候的影子，阮清忍不住就多看了一会儿，但他没想到他拿别人当风景看，人家也看上他了。棚拍一结束，阮清也准备走了，这个19岁的男孩子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支玫瑰花，大大咧咧跑过来撩阮清。你好，我叫林卡尔。这个年轻男孩一点也不见外地，自我介绍道。林卡尔，不中不洋的一个名字，仿佛翻字典乱取的。但架不住人长得好看，他也知道自己的外貌天然占据优势。聊起阮清丝毫不虚，小狼狗一样围着阮清打转。现在已经快下班了，他拦着阮清不让走。他刚刚就看见阮清了，人群里头，阮清穿了件暗绿色的上衣，衬得肌肤新雪一样白皙，扣子明明扣到了最上面一个，充满了禁欲的味道。但他偶尔侧头和身边的人说话，露出天鹅一样白腻的脖颈，看得林卡尔心头都跟着热了一下，搞得林卡尔几次拍摄都有点走神。拍摄一结束，他就屁颠屁颠过来了。阮清没想到他就随便看了个热闹，就惹上这么一个麻烦。但这个林卡尔的外貌确实天然占据了优势，并非是年轻俊秀，而是因为他长得像阮清心头的那个人，所以阮清总有点心软，舍不得说狠话伤他。林卡尔自己也感觉到了，仗着这点心软，死活不肯撤退。我们2个见过的，你忘了吗？林卡尔可怜巴巴的，见阮清一点没有记起来的样子，他垂头丧气道：
机场啊，我们2个一班飞机。我吐了，然后你扶我，给我倒热水。他说到这里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天的形象实在太糟糕了。那天他吐得这么可怜，其他人都绕开了，只有阮清扶他坐到椅子上。他当时昏头昏脑，抓着阮清的手腕不放，把他手腕都抓出红印子了。阮清也没介意，当时他就眼泪汪汪的想，这个 Omega 可真温柔，要是娶到她当老婆一定很幸福。可惜他没来得及缠住阮清，医务人员来了，阮清就走了。没想到缘分这东西一旦来了，挡也挡不住，居然又叫他碰上这个温柔的大美人。林卡尔巴眨眼睛看着阮清，眼睛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渴望。阮清不由自主就回避了，他终于有点想起来了，确实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只是当时这人吐得昏天地暗的，脸色煞白，他根本不记得这人长什么样。是你啊，阮清说道，但还是没准备跟他交换联系方式。他有点头疼，心里想，要不搬出夏明之当男朋友拒绝算了。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阮清平静的说道，暂时没准备换人。你来晚了。林卡尔的脸顿时垮了下来，阮清这个拒绝未免太直白了。但是有对象又怎样？林卡尔虽然是中外混血，可是中文学得很好。他深知中国有句古话，只要锄头挖得好，没有墙头挖不倒。他把那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玫瑰往阮清手里一塞，眼神真挚的说，那你能给落败的骑士一个安慰的吻吗？我拿玫瑰跟你换。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少年人的口气，有点仗着年纪小耍赖皮的意思。阮清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来得及偏了下头。林卡尔亲歪了，亲在了阮清的脸上，而他靠近的一瞬间，阮清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少年人温热的嘴唇，他还闻到了林卡尔的信息素从白色衬衫的领口里悠悠的透出来，一点檀香味，连信息素的味道都和夏明之相像。阮清一时间忘了后退，林卡尔的嘴唇贴上了他的侧脸。落日的余晖下，年轻英俊的少年人亲吻了他心仪之人的侧脸。光看画面倒是很美好，但阮清还没来得及生气，下一秒他就被人一把搂进了怀里，而刚从他脸上偷得一个吻的林卡尔被人狠狠一拳揍在脸上，连退几步撞在了墙上。阮清回过头，看见了脸色铁青的夏明之，他看着痛得抽泣林卡尔，脸色阴沉的像个被侵犯了领地的狮子，恨不得直接撕碎了他。阮清不由皱了皱眉，却安抚的抓住了夏明之的手，而不是去看林卡尔。夏明之连着几天没见到阮清，好不容易有了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混进来，防止阮清嫌弃他。可他才刚打听到阮清在哪里，几步走过来，就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缠着阮清，高大俊朗的外表，手里还拿着一支玫瑰花。落日从窗户里照进来，将这个男孩的头发都染成了金色。而阮清脸上虽然有点无奈，可是眼神却还是温柔的，这眼神夏明之见过无数次。而下一秒，这男孩子居然就偷亲了阮清。夏明之身体比大脑行动的更快，如今这个男孩子恶狠狠的看着他，满脸都是不服气。夏明之动了动手腕，不介意给他再补上几拳。你谁啊你？林卡尔其实心里清楚，这个人对阮清充满保护的姿态，应该就是阮清的交往对象，可他还撑着嘴硬。他眼神一扫，看见阮清皱着眉看他，顿时装起了可怜，硬生生挤出一点眼泪。你凭什么打人？林卡尔捧着脸，这拳打下来虽然痛，却只是伤在皮肉。他对着夏明之说话，眼神却看着阮清，眼泪迷蒙的，被欺负了的小孩子一样。我的脸很贵的，明天还要拍照。夏明之恨不得再给他来2脚。够了。阮清摁住了夏明之，跟他对视了一眼。阮清当然不会觉得被占便宜开心，但是林卡尔毕竟年纪小，
又是模特，伤了脸总是不太好。他拨开了夏明之抱住自己的手，走过去看了看林卡尔脸上的伤。夏明之出手是够重的，毕竟是从小打拳的，但是这一拳还是留了点分寸。林卡尔还像小狗一样看着他，留下一个与夏明之相似的侧脸给阮清看，脸确实是被揍红了。去医院看看吧，医药费我付。阮清心里无奈，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存在了林卡尔手机上，只是医药费报销才可以打我电话，其他一概不许。我也不会陪你去医院，阮清飞快说道，断了他的念想。如果需要人陪，我可以让助理跟你去。林卡尔看了不远处抱着手臂，眼神还阴沉的夏明之一眼，心思转了好几下。对不起妈。林卡尔低声跟阮清道歉，我当初在机场就对你一见钟情了，你这么温柔，对我也很照顾，我怎么不喜欢？以后我不这样了，你别生我气。他说完就带着阮清的电话号码飞快跑开了。阮清心里头一沉，心想这混蛋小子还挺会挖坑。果然，夏明之在他身后，声音低沉的问：什么机场？阮清回过头去，夏明之的脸也被笼罩在金色的落日里，眼睛被染成了琥珀色，一眨不眨的盯着他。不知怎的，阮清居然觉得夏明之似乎有点难过。阮清不想再引起别人的注意，把夏明之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窗帘拉下来，办公室里就成了一个私密环境，阻隔了外头好奇的视线。夏明之拿纸巾擦了擦阮清的脸，既不敢用力，心里头却又极度难堪。最后自己在阮清脸上亲了一口。阮清无奈的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些 alpha 以为是在确认地盘吗？亲一口就能覆盖？夏明之还记着林卡尔刚刚说的话，问阮清什么机场？我之前回国跟他是一班飞机，这小子不知道为什么难受的吐了，我就帮了一把，结果他就记住了。阮清有点头疼，他不喜欢阴沉着脸的夏明之，会让他想起4年前分手的时候。夏明之看着他的模样，那一天的月光这么冷，夏明之的眼睛也这么冷，他光是回想都觉得呼吸困难。那次只是偶然的一次遇见，我都没记住他，没想到他是我们公司今天请来的模特，认出了我。刚刚缠着我要联系方式，本来是可以不用给的，夏明之揍了一拳，又是发生在公司里，阮清只能自己处理了，反而让林卡尔真的讨到了电话号码。但阮清没说，他也没问夏明之为什么过来，而是随意说道：你在旁边坐一下吧，我还有一点工作，处理完就跟你走。他心里没觉得这算个大事，因为他根本不觉得夏明之会在意。夏明之当年恋爱很有原则，虽然他换恋人速度飞快，却从不搞出轨。可他对恋人的要求反而不高，对方就算劈腿成八爪章鱼，夏明之也很有风度，甚至会靠在墙边鼓掌，礼貌的问需要分个手吗？还亲切祝贺他终于收获真爱。夏明之大概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爱情里的心如刀绞，他只会让别人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刚刚会出手揍林卡尔，大概也是因为阮清和他的信息素匹配实在太高，又是最近肢体交缠的情人，亲眼看见别人吻了自己怀中的 Omega， 占有欲就在一瞬间爆发了。如果是4年前，阮清一定心里偷偷暗喜，找出千百种证据，觉得这是夏明之在乎他，看他与别人不同。但如今阮清已经冷静了，自作多情这种事一辈子有一次已经够了。可是阮清处理了一会儿工作，却发现夏明之脸色还是很难看。办公室的百叶窗拉着，只有一点昏沉的光透进来，惨败的日光灯照下来，把夏明之阴郁的眉眼照得一清二楚。他坐在位置上一言不发，像在艰难的忍住自己的坏脾气。你在生什么气？阮清有点不解，那孩子才19岁，我也拒绝他了，他又不是和林卡尔被捉奸在床。夏明之咬紧了牙关，他不知道
要怎么和阮清解释他一瞬间的心慌。他从前和阮清在一起是从来不曾心慌的，虽然喜欢阮清的人络绎不绝，可是阮清看着他的眼睛永远是明亮的，满心满眼都是他。他心里清楚阮清有多爱他，所以他从来不担心阮清会离开他。可是如今他已经失去了这份笃定，他不敢去赌如今的阮清还有几分在乎他。虽然阮清4年里一直在等他，可是从他们重逢至今，阮清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是恋人。即使他们出双入对，做着一切和恋人别无二致的事情，阮清始终是冷静的，温柔的，仿佛没有情绪。也许对于阮清来说，念念不忘4年的人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倒影，是年少时的心有不甘，辗转反侧，可如今握在手里了，就发现也不过如此。刚刚看见那个年轻的男孩子亲上阮清的那一刻，夏明之突然想起了在国外的那个雪夜。阮清的公寓楼下，他眼睁睁看着别人亲吻阮清，而他只能隐没的车子的阴影里，沉默的注视这一切。他突如其来的惊慌起来，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去追求阮清，阮清是不是就会抛下他，选择别人？可他又有什么资格质疑阮清？而即使有天阮清真的抛下他，和别人走了，他也没有资格挽留阮清，因为一切不过是他咎由自取。所以夏明之沉默半晌，最后闷闷的说了一句：我看见他亲你。当然也会吃醋，他明明有千百种不安，最后能说出口的也不过这一句吃醋而已。阮清被他这句吃醋都弄愣了。随即夏明之抬起眼，他看上去比刚刚的林卡尔装出来的样子更为仓皇可怜。这不大的一间办公室，他和阮清的距离不过1米。阮清能看见他漆黑的眼睛，睫毛很长，轻轻的眨了眨。夏明之难得露出了一点脆弱与难过，低声道：我知道你和他没什么，但是你现在毕竟有我了，能不能不要让别人亲你？我也是会难过的，阮清。夏明之又抬起头，认真的看着阮清，我知道你跟他没什么，可我控制不住自己，你能不能哄哄我，骗我也好，说你只要我一个，骗我也好，说你还在乎我，说你不会丢下我去选择别人。夏明之有点希冀的看着阮清，他知道的，阮清从前其实是很喜欢看他露出一点脆弱与撒娇的样子，高大强悍，仿佛无坚不摧的 alpha， 只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露出小孩子一样稚气的一面。阮清只是看一眼都会心软的一塌糊涂，但那是4年前了，他不知道如今的阮清还喜不喜欢。阮清沉默的看了他一会儿，他的心脏在夏明之露出难过表情的那一刻就不受控制的砰砰的跳起来了。他怎么会不喜欢这样的夏明之？他想起4年多以前，有一天晚上，夏明之搂着他坐在落地窗前，看着满城大雪。那时候夏明之的新书出了问题，事情有点棘手。夏明之不怕处理麻烦，却也被野狗一样撕咬他的阴暗小人弄烦了。他把头埋在阮清的脖子里，声音闷闷的说：你快哄哄我，你哄我一下，我就有力气去和他们斗了。阮清心里软的不知道怎么是好，对夏明之的喜欢都要满溢出来。他每次都以为自己对夏明之的喜欢到了极限了，夏明之却总能让他更喜欢一点。他连命都能舍出给夏明之，何况是哄哄他。他亲了亲夏明之的额头，小小的手捧着夏明之的脸，细碎的吻又落在夏明之的鼻尖和嘴唇上。你最好了，他笑起来，甜滋滋软乎乎的跟夏明之说，我最喜欢你了，比所有人都喜欢，其他人如果不喜欢你，我就去跟他们打架。夏明之被他逗得笑出来，凑过来亲他。如今4年过去了，阮清想他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夏明之只要露出一点难受的样子，睫毛轻轻的扇动几下，他就恨不得把心都捧给他。可他已经学不会4年前那样坐在夏明之怀里。
又甜又软的说话了。我本来就只有你一个，我没有允许他亲我，是他偷袭的。阮清放下了手上的工作，他又不是夏明之，他这辈子爱过的唯一一个人，正坐在他眼前。可他不能这么告诉夏明之，一生只爱一个人是很可怕的。这样的感情太浓烈，也太沉重了，会让被爱的那个人无法喘息。他已经因此得到了惩罚。我知道你在感情中还是很在乎排他性的，你也不会一边和我上床一边有别人。阮清轻声道，所以我也不会，我会遵守这一点的。阮清解释道，我不知道你要来，但是即使你不来，我也马上就会推开他。我目前的伴侣真的只有你一个。这是一个冷静客观的解释。夏明之知道自己也许是无理取闹，可他不是想要阮清解释，他更想听阮清说爱他，说他不会爱上除他以外的人。他看着阮清，满是不可置信。他听出了那句伴侣的意思，但我没想到你会生气。你以前明明并不在乎伴侣的忠贞，所以我没有特意和你解释，对不起。阮清诚恳的说道，我记得你以前不在乎这些，我以后会更加注意。阮清每说一句话，夏明之心里就更冷上一分。他听出来了，阮清依旧没有以他的恋人身份自居，而是像一个短暂陪伴的过客，却又对他百依百顺。他用的形容词是伴侣，介于床伴与恋人之间，粉饰的好看了一点罢了。阮清根本想都没想过他会吃醋，因为他觉得夏明之不会在意一个吻，也不会在意他。我以前不在乎，是因为那是别人。夏明之这次是真的露出了一点伤心，如果刚刚还只是难过，现在他是真的有点伤心了。他甚至有点动摇，怀疑阮清是否真的还爱他。我不爱他们，我当然不会嫉妒，不会吃醋。可这是你，我过了4年才能重新把你抱在怀里，我嫉妒每一个触碰你的人，我嫉妒的要死，我恨不得把你夏明之住口了。他想说，我恨不得你关起来，最好只看着我，只有我一个人就好了，只有我一个人能触碰你，占有你，你再也不会消失了。他的视线轻轻落在阮清的脖子上，那里有一个黑色的颈环，隔绝了他标记阮清的一切可能。咎由自取，这4个字清晰的浮现在夏明之心头，冷得像一把冰锥刺到心脏那里，淌出鲜红的血。夏明之不再说话，他怕自己心底流露的阴暗想法把阮清吓跑。屋子里变得一片死寂，阮清的脸上流露出茫然空白的表情。夏明之这样的话，乍一听真的像告白，他在肯定阮清的特别，肯定阮清对于他的独一无二。可是阮清的手在桌子底下死死掐住了自己。对不起，阮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道歉，也许是想和夏明之道歉。你说了这么多，露出这么难过的表情，我却无法去回应你。而夏明之颓然的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夏明之才说道，阮阮，你回国以后，我和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我说爱你都是真的，一直爱你也是真的。夏明之的声音很冷静，可他的眼神却是痛苦的。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他问阮清，声音很冷静，但你并不信我，对吗？阮清咬住了嘴唇，他觉得这局面越来越失控了。本来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不小心亲了他的侧脸，他根本觉得算不得什么大事。可这件事情俨然成了导火索，像冬日荒山上的一粒火星，燃起了夏明之的不安。而阮清发现自己处理不了，因为他没法顺着夏明之的话去回应。他甚至费解的想，为什么夏明之变成这样，他为什么好像真的很伤心。夏明之分明不是会为这些事难过的人，他的爱就像山间的雪，看着似乎漫山遍野，然而太阳一出来就会无声无息的融化，再不留一丝痕迹。所以阮清真的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伤心，看着阮清的眼神，好像阮清拿把刀子捅进了他心里，还满不在乎，甚至不关心他疼不疼。夏明之也在看着阮清。自从阮清回国，他们仿佛一对没有经历任何磨难挫败的恋人，只是分开了一段时间，如今重逢就自然而然在一起。阮清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他，他变得强大且温柔，似乎真的不曾在意4年前发生的一切。好像夏明之说爱他，说他4年中找过他，阮清就已经满足了。可是一个林卡尔，一个出乎意料的吻，阮清不经意的几句话，就把这个平和的假象揭开了。夏明之甚至没有多惊讶，反而有种本该如此的宿命感。他们这么难堪的一场分手，这样遍体鳞伤的一段往事，如果阮清真的忘得一干二净，那才叫痴心妄想。他夏明之虽然一生好运，但他不信自己在爱情上也有这般好运气。他终于明白了阮清是以怎样的心情与他在一起。他没有说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一直都爱着阮清，所以他也了解阮清。即使如今的阮清已经有很多地方让他捉摸不透，让他患得患失，可他还是清楚的看懂了阮清眼中的情绪。夏明之觉得自己从没有这么冷静过。如果有一门课是研读阮清，他一定是班上最用功的那个学生。自从阮清回国，他和阮清说过无数次我爱你。他向来吝啬于展现自己的爱意，唯独对阮清，他变得予取予求。他以为自己只要保护好阮清，拿出比从前更甚的温柔与耐心，总有一天阮清会再次接受他。却不想阮清还是觉得夏明之不会在乎他。阮清一直不说话，夏明之自己问了，阮阮，你觉得我就算看见你和别人在一起也不会难过的是吗？你觉得我可能会分手，可能会一走了之，唯独不会伤心，对吗？夏明之死死地盯住了阮清。阮清脸上出现了犹豫的神色，甚至是有点惊惶不安的，像个猝不及防被逼问的小兔子。他本能的有点害怕夏明之突然沉下来的脸，可他还是挣扎着点了点头。他向来不会和夏明之说谎。他不安的看着夏明之，又看了一眼窗外，总有点跃跃欲试想逃跑的意思。但他无处可逃，这间办公室只有10来平米，夏明之和他之间的距离也不过1米，伸出手就能碰到。夏明之反而更加冷静了，像是尘埃落定。4年的伤痕、分离，还有无数个长夜的绝望，似乎都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在这个不大的办公室里，像一条无形的河流一样流淌，把他们分隔成2个世界。那如果我和别人在一起，你会伤心吗？夏明之问道。我吻了别人，我背着你和别人上床，你会伤心吗？阮清咬着嘴唇不肯回答，像是怕一开口就泄露了自己真正的心意。可他的眼神已经回答了夏明之，光是这句假设已经让他眼神变得躲避，眼睫垂下来，颤巍巍的，很是可怜。他会很难过，很难过。夏明之心里反而轻松了一点。他刚刚是真的害怕，如果阮清摇头了，他该怎么办？有个地方我一直没有带你去，我怕你看了以为我惺惺作态，以为我骗你，所以我不敢让你看见。夏明之说道。但现在我发现，也许我想错了。他走过来牵住阮清的手，把他手里的笔拿掉。他又变成了那个高大强悍，对任何事情都冷静的 Alpha。 他发现了横亘在他和阮清之间的问题，虽然很难，但他要试图去解决它，用尽一切办法。他不能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他和阮清在一起。他知道一天不足以融化冰雪，但是这一生还长，他有的是耐心。跟我走。他把阮清从座位上抱了起来。阮清被夏明之抱进车里的时候，还不知道夏明之要带他去哪里。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路边的道路变得熟悉了。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地方是他一直避开，却又熟悉到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地方离他只上过1年的那个大学很近，近到可以散步过去。晚上夏明之会去接他，有时候开车，有时候2个人牵着手一起走回来。阮清的脸色变得有些煞白，他知道了，夏明之现在开车的目的地是他4年前和夏明之一起住过的家，是他们一起亲吻拥抱过无数次的地方。阳台上种着绿植，从窗内眺望能看见一个教堂的小尖顶。夏天夏明之给他做过一个很短暂的小冰屋，2个人一起注视着它融化掉，变成一汪水，蒸发消失。再后来，他和夏明之仅存在了1年半的恋情也在空气里蒸发了。我不要去，阮清抗拒道。他想下车，他不明白夏明之要带他去干嘛，他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彼此陪伴，不加约束也不加干涉，他们是很合拍温存的2个人。如果有天夏明之要离开，他也绝不会阻拦。为什么还要把他带来这里，面对4年前那段晦暗的过往？夏明之，阮清加重了语气，你停车。夏明之不听他的，他已经开上了人烟稀少的路段，反而加快了车速，很快就到了。阮阮，我不是来强迫你面对以前的，我只是有事情想告诉你。夏明之没看阮清，他拐了个弯，上了坡道，再开一段路，就是以前的那个小区。小区门口栽着樱花，春日里一片团团的绯色。阮清在樱花下拍过照，穿着藏蓝色的校服，脸庞是象牙白，嘴唇嫣红，漂亮的像个藏在花树里的妖精。他对着夏明之笑了笑，夏明之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捧给他。阮清恨恨地掰了下车把手，当然是没用的，夏明之早就把车锁死了。这是重逢以来阮清第一次露出这么焦躁的样子。他被困在这个车里，离他们曾经的家越来越近，什么温和平静的表象都被他弄丢了，只满心满眼都散发着抗拒。夏明之的车越开越近了，夏天了，樱花已经凋谢了，然而小区门口还是绿茵茵的一片，落下满地的阴凉。夏明之的车轻松通过了门禁，门口显示牌上显示这辆车登记在册。车子开过了小区门口，阮清情不自禁屏住了呼吸，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门口的警卫居然还有熟悉的面孔，而以前夏明之接他回家，2个人路过门口，那个警卫还以为他们是兄弟。时间像是有那么片刻，又回到了4年前，回到了那个平静温暖的夏天，树木郁郁葱葱，湖水微凉。他和夏明之十指相扣，不曾分离。夏明之的车停在了他们以前的楼下，夏明之踩下了刹车，车子往前顿了一下，2个人都在座位上，沉默了一会儿。下车吧。夏明之解开了自己和阮清的安全带。阮清坐着不动，他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想要逃跑，但很快他就放弃了，他跑不过夏明之的。很快夏明之就站在了他的车门外，打开车门。夏明之把阮清抱了出来，4年前他也经常抱着睡着的阮清上楼，那时候阮清还没有怎腰长高，靠在他怀里，乍一眼看像还没有成年，脸颊也有点肉肉的。如今阮清长高了许多，可是夏明之抱着他，总觉得他好轻，像是4年里再没有增长过体重，手腕和脚踝都细细的。在电梯里的时候，阮清放弃挣扎，自己从夏明之怀里下来了。他看着夏明之问道，你到底想带我来看什么？夏明之没说话，其实他也是临时起意，甚至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一点破釜沉舟的勇气，他想把自己的这4年摊开给阮清看一眼，告诉阮清，我对你的每句话一直都是真的。电梯到了12楼，门开了，夏明之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阮清走进公寓，
以为会闻见灰尘的味道，会看见公寓里的家具都被冷色的不照照着，一切都该是时光寥落的模样。他不觉得夏明之还会费心找人打扫维护这个公寓。当初买下这里，完全是夏明之不想阮清再住在阮家，这边又靠着阮清的学校，夏明之就买下来重新装修，带着阮清住进来。如今这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夏明之名下哪个房产不比这里好？可是阮清一踏进公寓，他的眼睛不受控制的在公寓里环视。他发现这间公寓是有烟火气的，是有人住在这的。玄关那里摆着拖鞋，阳台的绿植都还很鲜活，橙色的花朵开到快要凋谢，而沙发上还扔着一件外套，桌子上放着一罐开了的啤酒，大概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夏明之在他身后关上了门。阮清回头看他，夏明之靠在门上，也静静的看着他。他对阮清说道：“只有一件事情，我对你说谎了。我现在住的那个别墅，是我知道你回国以后刚搬进去的。在你回国前，我根本没有住在那里。”阮清的呼吸不由停滞了1秒。他听见夏明之说：“阮阮，在你回来前，我一直住在这里，这里才是我家，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3年。”夏明之的声音很平静，可他看着阮清的眼睛，像藏着无尽的往事，那些无从开口、辗转难眠的夜晚。他在这座见证了他们过往的旧宅里独自度过了3年，每一晚闭上眼，似乎都能看见阮清流着泪的眼睛，听见阮清哀求他不要走。而无论他再怎么伸手，他都不能穿过时间的界限，把阮清拉进怀中了。阮清也许早就有了别的人，可能已经换过好几段恋爱，终于找到携手一生的伴侣。可能有一天，阮清和别人结婚了，再有人和他提起夏明之，他可能会淡淡带过，说只是年少识人不清。他曾是阮清全部所爱，但终有一天，他将不再在阮清的生命里拥有一席之地。他每一天都抱着这样的念头入眠，然后在风平浪静的白天，他开车去蓝无为家里进行惯例的心理辅导。在蓝无为那个专门属于他的屋子里，他望着窗外成片的树木，问过最多的话就是：我现在稳定了吗？我还有多久才能出现在阮清面前？他怎么可能不爱阮清？阮清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第一反应是夏明之骗他，但他随即又知道夏明之何必骗他。他本就是不屑说谎的人，而欺骗如果不是用在想得到的人身上，又有什么意义？夏明之走过来，他牵过阮清的手，往他们2人曾经住过的卧室里走去。卧室的门是关着的，推开之前，夏明之在阮清耳边说：“我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个的，怕吓到你。”阮清没有回头，也就没有看到夏明之眼中一闪而过的晦暗。他还不明白夏明之什么意思，可随即门打开了，他看见了无数个他。这是一间宽敞朝阳的卧室，阳光从白纱帘里透进来，把整个房间都笼罩在落日的暖光里。而正对着床的那个墙壁被做成了照片墙，那上面成百上千张照片，不同时期、不同大小，被设计的错落有致，照片上却是同一个人。阮清不由自主的睁大了眼，他下意识回头去看夏明之。夏明之抿着嘴唇，沉默的与他对视。阮清自己走了过去，他看见了15岁的他，看见了17岁的自己，高中毕业时候的他，跟夏明之一起旅行的他。而在这照片墙的最中间，有被放大的几张照片。阮清抬手摸上去，手指微微的发抖，那是在国外的他。照片看着像偷拍的，虽然画面清晰，可是阮清都没有看镜头。有阮清刚从公寓里走出来，脚步匆匆的样子，也有阮清坐在学校的花树下，阳光照在他脸上，睫毛根根分明。你在国外的照片，我不敢多要，一年让人去拍2张。
夏明之走到了他身后。这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不能去打扰你的生活，不能奢求你再回来。一年里，我只给自己2次见到你的机会。我怕看见你太多次，我会坐上飞机把你绑回来。阮清不可置信的转过身，他的大脑像是停止工作了，只能愣愣的被动的听着夏明之说话。夏明之与他额头相抵，轻轻的吻他的眼睛，吻他的脸颊，最后吻他的嘴唇。他抱住了阮清，轻声道：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走后的第1年，我以为自己可以忘记你，只要离开信息素的契合，见不到你，我就会忘记你。可是我错了，我每一天都在想你。那时候他借着酒精以为能麻痹自己，结果酒精只是加重了他的幻觉。在幻觉里，他看见阮清在等他，还是那副温柔天真的样子，眼睛里亮着光，叫他明之哥哥，问他什么时候来接他。可是等他被诱惑着伸出手，阮清就不见了，烟尘一样消散在原地，只留下几个空空的酒瓶和穿过手指的空气，冷得他锥心刺骨。其实1年就靠2张照片怎么够？我要怎么熬才能熬住自己，不去求你回来？夏明之看着阮清，声音里带着一点自嘲的笑意，可是他的声音在发抖。阮阮，你怎么能以为我真的只是在等你回来？我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我一直说服自己去当个好人，不要破坏你的生活。如果不能确定我能给你幸福，就不要打扰你。可我已经阻止不了自己了，我已经买了飞机票，准备不要脸的去骚扰你，赶跑你所有追求者。你只要1天没有接受别人标记，我就不会放弃。我要你还是我一个人的阮清。阮清呆呆的看着他，夏明之低头望着他，他那双黑色的眼睛甚至有点发狠。自从重逢，他在阮清面前永远是个宽厚温柔的绅士，可是如今夏明之的眼神却阴郁的有些扭曲。你只能是我的阮阮，谁也不能抢走你。夏明之温柔的说道，他抱着阮清抱得很紧，阮清甚至觉得胳膊有点疼。阮清情不自禁的在夏明之怀里抖了一下，可他心里却微微地热起来。像被冰封的荒原里终于出现了一小捧火焰，还很微弱，却到底融化了一些寒冰。他被夏明之抱起来，这个卧室是个套间，里面还有个小房间。以前阮清经常在里面写作业。夏明之抱着他，让他去推开这扇门。阮清颤抖着伸出手，他细白的手指拧开了门把手，轻轻的一声，门被推开了。虽然已经有过照片墙的冲击，但是阮清还是愣在了那里。夏明之在旁边亲着他的头发，那种亲昵的对待自己掌心的宝物一样的温存，可他眼神却透着一点疯狂。我好怕吓到你，把你吓跑了怎么办？要到哪里去把你捉回来？他含住阮清的耳垂，阮清的耳垂很小，白皙柔软。夏明之轻轻咬了一下，阮清身体像过电一样抖了一下。这个小房间里藏着的还是阮清，四面的墙上挂着无数幅画，有阮清昔年青涩的画作，也有夏明之自己画的，一幅一幅的挂在墙上，每一幅都是阮清温柔天真的微笑着，是夏明之梦里的样子。而在小房间中间还有数个展示柜。夏明之抱着阮清走过去，阮清看清了里面的东西，他认出了自己拿到的奖牌，他竞赛得到第1名以后接受的报纸采访，他高中的校服，他以前戴过的手表，所有的东西都是阮清的旧物，被一点点收集起来，存放在玻璃柜子里，像是什么稀世珍宝。这不可能是1天2天就能收集起来的，因为阮清还看见了自己赠送给别人的东西，也不知道夏明之用了什么方法。威逼利诱拿到了手里，他被夏明之放在了柜子上，他这么轻，夏明之的手还抱着他，让他能依靠在自己怀里。夏明之完全把他圈在了自己的怀里。他听见夏明之低声说道：阮阮，
我没有说过其他假话了。我爱你是真的，从4年前到如今，我一直爱你。但我那时候太愚蠢，太懦弱了。我不承认我爱上你了，我以为只是信息素，是信息素让我疯狂渴望你。只要把你赶走了，我就不会。夏明之把额头与阮清抵在一起，我就不会再心动了，不会想要占有你，标记你。但我错了。他说的这么诚恳，简直是阮清朝思暮想的场景。可阮清本来变得温热的心却瞬间冷了下来，他突如其来的感觉到了寒冷。在这个他无数次噩梦里梦见的属于他和夏明之的家。夏天快到了，空气都变得温热，可他却感觉到了冷。夏明之说爱他，说从4年前就一直爱他。4年前，阮清艰难的从喉咙里发出声音，你说你4年前就喜欢我？喜欢那个阮清？喜欢19岁的我，是这样吗？他的心都揪成了一团。他想起那个被打落在地上的花瓶，蓝紫色的雏菊被踩烂了，水渍弄湿了地板。他在医院里等了1天，夏明之都没有来看他，而夏明之还坦诚的看着他。我怎么会不喜欢你？我太傻了，不知道那就是喜欢。你那时候这么小，乖乖的缩在我怀里，你看我一眼，我就觉得我愿意一辈子都属于你，你要什么都可以。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有这样的感情，但我那年才24，我还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所以我否认这是爱情，我否认自己，也否认你。夏明之抱着阮清，他沉浸在过去里。这整整4年像一场旧梦，如今大梦方醒，他爱的人终于回到了他怀里。我总是梦见你，你那么乖，从来都不会保护自己。我看见你穿着白色衬衫站在学校的树下面，我在梦里想，会不会有人欺负你？我不在你身边，你会不会受到伤害？可是梦醒了，我才发现我就是伤害你的元凶。阮清把头靠在夏明之肩膀上，他的视线落在了墙上的画上，那画上是19岁的他。他环顾这整个房间，每一幅都是19岁的他，是那个天真的依赖着夏明之，笃信夏明之会爱自己一辈子的阮清。每一幅从4面8方看过来，一模一样温柔明亮的笑意，仿佛在嘲笑他4年的挣扎妥协，最后改变。那我这4年到底算什么？阮清靠在夏明之肩上，轻声问道。你说你爱我，可你还是离开我了。等4年后，我都变得不像我了，你又告诉我，其实你爱我。他抓着夏明之的衣服，抓得死紧。他这次信了，原来夏明之以前真的爱过他。就像夏明之说的，如果不是阮清，他怎么会一个人在这个根本没什么特别的房子里住了3年？如果不是真的一直在等他，他怎么会在酒后念着阮清的名字，亲手布置出一个满是阮清的房间？夏明之这般心高气傲，是不可能仅仅因为愧疚，就为一个不爱的人做到这个地步。可他的心才刚因为夏明之原来也爱过他这个事实滚烫起来，转眼间却又沉了下去。他听见夏明之说，这次我不会再离开你，软软，绝对不会。夏明之认真的看着阮清，他的声音已经有点哽咽，露出这么脆弱的表情，仿佛阮清掌握着他的生死，就好像阮清是他的国王，一念间就决定他是否踏上末路。阮清的心脏又揪紧了，夏明之永远知道怎样会让他心疼。他听见夏明之说道，软软，你还能再给我个机会，让我重新成为你的恋人、伴侣，陪伴你一生吗？夏明之也知道自己莽撞，可他等不及了。他问，你还能再相信我一次吗，软软？阮清看着夏明之，4年了，已经足够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这4年里，他都对自己做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夏明之以为只要面前这个名为阮清的人还爱他，就一切都没有变，什么都来得及挽回。但阮清清楚的知道，来不及了。那个19岁的天真迟钝，以为自己会拥有夏明之一辈子的阮清已经不见了，他被毁掉了。可他看着夏明之，他想他还是这么没用，即使这是一份迟来太久的爱意，把他这4年都变成了一句笑话。可是只要夏明之愿意说爱他，不管是爱4年前那个，还是现在这个，他心里都像被种进了一颗种子，只要一点点爱意，就足够生根发芽。好，他轻声回答道。上一次他这么回答，是给夏明之重新追求自己的机会。4年里，他唯一没有改变的地方，就是他自始至终都爱着夏明之。他对夏明之的信任，对一段正常感情的渴望，都已经全然破碎了。他拼了命的从名为夏明之的囚笼里挣扎出来，透出水面呼吸，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可是到如今，他却还是拒绝不了夏明之。夏明之听见他这一句好，眼睛里的光在一瞬间亮得吓人。他吻上了阮清的嘴唇，而阮清颤巍巍的抬着头回应他：你再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是吗？阮清抓着夏明之的手，声音近乎胆怯。夏明之吻着他脆弱的喉结，天鹅一样白腻的脖颈往后仰着，露出优美的弧度。我爱你。夏明之吻着他的脖子，吻着他的耳朵。我爱你。暗绿色的上衣轻飘飘的落在地上，像一片绿色的云。而后是腰带、长裤，柔软的布料凌乱的堆叠在一起。阮清素白的身体接触到空气，并不冷，他却微微的发着抖，像个被狮子盯上的猎物，却笨拙的连逃跑都不会。夏明之望着他的眼睛，燃烧着欲望，是那种被围困已久的野兽，终于冲破了牢笼的模样。他们在这个小房间里坐到一半，夏明之抱着他走到了外面的卧室里。阮清躺在床上，白得像一尊羊脂玉，然而额角都是汗水，身上泛着桃花一样的红。他的颈环还是没有解下来，可他对着夏明之伸出手：你抱抱我。夏明之抱住了他，那折磨他几年的梦魇终于在这个拥抱里烟消云散了。可他却不知道，属于阮清的噩梦还没有结束。他热切的吻着阮清身上的每一寸皮肤，像信徒在对他的神明顶礼膜拜。阮清是他的王，也是他的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渎神。偏偏阮清这么乖，这么软，乖顺又柔弱，任他为所欲为。被弄疼了都只会小声的哼出来。他的眼睛是潮湿的，嘴唇也是潮湿的，像春夜里被雨水浇灌过的一朵花，颤巍巍的从枝头落下来，落进了夏明之掌心里，再也逃不出去。我爱你。夏明之在他耳边又一次说道。阮清红着眼搂住了夏明之。阮清咬住了嘴唇，眼泪一滴滴落下来。我听见了，我替4年前的我自己收下了。可他咬着嘴唇，再也没能说出一句话。这天晚上，夏明之和阮清留宿在了这个旧居里。3年来，夏明之一直精心维护着这里的点点滴滴，所以虽然有一阵子没住，也没有任何不便。阮清缩在被子里，但是稍微抬起头，都能看见对面的照片墙，那上面全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他，总觉得有点吓人。他缩在夏明之怀里说道，他的声音是哑的，眼尾带着一点红，缩在夏明之的怀里，腰被他搂着。刚刚一场情事已经透支了阮清的体力，他现在窝在夏明之怀里，跟只懒洋洋的猫一样怕动，但他又不肯就这么睡着，他到现在都还懵懵懂懂，恍惚间甚至怀疑刚刚是不是一场大梦，梦醒后残红满地。夏明之冷漠的告诉这些都是假的，他自始至终没有爱过他。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夏明之轻轻蹭了一下他的额头。
我有时候会看着这些照片想，你在干什么呢？读书读得怎么样了？遇见的同学好吗？我知道你的学校里图书馆旁边有个咖啡馆，知道花园里有个喷泉，冬天的时候喷泉里的水就冻结起来了。他在网上搜索着有关于那个学校的一切，每年收到2张关于阮清的照片，还有数张学校的内景。他想象着阮清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遇见新的人，也被其他人所仰慕，想的心都发痛，却无法亲自站到阮清面前把他带回来。夏明之吻了阮清的额头，像是自言自语，我真是太傻了，他应该一早就飞去国外，把阮清带回来也好，陪阮清一起求学也好，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不至于硬生生分离这么多年。阮清没说话，他想起前些天他还和小师傅坐在阳台上，外头夜色如水，空气里浮动着花香，他信誓旦旦地和小师傅说，夏明之从没有爱过他。他抱着这样一个令他心如槁木的事实过了4年，他搜集了无数夏明之不爱自己的证据，强迫自己从心怀期冀一步步走到心如死灰。他把那个天真柔软的阮清一点点变成如今这般刀枪不入的模样。可是到如今，他给自己余生都做了安排，夏明之反而告诉他，他爱过他，爱过19岁的那个愚蠢透顶的阮清。那他这4年到底算什么？他这4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自始至终只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千辛万苦想要把自己变成夏明之喜欢的那种不在乎承诺的 Omega， 结果夏明之爱的却是4年前的阮清，那个笃定自己会被夏明之所爱，早晚都能和夏明之结成标记的阮清。世上还有更荒谬的笑话吗？你不傻，傻的只有我。阮清把头埋进夏明之怀里，他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打湿了夏明之的胸前。夏明之，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夏明之抱着他，他感觉到了阮清哭了，甚至有点惊慌无措。好，4年前，那个时候，你不想标记任何人对吗？阮清问，即使你说你爱我，你也没有想过标记我，是吗？夏明之沉默了，他欲言又止。在蓝无为的那间问诊室里，他无数次的想起自己拒绝标记阮清的那天。阮清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夏明之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守了他一夜。然而天明以后，他偷偷溜进去医院惨败的床位上，他听见阮清睡梦中还依恋的叫着他的名字，等他把他带回去。他在那一刻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年他母亲也是这么天真笃定的爱着他的父亲，满不在乎他父亲的风流情史，以为自己最终能成为他父亲心中特别的那个。最后他母亲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摆满了百合花的葬礼。天那么冷，而他的父亲一身漆黑的西装，面色平静的告别自己唯一的伴侣，仿佛他从没有爱过他，也从没有和他在教堂许下誓言。什么标记都是假的，标记只是天生用来束缚 Omega 的枷锁，加上了爱情的粉饰，让 Omega 心甘情愿把自己一生都奉献上。那时候夏明之站在阮清床前，冷静的想，太过灼热的爱情都不过是信息素作祟，只要分开了，失去信息素的影响，再深刻的感情都会冷却变淡。 Alpha 不过是仗着天生的性别因素扑在 Omega 身上汲取他们一生的爱意与养分的野兽。他知道自己有标记障碍，但是他不想治愈，他不想变成他父亲那样的野兽。他以为阮清不过是他生命里的一个意外，信息素产生的幻觉而已，远离以后就能一切恢复正常。夏明之咬住了嘴唇，他从来都是明白怎样博取阮清怜惜的人，在爱情里他最擅长让阮清为自己心动，为自己心软。可是事到如今，他们一步步走到今天，阮清被他伤害到如此没有安全感，
他又怎么能用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晦暗往事去捆绑阮清，迫使他心软？这对阮清太不公平了。是我那时候是个懦夫，我战胜不了自己对于家庭责任的恐惧。但是软软，人都是会变的。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离开你。我一直到今天才明白，这世上对我最重要的，始终是你。对不起。阮清的手在被子底下抓紧了夏明之的衣角。是啊，人都是会变的。这世上的傻子只有一个阮清，已经够了。阮清在夏明之怀里抬起头，他脖子里的颈环依旧牢固的锁在他脖子上，黑色的圆圈映衬着白皙细腻的肌肤。可是这次我不想你标记我了，可以吗？不要标记我。阮清看着夏明之认真说道，我不是不喜欢你了，我只是4年里相通了，如今标记也可以解除，结婚也能离婚，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会一直在一起，有没有标记其实没有差别。夏明之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在阮清的背上有一下没一下的轻轻抚摸。如果是4年前，阮清这个想法与他可谓是不谋而合，他会觉得这一定是天赐的礼物。可等他做好了准备，觉得自己可以接受 AO 之间的标记了，阮清反倒放弃了。但他并没有迟疑，他吻着阮清的额发，你所有的决定我都答应。软软，只要你在我身边，什么都可以。阮清重新乖顺的躺在他怀里，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阮清醒过来，夏明之已经不在身边了。但他不至于以为夏明之是丢下他走了。他推开卧室的门，看见夏明之站在客厅边上，不知道和谁在聊电话。阮清把房门重新关上，进浴室洗漱。夏明之一看就是在这边生活了很久，洗漱台上各种用品都是全的。阮清捧着冷水洗脸，带着凉意的水洗去了睡眼惺忪的困顿。然而他擦干净脸，睁开眼，却盯着镜子凝视了许久。在阮清的视野里，这面镜子被扭曲了，里面出现的是一个行销鼓励的还陷在过去里的阮清，这是他保护自己的倒影。那个阮清怜悯的看着他，就像在这几年来的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晚，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他不会爱你的，他对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不标记你？其实就算标记又怎样，还不是能够去除？夏明之随时有后悔的机会，可是你没有，你再信他一次，你就死了。那个阮清满含同情的说道，他爱着的是4年前的你，不是如今已经只剩下一个影子的你。阮清哇的吐了出来，他早上没吃东西，吐出来的只有酸水而已。这些年来的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他都在给自己施加心理暗示，强迫自己相信夏明之真的不爱他。他告诉自己不要再去奢求，不存在期待，就不会有痛苦。可是今天，他看着镜子里与这个几年前阴郁、苍白的自己对视，他小声说，可是也许这一次，也许这一次，他真的有一点爱我。我又不需要太多，一点就好，让我能在他身边待下去就好。他不贪心，不要求夏明之对他一心一意，也不求什么一生一世。他看着镜子里，小声的又重复了一遍，一点就好。这是3年多以来，他第一次反驳镜子里的自己。他每一天都接受了这个阮清的暗示与催眠，而今天这是他第一次反驳。他望着镜子，眼睛一点点变红了，咬着牙，像是在和什么抗争。他闭上眼，又睁开眼，镜子里出现的终于是脸上还带着一点水滴，眼睛泛红的他自己。他听见了脚步声，还有卧室门被推开的声音。夏明之进来找他了。阮清神色一凛，看着自己镜子中一看就是哭过了的脸。夏明之打开门的时候，先看见的是阮清白皙瘦弱的脚踝。
从睡袍下面伸出来，贴着冰冷的深色地面。阮清跌在地上，身上穿的还是夏明之的睡袍，松松垮垮的，露出锁骨上夏明之留下的咬痕。他倒在洗手台旁边，地面上还有一点水。夏明之赶紧把他抱起来，才发现阮清额头都撞出了一块红色的淤痕。阮清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眼睛里含着眼泪，雾蒙蒙的，轻声说：“撞到头了，疼。”声音细细小小的，带着一点委屈。“你怎么会撞到？”夏明之心疼的不行，把阮清抱出去。估计是低血糖，刚刚眼前黑了一下。夏明之检查了一下，发现额头不是特别要紧，把阮清放在椅子上，去给他找了个冰块包起来，敷一下。阮清低头看着夏明之，像小孩子怕被骂一样，可怜巴巴的。夏明之本来没准备说他，看他这样却觉得可爱的不行。他还是这么没出息。阮清看他一眼，就想把全世界都捧给他。晨光里，他们接了今天第一个吻。早安，软软。早安，明之哥哥。阮清在心里偷偷叫了一声。阮清跟夏明之坐在阳台上吃早饭，阳台上有个不大的高脚圆桌，栏杆上绕着绿植，清晨的阳光还没有变得滚烫。原先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也经常这样。这边不算在市中心，但是小区里住户很多，周围设施也很方便。不用早起上课的时候，阮清只穿着睡衣在这边吃早饭，偶尔还能看见隔壁阳台上也有跟他们一样悠闲的人在喝咖啡。尤其是阮清和夏明之都长得好看。有一年夏天，住在他们隔壁的两个妹子搬走了，新来的邻居是个热情的年轻男孩，一头天然卷，估计也是附近的大学生，热情洋溢的趴栏杆上邀请阮清找他玩。夏明之黑着脸站起来，表示你再避避惦记阮清试试。没想到那年轻男生看见他，眼睛更亮了。你也可以一起来吗？倒是不挑。阮清差点把咖啡笑喷出来。如今他们又坐在同一个地方，早晨清爽的微风里有着世俗烟火的味道。楼底下还能看见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似乎一切都没变。可中间却已经隔着4年。那住在隔壁的外国小伙早已经搬走了，右边的一户原先住着几个单身女孩，曾经给阮清送过自己烤的蛋糕，如今也都搬走了。而他和夏明之居然还有在这里坐下吃早饭的一天。桌子上依旧摆着一支红玫瑰，插在细管的玻璃瓶里，正是开到颜色最好的时候。阮清喝了口咖啡，略甜，他笑着看夏明之，其实我现在能喝带苦味的咖啡了。他以前总是爱吃甜，一杯咖啡恨不得加3份糖，如今倒是能接受苦味了。夏明之切了块煎蛋喂他，知道了，以后都改。吃过午饭，夏明之带着阮清看了个东西，一直藏在他卧室里面，多年不曾见天日。阮清不知道夏明之还有什么藏着，他看着夏明之的背影若有所思，觉得夏明之上辈子没准是条龙，所以这辈子这么有收集癖。夏明之拿着钥匙打开了小房间里的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并不大，里头零零碎碎放了几个证件，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黑色盒子。夏明之看着阮清，心里头也有些说不出的怅然。这个东西在他这里放了4年，却都没有送到阮清手上。那时候你还有好久才过生日，我就在想什么送你什么，想了半天定做了这个，但是最终都没有送到你手上。阮清一怔。夏明之打开了这个盒子，里面装着一个镶嵌着珠宝的复活节彩蛋，外观通体碧绿，做出花卉与树叶的样子。而夏明之轻轻把这个彩蛋打开，里面装着一整座微型花园。这花园做的巧夺天工，甚至能看清楚水池中的睡莲。这个彩蛋是在他和阮清分手以后才送到他手上的。本来下个月就该是阮清生日，他应该把这个礼物送给阮清，祝贺他的宝贝生日快乐。
你的信息素是雨后的花园。夏明之说道。我也没有太多恋爱的天赋，想来想去，只能送你一座花园。软软，你还愿意收下吗？夏明之低声问道。阮清看着这颗镶嵌着数颗珠宝的彩蛋，捧在手中，仿佛一个瑰丽梦幻的梦。梦中是专属于他的一座花园。他的信息素是雨后花园的味道，睡莲半开，空气里浮动着柑橘的香气。那你得祝我生日快乐。阮清小声说道，声音有一点不明显的哽咽，但又很快消失了。他对着夏明之笑了一下，露出一颗小虎牙。生日快乐。夏明之凑过来吻他。恭喜软软20岁生日快乐，你长大了。他抱着阮清，他错过的又何止是阮清一个20岁的生日。